觉醒一个有负我想，有难你当的系统是种什么体验？自己受到的任何负面影响都由别人承受。于是这个老六开始疯狂克敏修行，什么功法升级快就练什么功夫。狂暴的灵气开始撕裂男人的身体经脉，但诡异的是，被撕裂的身体也在迅速恢复。我去，这功法是真尼玛牛批！就是有点费敌人。军宝。一定是大神无伤，他肯定是对我下毒了。估计是我去他房间下毒的时候中的毒。下毒，这跟下毒有鸡毛关系啊？还有这一幕感觉好熟悉啊，似乎之前的沈开阳也是如此，浑身经脉断裂，无缘无故的成为废人。关键是那沈开阳，我就看了一眼就直接爆炸了。随着狂雷经的运转，他的头顶再次出现了。我的个亲娘啊！这是直接弄死了一个啊！不过还好，一个蓝色的敌人，终归是让我入门了这本雷剑，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惊鸿。这是我干的，我那么牛，嘿嘿。他方才施展的那一剑，消耗的真气瞬间被补充，至于张君宝的名字也彻底消失。那个，属实抱歉，在下学艺不精，他的问题我无法解决。哦，当然。若是真能解决，我又岂能藏着掖着？我赵构是什么样的人，想来你也清楚。那个，秦某最近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烦请赵先生看看。这是给我台阶下，嘿嘿。手伸出来，但确实有些肾虚。还有，你别过来，就别叫！我想说这是个误会，你信吗？那我把手拿开，你别叫。这他妈真的不是我干的。这不是定格，而是我的速度太快，显得他们很慢。陈北平，陈家的一个废物，但是在3年前忽然崛起，一路修炼做火箭，最后被青莲宗收为内门弟子。而陈北平最为要好的兄弟便是秦少公。好家伙，这他妈不会是个气运之子吧？好，这样完是吧？炸炉！不是吧？我还故意放了2种烈性毒药，这他妈都没炸炉，竟然还成丹了。这是毒丹，妙啊！味道还不错。我去，这当真是气运之子？不行，他必须死！耶稣也留不住他，我说的。操！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情况？就算是气运之子，也不带这样的吧？你们听说了吗？北平师兄昨天突然顿悟，直接从筑基初期瞬间提升到了筑基巅峰。我还知道，其实那北平师兄是万毒之体，只要吸收的毒药够多，他的修为提升的越快。我操！真他妈日了够！感情这陈北平修为突飞猛进，还他妈是我的功劳，给自己来一刀。你们知道的太少，我还听闻陈北平以前其实是个废柴，自从他洗了一次之后，竟然觉醒了凤凰血脉，浴火重生之后，这才有了如今的天才。我去，那么离谱，那岂不是说他若是再洗一次，他的资质就会再次提升？好家伙，天命之子确实牛逼，惹不起！
这个男人1分钟就要吃掉999枚弹药，丝毫不顾及快要爆炸的身体。即使身体已经撑得满是裂缝了，但男人依旧大口大口地吃着弹药。只因男人觉醒了，有福我想，有难你当的系统能将自身所有的副作用都转变。嘿嘿，这就是紫色名字的魅力吗？他同步了陈北平的中等灵根天赋，可这个灵根吸收灵力的速度都比得上上等灵根了。特么的，不愧是天命之子，这一波属实有点变态。我他妈来了！又多了个敌人，还是个紫色中品的。该筑基了，去藏宝阁看看。燃血神拳，燃烧精血和寿元，让自身实力短时间提升10倍。好东西啊，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卧槽！清平剑，小师弟想要吗？这把剑是我封的镇风之宝，老封主曾言，若是谁能拔出来这把剑，那这把剑就是。师姐，你刚刚说啥？你再试一试。停，这把剑你拿去吧。清平剑上有108道禁制，解开禁制，你才能发挥它的威力。想来你进藏宝阁是来寻找筑基之物的吧？师姐，我怎么感觉你什么都知道？少贫嘴，随我来。这是神经，用此物筑基，功法之力十分了得。一般而言，是剑修所选。哇！混元珠，这是认真的吗？这个筑基之物很神秘，用此物筑基的人基本上都暴毙了。至于此物筑基有什么功效，我也不是很清楚。你想用此物筑基，你有几分把握？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主，把这个混元珠给你。那师姐想要让我做什么？最近有一个小型秘境即将开启，秘境之中有一种灵草，叫做虎火藤，我需要它。行，没问题。就这样给我了。我相信你。对了，这个给你。多谢师姐，那没什么事，我去挑选筑基功法了。等一下，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灵根吗？注入你的灵力。全属性杂灵根。正常来说，这种灵根是不可能修炼的。这本功法倒是适合你，吸收的是全属性灵气。但是不知道品级，也从来没有人修炼过。不朽混元经，吸收万灵之气，为自己所用，这么猛？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若实在不行，我再为你寻一门适合你的功法。好，谢谢师姐，我回去修炼试一试。嘿嘿。学会了师姐的隐匿之法后，神武商不仅能隐藏修为，还能隐身。我去，这个隐匿之法这么屌。既然姬师姐有着隐匿之法，那姬师姐真正的修为又是什么？修真界的老六是真的多。不管了，燃血！师长心，天火秘境开启之后，那个叫神武商的弟子也会去天火秘境，抓住时机。记住，血魁法师的储物袋一定要拿回来，而且要原封不动的拿回来。你这是怎么了？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最近感觉有点虚呢，甚至看到丹药就反胃。行了，记住，抓住机会。至于青莲宗的其他长老，你无需担心，青藤会给你创造机会。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先杀了那个叫神武商的蝼蚁，若东西不在他身上，再考虑激素鹰。
杀那个蝼蚁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们靠谱吗？别到时候你们拦不住青莲宗的长老。放心，这件事情绝对靠谱。哼，那我修炼的功法怎么说？我最近经常贫血不说，甚至还有些生理不适。生理不适又是什么鬼？施长兴把自己现在的情况说了一遍。说真的，你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我有些难以评价。那我总不能一直这个样子吧？有没有什么解决之法？暂时没有，不过你等我研究一下。狗日的天神教，这一切都是你们害的。此次天火秘境之中有一块福地，能够改善你们的灵根。这老梆子明显有问题。此符状可抵挡金丹境界的全力一击，看情况使用。但是需要涅槃果才能进入，这种果子同样也在秘境之中，且只有12颗。我特么直接到处树敌，尤其是那些天才，那些背后有强者坐镇的天才，这样一来，敌人不就多起来了？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整个元婴修士。秘境，全凭机缘。男人燃烧最后一半精血，拼命赶路，只为快点远离这个毫无灵力的地方。眼见灵力和精血即将耗尽，生命进入倒计时，男人反而更加兴奋，不要钱的挥霍灵力，燃烧精血。只因男人拥有一个有福窝想，有难你当的系统，能将自身所有副作用都转移给你。嘿嘿，燃血，我在燃。特么的那小子跑哪去了？3天没喝水，但他发现自己一点也不渴，反而是施长兴的名字在不断闪烁。嘿嘿，得赶紧去沙漠中心。这是陈巧丽师姐告诉他的一个秘密地方。给我燃！特么的又来了！他现在不仅精血无缘无故的蒸发，就连灵力也在迅速的蒸发。这特么是怎么回事？你这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不是血魔宫的问题？那你说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别跟我说是中邪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确实中邪了？别特么扯那些没用的了，先稳住我目前的情况行不行？你再多逼逼2句，我就要失血过多而死。快炼化它！施长兴越是炼化那血石，他的血液就蒸发的越快，因为他长时间运转血魔功补血的原因，他的血魔功还突破了。你还说不是你这功法的问题？老子特么的血魔功都突破了，血液蒸发的反而更快了。你等等，让我想想。你先别想了，先给我搞一桶水来。好。啊，你怎么还那么渴？我精血蒸发那么多，缺水，这不是很正常吗？有道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怎么突然就突破了？我去，这施长兴这是开挂了，燃起来！算了，我累了，毁灭吧。别放弃治疗，这是上古大妖的血液，你炼化试试。我操！我尼玛，施长兴这家伙干了什么？牛逼！终于特么得到了，发了！拿来吧你！没过多久，神武上的所有储物袋都装满，可这9片绿洲才收集了不到1%。我尼玛，这简直是洞天福地啊！开始筑基。筑基之物。当混元珠成为筑基之物，它所散发的气息犹如刀子一样，强行割裂身体的每一处。
看起来好像是神武商在筑基，但实际上是施长兴在背后负重前行。嘿嘿，给我燃！这是秘境的时间要到了。就在刚刚，这个老六在折磨了施长兴半年之后，终于突破到了筑基后期，秘境也到了关闭的时候。嘿嘿，那是叶岩。不仅灵根重铸，还获得了一个了不得的筑基之物。小子，你可愿意拜入我藏剑锋门下？我可以代师收徒。叶岩，你若是可以拜入老夫门下，老夫可以倾尽全力的培养你，甚至我门下女弟子众多。哼，师姐，我愿意拜入藏剑锋。好，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我藏剑锋的那门弟子。用完了直接找我要，藏剑锋别的没有，修炼资源管够。多谢师姐。这已经是蜕变到了极品的灵根，而且尚未筑基。不行，这弟子我青鸟峰要了。不巧，我藏剑锋也要。我青鸟峰，想来你应该听说过，大多数都是木修，甚至峰主更是木修大能。丫头，相信我，没有比青鸟峰更适合你的地方。我愿意拜入青鸟峰。好，老夫保证，选择青鸟峰，你绝不会后悔。这其中还有你要的呼火藤。你到底在秘境干了什么？怎么那么多好东西？嘿嘿，一点小机缘罢了。青藤没有动手，所以说你之前的猜测是错误的。那是因为他把我传送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秘境地带，在那个地方我差点死了。原来如此，他倒是做得隐秘。哎，对了，你的不朽会员经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神武商简单介绍了一下，你这个功法很强大。若是他能够把所有功法都拉着运转，甚至无上限的运转，那你想想，在你眼中不就完全没有残本的存在？这天地之间有多少无上功法都是孤本、残本？那你的筑基之物呢？有什么功效？这个怎么说呢？说出来也不是不想，可这个事情呢，他有些不好开口。停！那我先说我的筑基之物是一把上古仙剑，它的能力就是我每一次挥剑，剑法的威力就永久增加1点，没有上限。师姐，你这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别打岔，说说你的筑基附带的能力。我的筑基能力叫做道法浑然，简单来说就是我的力气越大，打人就越痛。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我的一切法术都会变异，至于威力，则是看我的灵力消耗程度，灵力消耗越多，威力越强。哪尼？你这能力也挺逆天的。少年郎，我感觉你的道路似乎很是广阔。你施展个简单的法术我看看。你管这叫变异？你施展的火都接近本源了。当然，你现在实力还太弱了，可即便如此，也相当恐怖了。这个男人最近十分膨胀，自认为天下无敌，只因他炼化了上古大妖的血脉，突破到了元婴期，并且将肉身练到了极致。但接下来遇到的人让他终生难忘。你确定那魔种在激素鹰的身上？刀的就在他身上。哼，区金丹，我随手镇压。我去就来。这个世界到底还是不是原来的世界？上一世我未曾见过神武商，可他的表现不可能寂寂无名。最让激素鹰惶恐的是，原先这里应该插着一把袖剑，其实那是一把仙剑的仙剑，但是现在那把仙剑却不见了。有2种可能，也许是我从时间长河回来，触动了时间大道，所以产生了偏移；而另外一种，便是敌人跨越时间长河，抢先拿走这把剑。
极速鹰，把血葵法师的储物袋拿来，本座可以饶你不死。那我若是不给呢？那就死。这怎么可能？就这。因为他肉身于你觉得你逃得掉？悠悠竟然没死。失职，让老夫 K 个头。你不是无敌的吗？哈哈哈！现在被人一剑，差点元婴都给你斩了。虽然我这次被斩了肉身，但是我发现我能够根基重塑。已经回到了筑基巅峰了。陈师姐，你这是？师弟，想不想来一个大的？啊！你看看这个，知道这是什么吗？地图。忘川的地图。此次宗门大比前100个弟子方可进入忘川秘境，但进入秘境需要几个宗门长老共同施法才能打开秘境。有了这地图，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也能进入忘川秘境。没错，我们不用参加考核就能够进入忘川秘境，因为这地图上有前往忘川秘境的隐秘入口。所以，师弟，我们搞一个大的。可师姐为何邀请我？其他人我不怎么信任，至于选择你，也是我观察了2年半的时间才觉得你可信。刚好我们2个也相识。你观察了我2年半，那我洗澡呢？你不一直是用的清洁术吗？哦，那倒也是。行了，干不干？造他就完呀！不过你等会儿。你没事准备那么多储物袋干什么？那啥，装点丹药，有备无患嘛。合理。男人一天就要喝3斤处女的鲜血，并且专挑胸大的下手，只因他原本是一个将肉体练到极致的元婴修士，却意外被一个大胸女人一剑斩灭肉体，现在沦落为一个筑基期的废柴。从此他发誓要吸光天下所有大胸女人的鲜血。我看到了绝顶的美味，好香甜的血液。你说这2人身上的血液香甜？那男的一股屎味，但是那女的那香甜的味道，不行，我要吞了它。这是啥意思？怎么了？小心一些，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是失常心，怎么变得如此矮小？而且怎么才筑基巅峰？现在的炼气修士都如此恐怖吗？
老子今天就还不信，我破不开你的防御。你这丫头属乌龟的吗？我和阁下无冤无仇，为何忽然袭击我？要怪就只能怪你的鲜血太香了。你快跑！对上这样一个家伙，我只有90%胜算。师姐，你退下吧，这货交给我。那行，我在前面等你。不是直接就走了，不拉扯一下吗？来吧，小子，让本大爷今天教教你什么叫我尼玛！你别被陈师姐打死。你小子不是很能打吗？来呀，打我呀！可恶，难道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吗？你看，这就是一成的变数，还是得继续加油。如今施长兴道心破碎，他先后经历2场生死，一场被碾压，另外一场还是被碾压。激素鹰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角，而且比你强的人多的是，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让激素鹰拔剑，而你差一点让激素鹰拔剑，你已经足够自傲了。真的吗？那可不，你去问问那些天骄，有几人能够在激素鹰手中撑过1招？而你起码撑过了2招，甚至让激素鹰差点拔剑。听你这么一说，舒服多了。就是那个乌龟女，也是趁我尚未恢复修为，以境界碾压。这才对嘛！你要知道，你打的都是一些高端局。你说的没错。呵呵，找到你了。你一个练气的蝼蚁也敢挑衅我？等等，那乌龟女在不在？不在，她只有一个人。小子，我他妈今天要拿你泄泄火！你真的是练气9层？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现在的你太弱了。小子，无论你是谁，我定要你死于葬身之地。嘿嘿。虚虚浮浮，赚大了！来了。这就是忘川秘境。这是回传令牌，3天后就会自动传送。趁着这3天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搜刮一下。分头行动。嘿嘿。这是一个获胜者才能进入的秘境，可男人倒数第1，却能抢先进入，只因男人意外发现了一个宝洞。于是就在其他人厮杀的时候，男人已经在秘境把地皮都给掀走了。这树似乎不错。哎，这草也不错，似乎蕴含大量的灵气。我去，这土似乎也不错，对于培养灵土有很大的裨益。要不还是给外面的那些人留一点。你也太狠了吧！师姐，你这是在说反话？你把山都给搬走了，你说我有点狠？这些山石都是炼气和炼制阵法的材料，搬走也就搬走了。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会掘地3尺。彼此，我也不过是弄一些泥土而已。忘川秘境的泥土确实值得研究。师姐，你还说我狠？好了，多的不说，我们进入忘川神殿看看。师姐，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没来错，宝贝都在那箱子里。别愣着了，赶紧去开箱子。这一次我们真的是赚大了。OK， 来，我们2个同时按下去。注意，箱子打开的时间只有3息，无论看到什么都从箱子里拿出来。这东西还吸血？你先拿。
你的面色怎么没有什么变化？我平常一直练体，一丢丢血液的丢失对我没什么影响。不是，你就丢失一些血液。难道还会丢失其他东西？这东西会抽取一个人的本源和寿元来匹配宝物，你只丢失了一些血液。陈巧丽不知道的是，箱子抽的是失常性的血液和寿元，神武商当然没感觉。师姐，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那镜子有啥用？卧槽，双星镜！师弟认识这东西？这东西1天之内可复制任意一样东西，你要记住，是任何一样东西，这可是一件逆天的宝贝。是任何东西？若真的是双星镜的话，那便是如此。这特么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拿来吧你！你把它给吃了。师弟，你的那书有什么用？我若是说是一点用没有，你相信吗？应该是你只是流失了一点血液，并不像是我一样，又是寿命又是本源的。这特么的！没事，你这次也算是帮了师姐。反正姐姐，我现在有双星镜，到时候我有好东西，自然会有你的一份。多谢师姐。走走走，接下来是去挑选神通。挑选完神通之后，我们也该出去了。一人只能挑选一本，慢慢挑，不急。雷炎狂刀仙人所创，一刀之下，附带修炼道，一刀之下，万物破碎。一定要选择和自身契合的，因为选中之后还有考验，考验过了才能获得神通，所以一定要量力而行。多谢师姐告知，我明白了。悲鸣之剑，一剑出，万物悲鸣。切记，不到万不得已，切勿施展此剑法，因为它会燃烧自己的生命，每一剑都会折损寿命和本源。故此，古才以悲鸣命名。一剑出，代表着万物终结，也代表你的终结。唉，怪我天赋有限，未能找出解决此剑的弊端，还望后人习得此剑者慎用。就你了，嘿嘿，嗨！这难道是我们打开的方式不对？那这样，这一次我们打开秘境的时候，动作稍微轻一点，温柔一点。这特么是谁干的？那这忘川秘境还要让弟子进去吗？不管怎么说，忘川神殿还在，那才是真正的宝物，照常进入。刨地、掘坟这种肮脏和见不得人的手段，倒是和天神教的手段如出一辙。男人仅仅是挥了一剑，便减少了100年寿命，又挥了几剑，男人便肉眼可见的衰老了。但男人依旧不为所动，一剑又一剑的向前挥去，只因男人觉醒了，有波想有难你当的系统，可以将一切副作用都。我去，这剑法真的有点逆天。若是别人学了这剑法，只会用来当做底牌，但在他手中，那就只是随手一剑的普通剑法罢了。师弟，我先走一步了。你若是领悟好了神通，赶紧传送出去，因为估摸着时间，外面的人应该快到了。这不对啊！当初我可是留下来很多东西的，难道是师姐？还说我狠，这师姐不比我狠。那不是我干的，我也没那么狠。师姐，怎么样？我这新获得的神通？师姐厉害。既然不是师姐，难道这件事情真的是天神教干的？不清楚。不过不管是不是天神教干的，天神教都在劫难逃了，这次怕是要宗门大战了。不行，我得赶紧跑路。看在你和我都是同道中人的份上，给你个忠告：枪打出头鸟。你和我没有背景，表现得太过优异的话，只会被人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妈的，忘川秘境怎么什么都没有？你确定我们来的真的是忘川秘境？确实是忘川秘境没错，但是有人比我们来的更快。我不管，若是真的都是天才地宝，冒险就冒险了。可现在什么好处没有，我可能还要死。放心，天神教的成员已经在幻月峡谷集合，我保证你死不了。就是此次忘川秘境的损失太大了。不是，你吃了我的那本书，就多了这个功能，而且还需要在附近才能听到声音，这特么有什么用？
不过我有些好奇，你到底有几个分身？只要我想，我就有无数个分身。这么变态！天神教最近在疯狂的收割秘境，疯狂的夺取他人宗门的地脉，到底想要做什么？有些事情不该问的不要多问，知道的太多对你不好。虽然我有意想要让你成为我天神教的核心弟子。喂，走，天阳宗。我操！尼玛！等等，我怎么没死？嘿嘿。这特么就离谱！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不行，外面还是太危险，回去先突破到筑基圆满。天神教，此生不灭天神教，我永世不得轮回。难道我天阳宗真的要灭亡于此了吗？这是？难道我天阳宗还有隐藏的老祖？宗主威武，宗主无敌，宗主威武，宗主无敌！我要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你们信吗？在天神教发起进攻的时候，青藤想给青莲宗背后来个重重一击，可当唐剑锋宗主一生震杀了整个天神教的门徒之后，青藤瞬间淹了。现在十分害怕自己的身份暴露。长老，宗主让你去一趟，可有说什么事情？这个弟子便不知道了。男人只说了一句：“天神教的这帮畜生都该千刀万剐。”旁边吃瓜的人就开始浑身飙血，仿佛被千刀万剐了一般。你没事吧？没事。青藤长老，我是一休，你相信我，你绝对有病。来来来，我帮你看看。不用。放心，我看病技术很好的，一看一个不吱声。你就说了一句，天神教的人都应该被千刀万剐，他就成这样了。我真的啥也没干，就摸了他一下，他就忽然被千刀万剐了。但是宗主，你要相信我，其实我医术很高的。不是，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对青藤长老做什么，这真的只是个误会。你之前说天神教的人都应该千刀万剐，你说出这话的时候，青藤就突然被千刀万剐了，而且最关键是他是如何被千刀万剐的，都无从得知，甚至都无法阻拦。要不你再说点什么？可，宗主，我若是真的有演出发髓的地步，我岂不是早就无敌了？那倒也是，不过你还是为青藤治疗吧，把他治好。我有些话要问他。宗主放心，我必定治好青藤长老。小的麻袋，要不你还是再诅咒一下天神教的人试一试。行吧，那让我碰到天神教的人，他们都原地爆炸。那你快去为青藤治疗吧。嘿嘿，青藤长老还请放心，我的医术无人能比。
好了，你我等人都看到了，此事并非是赵长老所为。至于青藤的死，我想诸位内心应该都有了答案。记住，此事不能声张，我们要保护赵长老的安全。我等明白。鉴于赵长老铲除奸细有功，正好青藤长老的职位空缺，死后赵构便接替青藤的位置吧。那个赵长老，虽然你医术很高明，可我还是觉得往后还是能不行医就别行医了。给，很适合你。宗主，我都还没有行医呢，是他自己扎的，这和我没有关系，和我的医术没有关系啊。我知道。对了，往后还是别随便诅咒别人哈，以后还是我让你诅咒的时候，你再诅咒。我好了，今天大家也都累了，早点休息吧。不是，宗主，你听我。赵长老啊，你要接管青藤的位置，怕是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处理。就这样吧，再见。恭喜赵长老，赵长老真乃神人也。赵长老之前多有得罪，还请见谅哈，我这就准备赔礼。不行，又少了个敌人，得出去再找点敌人。你这是准备要出去？你再等2天，明天是赵构长老的庆功宴，所有人都要到，所以你现在还是别出去比较好。赵构长老庆功宴？那赵构这么厉害的吗？这才多久就晋升为正式长老了？确实挺厉害的，主要是赵构抓住了一个奸细，而且身份很高。身份很高的奸细？青藤长老。好家伙，我还在想青藤突然一下死，宗门会不会调查？结果倒好，这口大锅赵构是替我背得稳稳的。那赵构是如何揭穿青藤长老身份的？陈巧丽把宗门大殿的事情说了一遍。天下还有这种巧合啊！对了，陈师姐这次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我之前得到一枚混天丹，复制了一枚给你，那玩意是提升筑基修为的丹药，药性十分霸道。但是我后来自己研究了一下，那混天丹似乎有些问题。混天丹不会就是让我爆体的那玩意吧？你可千万别吃，里面有个大问题。大问题？什么大问题？那混天丹是我从一个遗迹之中获得，药性十分霸道，吃了可能会爆体而亡。最关键的是，我发现那颗混天丹里面有一缕残魂，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残魂。你真的没吃？真没有。若是真吃了的话，按照你的说法，我现在已经爆体而亡了。你看我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那倒也不一定，因为那残魂想要夺舍，应该会稳住那个人的肉身。师姐，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弟双星镜只能复制物品，不能复制灵魂？你说的有道理。妈的，怎么会有神魂在丹药里面？这修真界怎么那么多老六？还是得出门多找点敌人，我才能随便浪。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先学一下血魔功，免得出门被认出来。那我要是炼化我自己的血会怎么样？别人修炼魔功都是图利众生，献祭亿万生灵，但这个男人却反其道而行，修炼魔功只用自己的血，随着血液被一次次的吸取，男人的血条很快就见底了，但男人却显得更加兴奋，加大力度吸自己的血，只因男人觉醒了，有福我享，有难你当系统，能将自己一切副作用都转移给敌人。那你还不够猛！20倍燃血神拳，开！快，血池血晶，上古炎黄的血晶给我拿来！哈哈哈！按照这个速度吸下去，我将会无敌。到时候我……等等，挑的麻蛋呀！这怎么有点像是诅咒？你说的没错，这就是诅咒，而且还是一种十分强大的诅咒。拜托了，婆婆，帮我解决这该死的诅咒。放心，这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老婆婆利用没穿骨茬子的牙齿，开始反向诅咒施咒人。婆婆你是不是有病？你诅咒你自己干嘛？我没有诅咒我自己啊。可我这诅咒就是寻找诅咒的源头，然后把诅咒的源头吃掉。那个婆婆，要不你先收了诅咒，我感觉我快不行了。我诅咒了我自己。卧槽，这是呢？我是怎么过来的？还有老子的混天丹呢？上一秒他记得自己即将要夺舍一个人来着，结果一眨眼功夫，怎么出现在了另外一个人的识海当中？这特么是大成修士的识海。哪来的蝼蚁？难道除了激素鹰，真的没有人能用这把剑？算了，既然我得不到，那就让这把剑永远不要问世。说说吧，你是如何找到这把剑的？又为何想要把这把剑扔掉？不要想着逃跑，也不要想着在我面前说谎。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激素鹰发现，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如此早早的退场，因为激素鹰这3个字就代表无敌。我陈北平一生行事，何须向他人解释？我今天就要挑战一下这所谓的。哼。原来是曾经的一只蝼蚁，也敢妄图染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别人的血魔晶只是吸收血液，可他的血魔晶通过不朽混元晶的无上限运转，不仅能吸收血液，而且连别人的血肉、血液都能一并吸收。擦，这还真的是天理不容的功法。我去，不至于吧？我这才修炼多久？不至于都嘎了吧？没穿苦茬子是被我吸嘎的，那还能理解。可这陈北平是怎么嘎的？果然，在修真界，没有人是主角，也没有人能够确保自己不会翻车。男人背着100万人实行过，只求别人来杀他，而且来的人越多越好，只因男人能将自身副作用全部转移，所以多一个敌人就相当于多一个人。道友，规矩。我没钱。哼，你当我们眼瞎吗？你那储物袋之内，少说有几十万灵石。不是，名字呢？怎么没有名字？我没有啊，最守规矩了。兄弟们注意，出现了肥羊，身上少说有数十万灵石。颜色升级，这说明想要杀我的人越来越多了。虽然这群人在大道金卷上连名字都不配有，但是数量可观啊。这净水城还真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就连禁军都忍不住杀人夺宝。这群人不见才起义，不是说这些人都是穷凶极恶之辈吗？怎么一个个都如此安静？你就对我没有什么想法？嗨，老夫没有龙阳之好。
你说的是什么玩意？我是问，你看我那么有钱，你不心动？只要不是傻子，都不敢对你有想法。怎么说？你这不是纯纯的在钓鱼吗？在修真界，财不外露的道理，小孩子都懂。既然你故意漏财，那不就是想让别人劫杀你？你在反杀，黑吃黑吗？这套路我8岁就不用了。What？ 小说里的敌人不应该都是弱智吗？怎么到我这，一个个都精得跟猴一样？这老头这都没反应。道友，可是还看上了什么东西？你不生气？你能拿老夫的东西，那是看得起老夫，我怎么会生气？你认识我？不认识。你不认识我，我平白无故的拿你的东西，你不生气？嘿嘿，我所修炼的道法名为因果之道，你从我这拿走东西不给钱，那你我便有一份因果在其中，老夫不会亏。道友且慢，我这里还有其他好东西，你要不要再看看？不要，免费送你。那个道友，其他东西你也许看不上，但是这个东西你应该看得上。你为何就确定我不是恶人？又如何知道我要找的是恶人？嘿嘿，道友一身正气，眼神清澈，而且故意漏财来这净水城，就知道道友是来为民除害的。多谢，这东西我收下了。嘿嘿，道友告辞。修真界不可能有这样的人，这老头一定图谋什么。不过无所谓了，他若是想要害我，不过就是多一个敌人罢了，正合我意。道友，买东西。你就是陈大海？我是。小子，你他妈找死！道友，你可知道那陈大海为何要追杀我？为何？你想不想知道？在下想知道。给你脸啊！道友，算了。妈的，你找死！小子，别让我知道你是谁，不然老子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我东西呢？混蛋，老子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妈的，不管了，全部拿走！操，小子你找死！尼玛，小贼，你给我站住！小子，束手就擒！飞鸣剑，剑。这是什么剑法？尚未出剑，那威力就让人原地爆炸。剑气入鱼。我操！我原来如此厉害吗？来我净水城闹事，小辈，你就想要这样一走了之？宝子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男人每被攻击，对面就死一个；反观男人却毫发无损，甚至扬言让对面吃奶的劲儿都用上，只因男人能把自身副作用全部转移给敌人。你没吃饭吗？没有力量啊！这死法怎么像是被我杀的？难道他身上有什么宝贝？难怪敢在我净水城撒野！不管你是什么人，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都必死！来人，给我好好查一查，这闹事之人到底是谁？是。卧槽，橙色！好家伙，这些人都不配有名字啊！师兄，最近天神教的梅川苦茶子和风雅婆婆不知为何突然死亡，如此便是进攻天神教的大好时机。这是要宗门大战了，我得抓紧冲击金丹境界。你是藏剑锋的炼丹师，不用参加此次大战。
你这小身板太弱了，我吹口气你就没了，专心修炼吧。好吧。怎么回事？这难道是诅咒吗？也不知道大道金卷上的这些名字能不能扛住雷劫。怎么回事？怎么一个都不剩了？那我当这个城主有什么用？这金丹和筑基真特么是跨越了次元的差距。师兄，可有疗伤的丹药？有，等我一下。师兄，我回来了。我破损的根基都痊愈了。我去，别，你快起来！师兄对叶某有再造之恩，您当得起叶某一拜。起来吧，你我同门，无需如此。我怎么看你是被烧伤的，而且身体之中还有中毒的迹象。我们宗门之前有个弟子叫陈北平，不知道师兄知不知道？陈北平，他不是死了吗？我在战场上看到了陈北平，但是他不是青莲宗的陈北平，而是天神教的陈北平。陈北平叛变了？倒也不像是叛变，只是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自己是天神教的弟子。我那一身伤就是被他烧伤的。难道他涅槃重生了？我还以为从大道金卷消失，那就是彻底没了。还是说，若是有人不想杀我，也会从大道金卷上除名？那陈北平的名字怎么不见了？那现在的陈北平是谁？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前线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战场上的情况很是不妙。怎么说？其实一开始几大宗门的联手，天神教是完全不够看的，因为他们的2个头目死得不明不白。可是我们终究还是低估了天神教的丧心病狂。这他妈天神教怎么能够如此逆天？即便是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明，这群人依然还是如此畜生。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战场。对，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战场。按照我的猜想，我的那个战场都出现了如此恐怖的妖怪，那其他的战场应该也有类似的妖怪。对了，还有一个人，施长兴，这个人也是元婴修为，而且在这次战场之上，他简直无敌。施长兴无敌？听说那施长兴在战场上越战越好，导致他再次突破了战场。在战场上，只要有读过的血肉，那施长兴就等同于不死。施长兴的那片战场，听说是被那施长兴一个人屠杀殆尽。玄武商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你给我等着！这家伙还真的是天赋异禀。对了，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你知道赵构长老吗？这个自然知道，那可是青莲宗晋升最快的长老。听说赵构长老的那片战场完胜。完胜？赵构长老如此生猛的吗？宝子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男人只是看了一眼赵构，便直接爆炸，随后他的士兵们就像疯狗一样扑向赵构，完全无视其他人。就这样持续2个半小时后，赵构战区大获全胜。不过说起来，赵构长老只需轻轻一碰天神教的人，他们就跟炸药桶似的爆开了。也正因如此，我们青莲宗内再也没有天神教的卧底。要是我，肯定也会疯狂的追杀赵长老。抱歉啊，赵长老，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让你背锅的，真的。师兄，天阳宗被灭了。几大宗门联手，天阳宗都被灭了。不仅如此，宗门联盟这一次可谓大败。现在天神教已经从防守一方变成了进攻的一方。
师兄告辞，最近我可能要闭关一段时间。这小瘪三想要干什么？出来吧。能发现我，你倒是有几分本事。跟踪我，你想干啥？我看上了你身上的一样东西，不知你能否割爱？你算个什么东西？尽世之火。想要给你就是。何必呢？在我眼中，你也不过是稍微大一点的蝼蚁。是吗？同为藏剑宗弟子，你残害同门，杀人夺宝，今日定留你不得。不好！难道今天要死在这里？放下他，然后自刎，留你全尸。什么人？师兄，不，前辈，你怎么来了？在你离开之后，我就看到那小子跟在你身后鬼鬼祟祟，所以就过来看一眼。结果就看到你被这小子按在地上摩擦。前辈，这不能怪我啊！这小子着实有点诡异，身体犹如钢铁，而且他所施展的御剑之术，完全不是筑基期能施展出来的。他应该是有自己的机缘，不过现在是你的了。前辈，这是你的，我不能要。不需要。还有今天的事。前辈放心，我知道怎么做。不要叫我前辈，还是和之前一样，叫我师兄。OK。藏剑锋不愧是藏剑锋，每个人都深藏不露啊。小娃娃想变强吗？谁在说话？我是你手中的玉佩。小娃娃，我看你根基不错，你可愿意拜我为师？那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我就是想要找个传承，继承我的衣钵。当然了，你若是能够成长起来，到时候给我重塑肉身也不是不行。之前那弟子也是你的徒弟吧？你为何不救他？那家伙不仅喜欢虐待人，而且还算计自己的老师。还真是个畜生不如的东西。那你就不怕我是下一个他？你看我这个样子，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都不好说。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可就是我的一身传承，我不想让他埋没。只要前辈信得过在下，在下愿意拜您为师。不行，当前情况还是需要找个地方先突破金丹再说。师兄，你这里可有滋养神魂的丹药？暂时没有，不过我倒是可以炼制一些。你似乎没什么毛病啊？不是我，是我师傅。然后叶岩就把玉佩里的老爷爷告诉了神武商。你都不隐藏一下的吗？随便找个借口什么的。我比较相信师兄。这种事情你知我知就好，不要再跟第三个人说。我又不傻。老登，既然都是自己人了，还不出来透透气？你这残魂怎么有种被人炼化过的感觉？遇人不淑啊！等我一下，给你。这确实是养魂丹，可炼制这样的丹药需要大量的灵魂，你是怎么来炼制的？你疯了！燃烧灵魂为我炼丹？不打紧。哥，亲哥，你早说养魂丹是这样炼制的，我就不找你了。无妨。哦，对了，哥，这次我找你主要是想要给你送个东西。这是什么？这是我家祖传的宝贝，听说里面是一方世界，什么东西都能装进去。这我不能要。哥，你前后救我2次命，又救了我师傅一命，我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唯有这东西能够拿得出手，你就莫要推辞了。你若是不要，那我往后可就不来了。
那我先帮你保存吧。你若是反悔，随时都可以来我这里取。这是给我老乡留下的一些东西，若是你往后遇到了我家乡的人，看他若是人品不错的话，你就把这本书给他。我知道了，不过你家乡的人有什么特征没有？特征这个东西我有点说不上来，你就看眼睛，他们的眼睛里绝对透露着一股清澈的单纯。所以说，其实我们是家人。不是，这让我怎么说呢？boss 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男人1分钟被雷劈了99次，血条都空了，只剩下一口气苟延残喘。但男人不仅没害怕，反而开始嘲讽雷太小了，只因男人觉醒有福我想，有难你当系统，能将一切副作用都转移给别人。来人，扶我起来！快把你身上疗伤的丹药给我！人找到了吗？他一定要找到这背后之人，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不仅让自己平白 IP， 还把自己手下都弄没了。有可能是查到了，但不是很确定。根据属下的调查，最近突破金丹境界的只有一个人，是谁？青莲宗一位叫赵构的长老。当他看到赵构那摸谁谁死的手段，感觉惊为天人。这手段，找个机会把赵构带到我面前。我终于重新证明了自己，老子不是绝命一。这两个人也是死在雷劫之下。没错，都是平白无故被雷劈的。说说你当时是什么感觉？我当时还在正常的摆摊售卖，可忽然之间就感觉自己全身遭受雷劈，我感觉不对劲，就疯狂的吃疗伤的丹药，直到我耗费了全部家底之后，这才保住了性命。那你觉得冷吗？没事了。赵构抓来了吗？大人在后院。做得不错，带我去看看。我他妈招谁惹谁了？怎么到处都有敌人？净水城城主怎么这么虚？而且你抓我干啥？这些都是我的敌人，我把他们都做成了艺术品，所以老实交代，我也能让你少受点皮肉之苦。交代什么？呵呵，继续装。既然你不肯配合，那我也只能用一些特殊的手段了。给我打！是。他还是没有说嘛。倒是没有看出来，这家伙还是个硬骨头。只要你把那种能够让别人帮你渡劫的秘法给我，我放你一条生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真的找错人了？我真的没有什么让人帮助我渡劫的办法。继续打，若是还不老实交代，那就搜魂。大人，若是他真的有那种能够让别人帮助他承受雷劫的办法，那搜魂会不会也能让别人帮他承受？你说的有道理，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其实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找到赵构的家人，然后在他面前玩弄或者虐杀。我不相信他还会不老实。好主意，那快把他家人抓来。抱歉，大人，他没有家人。既然他没有家人，那就找2头老母猪，给老母猪和他都喂一桶发情丹。等一下，别这样。所以你肯说了？城主大人，我是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个秘法。我若是真的有这种秘法，我何至于被你们抓住？准备2头老母猪。不是，城主，咱们做人要讲道理。你为什么觉得我会有如此逆天的秘法？那我问你，你进入金丹境界的时候渡劫了吗？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雷劫走了。还说你没有秘法，你没渡劫，那是因为你的雷劫都劈我身上来了。因为快准备老母猪。什么情况？你去看看。大人是天神教的人，此人是为了赵构而来，而且是天神教黑袍。天神教为了赵构，你对天神教做了什么？对方为了杀你，竟然出动了黑袍。哪怕是死在天神教手中，也比和母猪发生点什么要强。谁打的？此事就此作罢，如何？劫掠我青莲宗的人，你想就这样散了？那你开个条件吧。天地江山图给我，2清人我带走了。大人就这样放他们走？不然呢？别说现在，就是我全盛时期，都未必是姬素英的对手。可那天地江山图
没有山河印，天地江山图就是个废纸。相比较天地江山图，我现在更在意的是那种让别人替自己渡劫的秘法。大人放心，我会时刻盯着赵构。算了，应该不是他。一个雷劫差点把我轰废，他的实力还配不上那个雷劫。难道是之前那个面具小子？自从他来过之后，我净水城就变得十分不正常。因为去查一下他。还有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家族那边也不能有任何人知道。是。宝子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只是放了一个小小的治疗术，竟然引得全城的人死亡。这是我自我领悟的神通，我命名为普度众生。这招不应该是治疗术吗？这是什么手段？我也遭受了重创，甚至神魂都不稳定。你也没死。大人，他在施展神通的时候，我并没有被他身上的光芒照射到，所以躲过了一劫。扶我一下。之前赵构说他那一招叫什么？叫普度众生。普度众生。他是这样说的，普度众生。也许是真普度众生。哈哈哈！得吃爽吃。赵构直接成为金丹第一人。我感觉得罪一个势力比单独一个人有用多了，要不直接往天神教里面扔翔，或者在他们血池里尿尿。我的个乖乖，我似乎研发出来了2种不得了的东西。这特么的！道友，你认识那赵构？啊！你竟然不认识赵构前辈？老夫一直在闭关，刚刚才出关，我看你对他十分崇敬啊。实不相瞒，赵构长老是我的偶像，而且赵构长老可以说是金丹第一人。一个普度众生，直接屠城。等等，你说的该不会是净水城吧？你怎么知道？这赵构是不是先天背锅圣体？那么大的一口锅，说背就背了。我真想拜赵构长老为师。你也是一修？不，我是独修。天神教，我特么来了！你弟干什么的？我弟，我叫甘李娘，此次前来是要向大人汇报工作。啊，甘李娘没听说过。不是，是甘李娘。哦，我们是说的甘李娘啊，阁下。你是谁？老子日川钢板。日川钢板，那不是安倍落雪的护卫，事关重要，我要赶紧向门。不是，这群貂毛的驻地特么藏在青莲宗里面。我有钥匙向门主汇报。原来如此，原来是假冒的青莲宗。既然如此，赵构啊，老哥，我再给你增加一点威望。让你我看一下，天神教尔等竟然敢冒进青莲宗，是真的当我赵构没事？普度众生。嘿嘿。赵构长老，我们无私。宝子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
这个老六十分生气，因为最近老是有人冒充他做好人好事，搞得大家都想要当面感谢他。可他充其量只是个强壮点的医生罢了，连跳广场舞的大爷都打不过。赵构长老，虽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青莲宗，但是你这下手确实太狠了一点。我最近又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做了什么？你不知道？难道你是想要我夸你？赵构长老确实威武，3天之内灭掉天神教7个据点，真乃神人。我那么厉害？不是，你这反应怎么感觉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一样？对了，赵构长老，天神教的8骑士和你预定了生死战，你看。地点。我还没挂我。赵构长老，那8骑士可是金丹大圆满，甚至快要进入假阴境界，你真的有把握？无妨。听说了吗？赵构要和太天神教的第一金丹生死斗。小赵啊，你这让我有点难办啊！我操，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敌人？等一下，不会真的有日川钢板这个人吧？神武商很快找到了天神教的驻地，因为上了大道经卷，神武商能感应大致位置。这里应该是天神教的总驻地。既然你建造在湖中，呵呵，8骑士，我就在这等着你。走走走，今天是赵构长老和8骑士的生死之战。听说2人都是金丹第一人，此战过后将决出真正的金丹第一人。我尼玛，老子蹲了半天，这8骑士不在驻地。就你这个小身板，就凭借你那哄骗人的把戏，也配称之为金丹第一人？来来来，今天就让本大爷捏碎你的蛋！这些年来我所经历的事，不是你能够想象的。就你这一点微末的道行，还是不要在我面前显摆，因为我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命运逼得走到了更为离谱的道。老赵啊，你要不先等等，我特么还没有让他加不上马，你别着急啊。经此一战，赵构直接被人吹爆，赵构已经成了同境界无敌的代名词。赵老哥，我还是十分好奇，你是怎么让那8骑士瞬间爆炸的？我可以靠治疗把一个人撑爆，当然，我也可以让一个人的伤口不断扩大，最后也能办到让人化为飞灰的下场。好家伙，我这是逼出来一个多恐怖的人才！那你往后还治病救人了？应该会吧，但是我有点不敢，心里有阴影。那个算命的，你给我站住！你若是再跑，我可就为你治病了。滚！你个牛鼻子，当初就是听了你的话，选择一休就能成就大道，就能够复原身后。可我现在，可，赵长老，你现在不就成就大道了，而且还是青莲宗的长老，身份高贵，可不就复原身后？能不能让我换个方式复原身后？我是算命的，不是神仙，我所说只是看到了你的命途的一部分。再说，我若是有那种手段，我早就飞升上界了，不是？我看你是真有病，我来给你治一下。等等，我倒是有个办法，但是命运这东西不好说，我只能给你变一次，而且是随机的，好坏不定。你确定要变吗？算了，不改了。我感觉我的运气很差，尤其是和你沾染上了，运气就更加差的离谱。嘿嘿，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你要给我算命？你的命运飘忽不定，甚至我感觉你随时都有陨落的风险。你若是信得过我，谁在偷袭我？嘿嘿，
真的，老夫观察你最近劫云罩顶，近些日子必然有血光之灾。但是只要你给我点钱，我能。到底是谁暗算老夫？这难道有脏东西？我操！不至于。我咋感觉我刚刚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怕是你血液不精，乱算命，老天爷看不下去了，想劈了你。两位抱歉，我家祖坟不知道什么原因炸了，我要赶紧回去一趟。宝子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小日子每天都用男人的尿洗澡，甚至还称男人的尿十分美丽，只因男人每天都在他们体内，甚至还要加点油分男人。得知真相后的小日子暴跳如雷。嘿嘿，杀了他！混蛋，你弟找死！可恶，该死的杂种，不要让我抓到你，不然……等等，你要干什么？滚！给我查，到底是谁干的？还有那个一代米太郎又是谁？我要你们抓活的！我要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对劲，10分有9分不对劲，怎么没人来抓我？新消息，天神教已经成为了天极圣地的走狗。天极圣地是什么情况？举个例子，一个普通人若是能够稍微和天极圣地搭上一点关系，短时间之内那就能建立一个青莲宗。我要是把整个天极圣地都写在大道经卷上，那我不直接无敌？那天神教是怎么勾搭上天极圣地的？听闻此次来秦州的那位大人十分好色，而且还有龙阳之好。天神教你是知道的，别说是人，前段时间把猪都给弄死了一片，满足那位大人的喜好，那不是轻轻松松。要是那天极圣地来的人死在了这里，会如何？那整个秦州都要完蛋。你们不是天神教的人，你们是谁？我家大人想要见你。你家大人是谁？哼，哪来的那么多废话？燃血！剑归归。你那是什么宝贝？什么宝贝？那当然是大宝贝。你不会真的以为？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愚蠢的认为自己2、3下就能杀一个元婴吧？应该死了吧？大人，你可要为我天神教做主啊！知道我在天神教，竟然还有人敢对天神教动手，还真是胆大妄为。因为给我好好查一查，这到底是谁的手笔？什么？你说查不到？是的，大人，的确查不到，因为这些人死的完全没有痕迹，那感觉就像是凭空被杀。而且大人抓捕那一代弥太郎的兄弟，魂牌也碎了。大人，他就是凶手。金丹初期。大人，别看他是金丹初期，但是他的手段诡异，而且我们这些人的死和他之前杀人的手段如出一辙。那些人是你杀的？应该是吧。所以杀了人，还堂而皇之的来到本座面前，是在操心。不，大人您误会了，我只是一个一休，最近研发出了一种新的医术，想来投靠大人。
新的医术，你指的是把人治的渣渣都不剩的那种？大人若是信得过我，我会给你施展一下我的手段，你就知道我的价值。好。你这是什么手段？大人，无论你身上有任何疾病，只要我实力足够，我就能够为你治疗。好，很好，你这医修很不错。说吧，你来找本座，想要得到什么？报。可恶！宝子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只是好心治疗一下别人的肾虚，竟惹来肾虚男无尽追杀。要死了吗？你可有意见？姬姑娘说笑了。我来也是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天神教和青莲宗的过节，你不要插手。姬姑娘，此次我代表的是天级圣地。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我要回走。这都是一些什么人？疯了！神武商队杀了多，杀了一波，又来一波。我尼玛，到底是哪个王八犊子想要害我？就你这么想要？哎，离无道，我这么来了。我日，这也是个老六！林无道，一个元婴修士，没有理由不对我动手，甚至在他眼里，我应该是个渣渣。那这林无道不动手的原因是什么？神武商仔细想来，那些围堵他的人，并没有想要杀他的意思，他们似乎想要活捉自己。难道这林无道是联想到了什么？他一个元婴老祖，不亲自动手，只有一种可能，他是怕我身上的一种不确定性。他忽然觉得自己身为穿越者，有点蛋疼。为什么老子没降至光环，遇到的人是一个比一个妖孽？你可能以为你隐藏的很好，但是老子有虚空锁敌，你傻了吧？燃血神拳开，悲鸣剑开。我其实并没有中毒，那么我身体里面的毒是哪里来的？除非他在吃毒药。至于我的血肉和寿元的消失，恐怕也是他在使用某一种禁术。这种手段当真是让人兴奋。让我们的人全部退走，往后遇到那家伙绕着走。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对那人起杀心。好。还有关于那家伙的事情，不要和任何人说。为啥？因为我判断出来，那家伙并非是随便找个人就能让别人替他受伤，这其中有个必要条件，就是想要害他。你们若是把他的秘密说出去，那就是想要害他。这个必要条件成立，那你们的生死就会被他掌控。那他岂不是成活阎王了？对，活阎王。大人，那你刚刚说出来了。没事，我现在没有杀意。他竟然脱离了大道金卷，不行，这太妖孽了。大人，他追过来了，怎么办？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世间真是英杰无数啊！呵，他真的以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付他了吗？放我下来，我要使用绝招了。二影子，看好了，这一招会很帅，我只教一遍。爹，你放心，往后我就是你儿子，我给你养老。
爹，你要相信我，这是孩儿孝敬你的礼物。不要叫我爹，叫我大哥就行。好的，大哥。说说看，你对我都了解了多少？你很聪明，是个人才，好好干，我看好你。是不是很意外？我如此高傲之人，为何会忽然认怂？大人这样做，一定有大人的道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只要对他产生杀意，那就要承担他所受到的任何伤害。从某种程度而言，他只要不是过于招摇，他就死不掉。若是按照大人所说，那他即便是很招摇也没事，谁想害他，谁就为他掌握生死。你是不是觉得修真界都是蠢货，还是你觉得那些能够活了成千上万年的老怪物，没有见识过更厉害的天才？你要明白一点，无论在逆天的天赋，都不是无敌的。举个例子，若是我是化神或者合体境，你认为一个金丹的死，对我来说是一种什么伤害？轻伤。对，即便他有再多的人替他承受伤害，我一样可以磨死他。换句话说，当我能一招把他所有敌人都杀了，包括我，他就真死了。但是我能够通过轮回天复活过来，他不能。那既然大人有办法能够杀他，为何？我说的这个情况是建立在他是一个蠢货，可他不是这样的人，往后所到达的高度无法估量。既然打不过，倒不如早早的加入。宝子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男人只是摸了一下老鼠，老鼠便被瞬间肢解，并且肢解后的老鼠不仅没流血，还能够正常生活。男人又开始随意拼接老鼠，老鼠竟奇迹般的以新的形态生长。我怎么感觉我走的道越来越像是魔道？好家伙，第二个活阎王！大人，这老鼠的肢体断裂之处还是新的，但是没有流血，也就是说，它会一直感受痛苦。所以说，这又是一尊活阎王，往后不要招惹他。那个大人，我之前想要让赵狗和老母猪关在一起。我雷哥洞人间2个活阎王全被我给碰到了，甚至都有过节。你们在看什么呢？大哥，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林无道接着把自己和赵构的事情说了一遍。这是赵构干的。我的个乖乖，我怎么感觉这赵构比我还恐怖？放心吧，赵构的事情我来搞定。这2个活阎王见面，总感觉没什么好事。赵兄，有个好事找你一起干。到时候我负责害人，你负责救人，这样你悬壶救世的名声也打出来了。这个好，这个好。你们这群渣渣，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我天神教的厉害！一群土鸡瓦狗也敢和我天神教作对？一代弥太郎，你过了。听说你是金丹第1人，都是虚名罢了。今天我就要看看你这个金丹第1人是不是掺水了。好一个赵构，果然名不虚传。一代米太郎，你跑不了。赵构，你是要救他们，还是追我？可恶！狗日的一代米太郎，去他奶奶的天神教！兄弟们，好家伙，弄死他！你们放心，捉拿此人，有我赵构在，你们死不了。赵构长老牛逼，赵构长老威武。就是这样，再来几次，老子的修为就差不多完全凝实。嗨！可恶，那是血魔剑，是天神教绝学。拜拜，明天再来大战300回合。这等手段简直上天河，为何天神教还能存在？就方才那一代米太郎，一个人就能灭掉我等，你说天神教为何还能存在？赵构长老，感谢救命之恩。赵构长老牛逼。此时他只想对神母商说一声谢谢。
神无伤，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接下来的数日，每天都重复着相同的剧情。终于在最后一天，神武商榨干了众人，然后随手吻合了他。你给我的名单已经杀完了，杀完了。这是炼制的血丹。大人，您之前说那位是活阎王，有什么问题？你不觉得你像是判官吗？哎，大人，要不我们让尹哥改个名字，就叫阎罗殿，你觉得怎么样？有道理，那你去换个名字。对了，要认真的告诉手下的人，要时刻知道我们阎罗殿的2个活阎王是谁。大人，2个活阎王，赵构也是，大当家是掌控生死，那赵构是一念生死。哦，宝子们，下一集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想看的可以去提前观看。这个医生有多惨，明明一心只想治病救人，却总是治谁死，救谁爆炸。不信邪的他又放了一个抚育众生的治疗术，没想到却引起全城的人死亡。从此他被人们称为绝命医师。可今天偏偏又有个不信邪的大爷来找他看病。阎罗大人，这次要你去为他治病的人，我们调查过了，他已经做好了埋伏，就等着取你性命。不是，你们先等一会，你说你叫我什么？你就是我们阎罗殿的阎罗大人，我没认错。我什么时候？小心！爱尹阁的人，你们退下吧，这件事情和你们爱尹阁没有关系。所以你真的想要杀了我？是。你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杀我？我早就调查过，之前你杀的那些人根本就和你没有关系，你也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之辈罢了，别人怕你说。你说你知道那些人的死和我没有关系？我投掉了，为什么还没死？那你当初为何不帮我证明？2年半，你知道这2年半我怎么过的吗？我为了让别人真的怕我，我苦心钻研一宿杀人的手段，最后我他妈成了，我成了。你知道我学医用了多长时间吗？我用了200年才医术精通，结果现在成了人人都避而远之的绝命医师，我的普度众生也成了人人都害怕的杀人技。你现在给我说，你当初就知道？我知道你不是绝命医师，谁他妈知道？结果你真会啊！算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也想通了，学一点防身的手段也没有什么不好。说吧，为何杀我？你对我做了什么？在我面前不要耍一些小手段，也不想着服毒自尽，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就死不掉。让我死吧！我说，我什么都说，求你杀了我！这果然是阎王，活阎王啊！我是怒天殿的人，杀你是因为你的医术，我只知道这些。别逃！那个谁，你过来！阎王大人，我问你，我不想让这些人到处乱说，而我又不想这些人死，应该怎么办？那只能加入我们阎罗殿，成为大人的手下。那你去办吧。我是阎罗殿的阎罗王，那我具体有多大的职位？自然是我们的首领之一。那我们的实力如何？比肩青莲宗。你学习医术，往后必然飞黄腾达，气运如龙。这他妈！怒天殿，我特么来了！杀了他！不是，我这回也没隐藏境界啊！你这出来几个筑基修士，是有多看不起我啊？一起动手！
不错不错，你们这群人比刚刚那些乌合之众好不少。不久，这里就形成了一条血河，随后那些血液全部被葫芦吸收，还有散落在此地的神魂也全部被葫芦炼化。不行，怒天殿绝不能在我们手中覆灭。青莲宗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观3位前辈实在是气宇轩昂，实力深厚。刚好最近晚辈遇到了一些瓶颈，想要向3位前辈讨教讨教。既然你都自称晚辈，还敢向我们讨教？炼虚大圆满，你特么一个炼虚大圆满的修士，把修为隐藏到了金丹，神经病吧！素英仙子，莫要动手，我等认输。说说吧，你们3人是什么情况？家里突然着火了，想回去灭火。哈，就是家没了，你们也得给我待在这。既然是素英仙子邀请，那我们待着便是。没事，怒天第9怒已经前往，他必死无疑。男人为了给兄弟报仇，孤身一人来到敌人老巢。同样是金丹，你们是真的菜。我操！哪里？这是金丹。喂！怎么，你们3个是脸抽筋，还是在这给我表演变脸呢？没有，我们最近修炼遇到了差错，所以才感觉到身体有些不适。 3人一同修炼出了差错，一同身子不适，真会玩。第9怒的死让怒天殿上下都十分震惊。怎么死的？第9怒去追杀一个叫一代米太郎的人，然后被那个一代米太郎反杀。所以那怒天殿的第2据点也是一代米太郎干的。那人的信息调查清楚了吗？废物！还有谁能够告诉我，为何秦州的人员猎杀计划现在停滞不前了？第8大人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最近冒出来一个阎罗殿，而我们要猎杀的那些人，大部分都加入了阎罗殿。阎罗殿那是什么？似乎是新成立的一个组织。历史上并没有这1号势力，想来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既然我们需要猎杀的人都在那什么阎罗殿，那就再等等，等这些人全部聚集在一起，一同覆灭掉。可我看最近阎罗殿的势头增长的有些迅速，怕是……不过是一个刚刚成立的蝼蚁势力，就算是再给他们发展200年，我怒天殿也不足畏惧。是。这金丹正常吗？怎么感觉不太对劲？那个大当家，最近我们兄弟人有点多，资源有点紧缺。你先说个半年的量吧，你看这半年需要多少丹药？真的要半年丹药的量？就半年的量吧，我再去炼制一些血丹。那我盘算一下，一人每个月10颗血丹和神魂丹，那每个月就是100万，算上中途有人加入，半年也就是1000多万。多少？这只是保守估计。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有10万人？粗略估计是那么多。10万人啊，10万人，我特么上哪去弄这么多丹药？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弄来这么多人的？自从赵构成了阎罗殿的头领之一，就疯狂的招人。一开始还只是几千的人进来，可慢慢的，阎罗殿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即便是赵构再怎么有魅力，也不至于这么多人想要进入阎罗殿吧？是这样的，你炼制的血丹和神魂丹效果太好了，让那些散修和一些常年无法突破的人对我们阎罗殿趋之若鹜。这一下涌入那么多人，你们管得过来吗？就不怕有人专门是过来白嫖的？嘿嘿，这就不得不说，赵构大人实在是厉害，一人就镇压了那些想要背叛的人。赵构那么忙？好了，我知道了，资源的事情，再给我3天的时间。阎罗殿是什么情况？你怎么搞了那么多人？我也不想，可我前些日子总是被怒天殿的人追杀，每次反杀他们的时候，总是有目击证人，我又不想灭口，只能让他们全部塞进阎罗殿，然后就人越来越多。这样啊，那10万人你真的都能控制住吗？放心，他们进入阎罗殿之后，我就已经在他们的体内留下了我的印记。若是他们不听话，对了，你找我来有事。这会不会太狠？坏人我做，好人你做，你在担心什么？那行，我应该怎么做？我们先这样，然后再这样，最后再那样，你懂了吧？男人每炼一次丹，小日子就会痛不欲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失血过多，身体虚弱。只因男人能够隔空吸取小日子的血液，便来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给我们下毒了吗？不是，我都检查过了，不是下毒，也不是诅咒，毫无头绪。你不是治谁死的那个吗？你怎么在这？那都是谣言。凭我200年的医术，不管什么病，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用脚都能治好。赵构道友，小女子确实有一事相求。你看我门下弟子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你看看能不能帮忙治疗一下？你刚刚不是看不起我的医术吗？也走了，不治了。赵构道友，只要你答应救治弟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罢了罢了，既然是得病，那我就看看。快，里面请。嘿嘿，染血，南城。先不说我生难道万王行业？三来。好多的丹药。先知殿熬时间，有我赵构便有天。阎王让你3更4，我偏留你到5更。赵构大人，求你别治了，让我死吧，我受不了了。不行，救死扶伤乃是我职责所在，今天我必须治好你。这么多回契丹，够不够孩子？不够我再练。赵构一边吃回契丹，一边恢复这群人的状态，而神武商那边天神教的地狱，如今就像在下18层地狱。关键是在赵构的超级猛下，他们能够迅速恢复，然后再重新感受一遍。赵构道友，大概还有多长时间能好？快了，我丹药不多了。好。刑不如命。多谢赵构长老。多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你看看咱们这诊金是不是应该结算一下？诊金？不是，你这是准备让我白干。别，赵构道友，诊金好说，你要多少？嘿嘿，我粗略的算了一下，这次总共治疗了50万头，一头按照1万灵石来算，50万头那就是50亿灵石。50亿灵石，你怎么不去抢？我们暂时没有那么多灵石，要不我天神教先欠着，你看如何？那不行，你若是给不出，那我只能让你的人再次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别，赵长老，我们出。
好了，既然没有什么事情，那赵某也就告辞了。什么意思？我很可怕吗？你见到我跑什么？赵构前辈，你在天神教大展神威，我们都看到了。说真的，我们有点害怕。我是去治病，而且已经把他们治好了，你们怎么还害怕了起来？赵构前辈的医术自然是绝顶的，但是赵构前辈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你尽管说，我不怪你。就是，有的时候死了反而是一种解脱。得罪了赵构，那是真的生不如死。尼玛，这才是当代活阎王。好帽子，带走。赵构和大当家真不愧是两个活阎王啊！两人联手，直接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和赵构都要回归宗门，毕竟秘境马上要开始，阎罗殿还需要你来主持大局。放心吧，大当家。师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最近有个叫做怒天殿的组织在猎杀一些天骄和废柴，你多注意一些。虽然我不太确定他们的目标有没有你。还有一个叫做阎罗殿的，不知道是一个新势力，还是很早就隐藏的势力，目的还不清楚，小心一些。赵构长老很不错，出门的时候跟着赵构长老，有他在，其他人也不敢随便对你动手。好的，多谢师姐告知。见过赵构长老。苏英仙子无需如此，之前多亏了苏英仙子帮赵某挡住了唐小人的那一击，不然这世界上怕是都没有我赵某人了。赵构长老医术通天，怕是我不出手，赵构长老也会相安无事。我手段再如何了得，可面对化神境的强者，该死还是得死。男人每天都要炼制100吨血丹，而且都是用自己的血液炼制的。但奇怪的是，男人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反而是千里之外的小日子们开始集体贫血，只因男人觉醒了活阎王系统，能将自身副作用全部转移给敌人。那他岂不是也可以千里之外让人爆炸？难道之前一直坑我的是神无伤？赵构长老，我抱歉，刚才在想一些事情。对了，苏英仙子来找赵某有何事？是这样的，我想要让你照看一个人。照看人？我有个师弟，但他实力低微，而且还有些胆小。此次秘境十分凶险，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照顾一下那师弟。没问题，你说的那师弟是谁？说起来，你可能也认识，就是我藏剑锋的炼丹师，他叫神武商。不是，你说谁？神无伤，实力低，胆小。我若是和神无伤打一场，他完全可以无视我的手段，并且他还能再抽我的血，炼我的魂，让我成为他的循环修炼工具。有什么问题吗？不，没问题，你放心，有我赵构在，我保准神无伤没事。给，这是辛苦费。这是啥？苏英仙子给我的费用，让我照顾你。那往后可要多多仰仗赵构长老了。别拿我打趣，不过我今天来有一件事情想问你。什么事？问吧。你能不能让一个人凭空爆炸？怎么可能？我要有这样的手段，我不成神了。可你能凭空抽血？我抽血就算把人抽干了，那也只是让人变成干尸，怎么可能凭空爆炸？我第一集就治疗过一个人，不准确来说，我还没有治疗呢，我就是摸了他一下，他就成干尸了。我凭空炼血，靠的是我第13集拿到的葫芦，你第1集就把人炼成干尸，关我什么事？不，那没事了。这是从天神教拿枪，不是那赚取的50亿灵石，你看怎么处理？你自己处理就行。那我把这些钱全部投入阎罗殿算了。你对阎罗殿那么看重的吗？毕竟那里大部分人都是我抓进去的。那行，你自己处理就行。那这次秘境你可要多照顾我，毕竟我只是个一休，不善和人战斗。其实我也只是个炼丹师，也不善斗法。我不是记得你在探查怒天殿的情报吗？还差一个主要据点就全灭了，等全灭了怒天殿，我们就能够完全洞察怒天殿的情报。我让你去调查怒天殿事部，你怎么转头给人家灭了？
不，大人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想要偷偷调查的，但是有个兄弟暴露了，所以只能把知道真相的人全灭了。最后现在在秦州只剩一个主殿。既然阎罗殿现在那么厉害，你再帮我调查一个人。谁？天极圣地第9圣子。好，包在我身上。不过大人想要知道他哪方面的信息？当初他是怎么突然打败我的？又是为何修为突然暴增？对了，别让兄弟们再和调查怒天殿一样，天极圣地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对付的。你放心，咱又不傻。因为和我一同从天极圣地出来的，他应该不会犯错。班诺大人，我们还是跑吧，现在真的挡不住了。不过区区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阎罗殿，怕什么？你以为我是谁？跟我杀过去！一群装神弄鬼的东西，给我！呵呵，谁还不是个原因呢？大人，你这是在做什么？此举是保证第8怒的魂牌不会碎裂，这样一来，即便是怒天殿总部觉得有问题，也不会大规模的来秦州，估计只会派遣1、2个头目过来调查，来一个，到时候我们就杀一个。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回消息？我的殿呢？可能被人灭了。这不可能，你去调查一下。唉，能够悄无声息地灭掉第8怒是有多恐怖？让我去调查。这怒天殿似乎遍布天下，而且每次有秘境开启，怒天殿的人都在，甚至能够抢夺每一个秘境的关键资源，这就很有意思了。怒天殿的做法让我感觉有些怪异，猎杀天才，这个我能理解。可是猎杀那些废物，那些被扫地出门的家族子弟，还有一些乞丐，这是为什么？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怒天殿知道这些人的未来？他们会算命。若是算命的都能够算到秘境的出入口，还有秘境之中的顶级宝物，那这个世界怕不是成为了算命人的天下？那就是怒天殿有人看到了未来。其实也不尽然，至少秦州怒天殿被灭的事情，怒天殿不知道，这说明怒天殿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一个个都这么聪明的吗？可预知未来这东西也不会详细到专门去屠杀一只狗，也就是说，怒天殿背后的人很有可能是一尊仙人。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若是有人跨越时间长河，从未来回到了这个时代呢？有道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怒天殿的人还会再来秦州，对吧？我有个绝顶的计划，你要不要听一听？我这里有种丹药，叫做忘忧丹，到时候我抽他们的血和神魂，你再给他们治疗好，服用忘忧丹，再给他们扔出去，等他们醒了，我们再继续抽。还得是你啊！男人把全村99户人家的名字全写了一遍。当天晚上，全村人便离奇死亡，只因男人无意间发现了一只神奇的笔，只要写上姓名，对方就会原地升天。找到你了，什么人？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拿走！失常心还不出手，等什么呢？我就路过，你们继续，我走了。你觉得我信吗？见过这支笔的人都得死。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名字，你死定了。怎么可能？略施小计，轻松拿下。何必呢？早点把笔给我，或许还能给你留个全尸。这是血光之灾。客官，此写什么？对不起，我忘了带钱。
3位老祖在不在？喊我们作甚？老祖，我刚刚算了一个很奇怪的卦象，就是方才那些人，我算了他们都有血光之灾，但是这个血光之灾稳定中带着不稳定，一闪一闪的，像是在跳舞。难道是我学艺不精？哎，等等，祖宗们，这是干啥去？我还没。我之前行医的时候，经常来这家餐馆吃东西。别看这小店不怎么样，但是手艺很绝。赵兄，我刚刚好像又看到那算命的了，在哪？这3位是我老祖，之前我们家祖坟不是炸了吗？我就想着帮我们家老祖重新找一个风水宝地。嘿嘿，要不你再给我算一卦？你想要算什么？你给我算算，我未来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生辰八字。你未来受天下人敬仰，人人见了都要朝拜，甚至我还看到了一行字。怎么说？救苦救难赵天尊。嘿嘿，真的。你听到了吗？我往后可是救苦救难赵天尊，这说明我的医术将会名扬天下。所以说，这回你不用担心了吧？要不你再给他也算一算？行吧，八字。你倒是说说怎么回事？这位兄弟虽然名气不如你，但是也被人称之为一身正气真君子，名气不算大，也不算小。那呼呼冒着的黑气，真的是浩然正气吗？哎，你这是什么眼神？难道不是吗？哎，算命之道果然不可信。我觉得你在骂我。真没有，我就是觉得算命是真的不可信。多谢老先生。一个专门燃血炼丹的炼丹师，一个专门回血治疗的医师，这2个老六又开始打胜。这是自相残杀。这是宝贝。什么有至宝？怒天殿的所有人都是为了那至宝死的。目前看来是这样的。具体说一下那葫芦长什么样子？那葫芦散发着黑烟，但同时也散发着一股绿色的光芒。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应该没有其他特点了吧？你去看看葫芦的背面，是不是还有个犹如笑脸一样的花纹？这……别废话，赶紧看看。好吧。呀，那笑脸是不是很慈祥？说话。应该算是慈祥吧。什么叫应该？没什么，就是那个笑脸，慈祥的有些过分。至宝敌尘葫芦，你守住那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烦死了！我没忍住，你特么的！若是破坏了阎罗王的计划，我们都要跟着你受到惩罚。那2位的手段，你是没有见识过还是怎么的？我也不想啊，可我实在忍不住啊！等一下，先别打了，这小娘们怎么办？给他重新摆好之前的姿势，我们重新躺下。我做噩梦了。这姑娘是不是有病？住手！你在干什么？第七大人，我滚一边去！这是慈祥的笑。虽然有可能不一样，但是这确实是敌尘葫芦。来人，带走！人呢？都死哪去了？我他妈来了！动手！你行不行啊？那必须行。
这就是2位阎罗王大人的实力吗？我昨天有让人搭建帐篷吗？有点想不起来。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昨天晚上谁搭建的帐篷？都检查一下身上的东西有没有少，还有没有受伤？没有受伤，就是有点口渴，还有点肝疼。那行，先调整一下状态，晚上再去探查。哪里？这是怎么回事？撞邪了？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我们是来干啥来着？大人，其他的先别管，你有没有感觉肝脏抽疼？是有这么回事？我方才检查了一下，发现我们的肝脏都有些萎缩，那感觉像是过度劳累一样。其他的先不说，我们若是再不吃点养肝脏的东西，那就只能换一个肝脏了。那还等什么？赶紧找！是。不好，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敌城葫芦，赶紧去看看葫芦还在不在。Nice。又到了晚上了吗？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晚上，第7就感觉自己的肝脏都在忍不住的颤抖。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还有，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你们这是怎么了？不知道。敌城葫芦到手没有？不要吧！他这是怎么了？我靠！一个专门燃血炼丹的炼丹师，一个专门回血治疗的医师，这2个老六上级刚把人治成神经病，现在又开始琢磨新的点子。你说我都把人治成了神经病，而且配合你抽血炼丹，这怎么还降下功德加身呢？这说明我们做的是好人好事啊！但有一点我不明白，同样是功德，怎么在你身上是金色的，在我身上黢黑？天神教的那些人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吧？要不你还是直接弄死天神教的人吧，我真的不想再抛头露面了。你不知道，经过上次天神教的时候，现在别人见我就跑。这是金灵丹，提升修为用的。这次不是抽血炼丹了，这次你去天神教就单纯的救死扶伤就行，因为我要实验一个法术，只是这个法术威力可能会有些大。会爆炸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给我说实话，之前在我眼前炸的那些人，是不是和你有关系？没有。你说自己人不骗自己人。那抱歉，从此往后我们恩断义绝。操，果然是你，神无伤，我他妈跟你拼了！行了行了，你放心，跟着我，往后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救苦救难的赵天尊，我对天发誓。这可是你说的。第7怒疯了，连同他一起带去的人也全部成了痴傻。确实如此，而且比想象之中的还要严重，似乎是有什么大恐怖在追他。那敌尘葫芦呢？不知去向。冷霜呢？不知去向。哼，这一次你亲自带人前往秦州接应上古秘境之中的补天丹和山河印，必须到手，无论是哪一样，都不要让它落入姬素英的手中。知道了。你总是捂着肚子干什么？不知道，就是去了一趟秦州，回来感觉就有点肝疼。你这症状怎么和第7怒有点相似？你遇到过什么事情吗？那倒没有，就是好像忘记了一些事情，不过无碍。他还在努力的回忆自己当时进入山洞调查葫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为何第2天醒来自己的肝就和第7怒一样，一到晚上就抽疼。
锦州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怎么让我有种龙潭虎穴的感觉？你试试，为何会在这里？你跑不掉的，阎王让你3更死，你就活不过5更。好好享受一下仅存的时光。哼，装神弄鬼。哼，阎王，若是敢出现在我面前，我会让你知道。蝼蚁，骚年郎，去秦州，那里有你的大机缘，未来之路畅通无阻。有点意思。来人，找到这个老头，把他带到我们阎罗殿来。这是个人才，不能让他流落在外。既然你算的那么准，那还是为我阎罗殿趋吉避凶好了。大人，你要的东西拿到了。第9圣子的全部资料。等等，你们是怎么调查的那么清楚的？哈哈，我们有个兄弟，他吃掉一个人的灵魂，就能够得到那人的所有记忆。所以第9圣子死了。你他妈！你不清楚第9圣子死了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天极圣地的手段，你难道不清楚吗？我知道啊。知道你还这么淡定？天极圣地第1圣女被称为寻真圣女，你所做的事情，此时怕是都被她完全洞察。你此举实在是不明智。我知道啊，所以我们把寻真圣女给抓来了。嘿嘿。我觉得我现在强的可怕，我要打10个。我操！别闹，我才元婴，还不至于飞升啊！你这成仙路都给我整出来了。呵呵，老子现在都是金色的敌人，老子还怕你这区雷劫？男人每走一步楼梯，就会有一道雷劈下来。不久，男人就只剩下最后一滴血，但男人非但没有害怕，反而还高兴地跑了起来。只因男人觉醒了，有福我想，有难你当系统，能将一切副作用都转移给敌人。不行的，收住点。手语解脱了。好。放心，有我在，你们绝对死不了。赵大伯，嘿，赵狗爷爷，求求你让我死吧！只要你放手，我愿意把我全部身家都给你。是的，赵狗爷爷，我现在真的不想活了，你放手吧，让我死。我对人间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什么话？什么话？这是我身为医师，怎么能让人死在我的面前？你这是在砸我招牌！我说的，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们也死不了。我的眼睛。救命啊！赵老魔把人之城的畜生，快跑啊！往后若是遇到盗贼，绕着道，记住一定要恭敬有加，千万不可得罪。若是违背，直接逐出家族。无论如何，这个赵过都不能让死，抹杀必须抹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这赵过都必须死去。
这就是你说的让我成为名扬天下的救苦救难赵天尊，你他娘的神无伤！完了完了，这次上古秘境天神教彻底完了。他妈的，最后一节真是日了狗了，还不如遭雷劈呢！我情愿遭雷劈。你个坑货，你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天神教的人都变成了畜生？你知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把人质成狗了，外面的人都喊我赵老魔。真成狗了？那倒不是，身体还是人的身体，但是思维上，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一条狗。不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他妈又坑我。这次是个意外，这是赔罪的东西。不行，这次我损失很大，你再多加2颗。你真的不生气了？算了，反正我的名声早就臭了，现在只不过更臭了，习惯了就好。我这怎么又增长功德了？还有，这功德到底有啥用？功德这东西，万金油可以直接让你的法宝瞬间提升一个等级，你也可以用功德铸造金身，万法不侵，万法不灭。哦，这位又是谁？你提着他干啥？还是个元婴大圆满。这小怂包还是个元婴，这是重点吗？你怎么抓了个元婴过来？是这样的，这姑娘虽然是个怂包，但是这姑娘熬制的汤药着实有些厉害，而且她通过自己熬制的汤药解除了你忘忧丹带来的失忆。这么厉害？2位大人，我这辈子也没做过太多坏事，求求你们别再抽我的血，炼我的魂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冷霜。所以你把他抓过来，准备怎么处理？我打算丢到阎罗殿去。寻真圣女，元婴大圆满，你不过是个元婴初期，怎么把他抓过来的？放毒。寻真圣女被你放毒毒倒了，什么毒这么厉害？很简单，找一些专门针对灵魂的毒，直接把毒放到最大剂量。你放了多少毒？不知道，反正当时他所在的那一座山都死光了。好，你才是真阎王。真的吗？那要不你去跟2位阎王说说，让我也成为阎王。来，我先送你去见阎王，你亲自跟他们说。大人，开玩笑的，你都还不是阎王呢，我怎么敢僭越？对了，那算命的找到了吗？在你的客厅。离武道，二影子。好久不见，寻真圣女，住的可还习惯？你觉得牢房能住习惯？你们2个胆子不小，胆敢把我掳到此地，你可知道这件事情若是让天极圣地知道了，你们是什么后果？寻真圣女，天极圣地，你们怎么把天极圣地的圣女抓来了？不错，你们考虑的很周到。多谢大阎王。如果你让手下调查一下圣地，结果手下直接把圣地的圣女把过来了，你会怎么办？怎么办？要不直接杀了？杀我？呵呵，我若是少一根头发。你大胆，你难道不怕天极圣地吗？林无道，去把天极圣地灭了。不，开个玩笑。大人，虽然灭不掉，但是我可以放毒。你丫的闭嘴！天极圣地的恐怖，你还不知道吗？算了，弄死得了。大人，它有用，它可以知宿本源，在探查情报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你能确定他忠心吗？我会让他忠心的。你倒是聪明，即便是身在牢狱，都没有动杀我的心思。行吧，既然是你担保，那就留下。至于怎么处置他，既然你能够看破一切，那也应该明白你体内的东西是什么。我知道，知道就好。影卫，来了，大人有何吩咐？去查一查怒天殿的主人是谁，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大人，你是要快的还是慢的？慢的会仔细一些，快的怕是只能知道一个大概。这个不着急，慢慢来。那我现在就去办。哦，对了，阎罗大人，最近怒天殿发动了一个灭诏计划，几乎是能够出动的元婴都出动了。哦，知道现在怒天殿出动的人在哪吗？已经灭了。我们的人呢？为什么赵构还活着？大人，我们的人进入秦州就消失了，一点消息都没。我怀疑是秦州的一个神秘组织干的。什么组织？阎王殿。阎王殿，未来的资料中都没有这个势力。你觉得这样的势力能够和我们怒天殿抗衡？大人，这阎王殿我们只查到一个名字，其他的一无所知。比我们还神秘。那你去找2个人，一个是寻真圣女，另外一个是算命老头。寻真圣女不见了，那老头前段时间似乎被人抓到了秦州。
难道是激素鹰干的？若是他也是从时间长河而来，只要稍微一推敲，怒天殿的事情就会暴露。让4怒去牵制激素鹰，让6怒去执行猎杀计划。这次赵构必须要死。激素鹰，你再如何强大，你也只是一个人。哼！坑货，上古秘境即将开启，来点弹药。没有，庸医。我不管，你把我推到这么高，你要对我负责。你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主要是我隐隐有种感觉，我若是进入元婴之后，我真的能够活死人，肉白骨。这么离谱？谢了坑货，那这段时间我去闭关。大阎王，这是怒天殿进入上古秘境的目的，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些资料和你师姐有关。呵呵，有意思，就是不知道主角和反派谁会获胜。大人，你不准备出手吗？出什么手？阎王殿是阎王的，和我神武商有什么关系？成立阎王殿的时候，我是什么身份？一代米太郎。没错，这阎王殿背后的主人是一代米太郎的，关我神武商什么事？哦，我明白了，阎王，不过真的不帮忙吗？那是巅峰赛，听话，咱们不凑这个热闹。我知道了。激素鹰和怒天殿都是重生归来，这确实是一出好戏。他这是要进入元婴了。不好，想动我兄弟，那就都这么去死吧！这是雷杰的话。陛下嘛。赵构正在渡劫，这个时间不能去招惹，等到他渡劫完成之后，那才是他最为虚弱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杀过去。记住，我们一定要让赵构一根头发都不能剩下。如果在你渡劫的时候，一群老六趁机想要打你，你会怎么做？天道，算了，神武兄保佑，让雷杰老爷下手轻一点。小子第一次渡劫，多有冒犯之处，还请见谅。我准备好了，来吧。大隐，你确定这赵构能够在这样的雷劫之中活下来？我这是触犯天条了。雷大人，我这就渡劫成功了。你给我说实话，我的雷劫是不是又是你搞的鬼？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十分有可能。你凭借的是什么？我当初渡劫的时候说了一句“神武兄保佑”，结果就来了个那么大的雷霆巨人。不是你渡劫要我保佑，你是多看得起我。我是想着你坏事做尽，我提出你的名字，天道也许会关注你一下，到时候说不定会批你。而且你那么强，帮我分担一点雷霆应该没啥问题。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还有，我明明一直干的都是惩奸除恶的事情，什么叫坏事做尽？别忘了，我可是有功德的。
那你放出你的功德看看。庸医，你见过天女散花吗？没见过，不过这和我们说的事情有关系吗？没事，你马上就能见到了。封闭为非。我操！你说我错了。你这人太过于无趣，开不起玩笑。你不觉得我是在帮你？你虽然行医的手段十分残忍，可你的肉身和法力也太弱了一些。若是别人无视了你这些手段，你可还有底牌。你既然能够不断的治疗自己，其实你也可以走一下断体的路。我怎么感觉我在行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出发嘛？你是长老？不对，出发进入秘境。是。你好，是找老魔，快跑！赵部长老威武，赵部长老威武！坑货！嘿嘿。不对劲，赶紧跑！所有人跟上，赶紧走出这一片石林。不对，这是某个怪物的口中。这秘境太恐怖了。这不对，这全乱了，这和历史已经对不上了。按照怒天殿殿主给的资料，赵构应该是靠着行医，一步步积累名声，最后成为了悬壶济世赵真人。可现在这赵构却成了人人都害怕的赵老魔。还有那林无道，按照时间的轨迹，林无道这个时候应该是大放异彩，名声响彻秦州。可现在林无道却毫无消息，就仿佛没有这个人一样。大人，所有的事情我已知晓，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扰乱历史，所以有些许偏差也是正常，无需担心。这一次秘境之行，移到五怒泉去吧，计划不要变。大人，方才什么东西进去了？不知道，不过无需在意，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如果在秘境之中食物不够吃怎么办？两个活阎王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别打死了，留一口气，这样肉质才新鲜。够不够？太惨！不够我再来一遍。这城邦之中有什么能够让妖兽如此恐惧？到底有什么危险？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只是我们就在这第一层秘境采集灵药就好，赵构长老自己小心。怎么进去？难道是要献祭寿命和鲜血才能打开这大门？那要不去抓电天神教过来？太麻烦了，我来就行。你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说你有特殊的体质？能不能给我研究一下？透支寿命，治疗伤势。你疯了！不用在意这些细节。一人选择一个。好。年轻人，你是不是有什么病？抱歉，看你挺欠揍的，我没忍住。
好吧，年轻人能够走到这里，说明你有些本事。当然，你若是想要进入真正的巨神城，还需要通过我的考验。杀了你不就行了？何必那么麻烦？这是巨神城的规矩，我在这里是死不掉的，所以你必须要通过考验，才能真正的进入巨神城。小子，你明白了吗？行吧，什么考验？哟呵，我给你个机会，要不你乖乖的说出考验。第二个，反正你死不了，但是痛苦还是存在的吧？大不了这巨神城老子不进去了，但是我也要让你生不如死。等等，我现在就考验。你们不要说大师兄了，真的是我不小心摔的，和大师兄无关。这么刚进来就一股茶臭味，是怎么回事？皇太极，你太过！这什么小师弟？是不是说我故意推他摔倒在地上？是不是我刚刚说的那样？哦，那这几个小娘皮是不是想要指责我？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狗屎失恋？我什么身份？你什么地位？我推你，你脸大！我若是看你不顺眼，直接斩了，有什么好说的？我什么身份？宗主。哦，还是个宗主啊！看来我平常对你们太好了，才让你们如此放肆，也敢指责我一宗之主。宗主威武，宗主威武！这么快？行了，考验结束了吧？怎么进入巨神城？不是，你等会，你开挂了吧？刚进去就出来了，我来看看你是怎么完成试炼的。这，我去，那不会就是你的经历吧？所以你是怎么做的？从那之后，我声名狼藉，之后又因为某些事情以死证明清白，只是最后没死成，但是也成了废物，最后更是被那狗娘养的小白脸成长起来，勇士给我镇压到了这个地方，人不人，鬼不鬼的。傻逼！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事后我想过，我身为一宗之主，为何还要自证清白？如今枯坐在这，才幡然醒悟，可为时已晚。行了行了，我不想听你那狗屎一样的事情，我要进入巨神城。还早还早，巨神城现在进去就是个坑，时间没到，进去就是送死。等时间到了，我自然会送你进去。正好这段时间，你陪我说说话。看你不像是在说谎，那就陪你聊聊。我都这一把老骨头了，你这年轻人怎么那么……你被镇压在这里多长时间了？忘了。你都还没死，那小奶狗还活着吗？活着，应该就在巨神城的某一处，不过他的处境并不比我好。打住，给我说说这巨神城。这巨神城在上古时期是神明居住的地方，里面自然有无数的宝贝。不过巨神城也是神陨之地，所以现在城内充满了神院。想要在巨神城活动，就必须要有抵挡神院的宝物。刚好我这里就有，不过你若是想要，那你别说了，我完全不感兴趣。不是，这年轻人是怎么回事？你听我说完话，能死？你想要干什么？我想揍你。啊，等等，别打了！你想要什么？你直接说，我给。这个男人有多惨？明明一心只想治病救人，却不料成了人人都害怕的赵老人。只因他治病不是把人治爆炸，就是把人治成狗。而对面那个不信邪的老头，偏要试试他的医术。你只要把我治好，把我的老伙计救活，就算是通过了试炼。好家伙，这不就专业对口吗？原来如此简单吗？老先生放心，我绝对治好你。你等等，我还没有说清楚，我要的不仅仅治好，我还想要重新长出一条腿。没问题，你开始吧。刚好我在进入元婴境界的时候，新领悟了一个医术神通，正巧没人来实验。嘿嘿，我怎么感觉和这条狗建立了一些奇怪的联系？
才原因，那我可就不惯着你了。光臂为飞起来！赵大夫莫要动粗，我刚刚就是太高兴了，庆祝一下。我已经帮你治好了腿，也救回了你的老伙计，是不是试炼就完成了？可你给我装了一个狗腿。你就说有没有治好？你若是想要赖着，老夫也略懂一些拳脚。算，当然算，我也没说不算。但是我现在还无法为你打开前往巨神城的通道，因为时间没到。若是现在强行打开，那就是去送死。不，这样啊，你试着走2步，我看看。啊，是这样的，这个医术神通我也是刚刚领悟，有很多东西需要做一些实验，还有找一些不足的地方。我现在就打电话让更好的医生过来。坏了，开不了机了。别担心，这就给你安排上。喂，立马给我发过来一批全新顶配的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 Pro。您安排的手机到了，请查收。不会是假的模型机吧？我安排的能有假，左下角现在不仅有苹果15，还有 iPad Pro 和华为 Mate 60 Pro 弱配套送。我不信，不信，我在你面前问，左下角具体限量是多少来着的？您左下角这个活动，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各安排了5000台，限量1人1份，链接在就有库存，国行正品，包邮到家。还是点我左下角链接领取吗？是的，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现在下载，挂挂机升升级，手机领到，隔天就能到。哇，那我赶快去领一个。不是你不熟悉就敢给我治病。除了走路的姿势有些怪异，其他的并没有排斥的意向，力度似乎也比另外一条腿强大。也蛮成功。为啥他吃东西我也能品尝到味道？真的。你给他吃的什么东西那么臭？你觉得臭？初步来看，把灵魂分割之后，确实会产生一些奇怪的联系。啊！你方才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你这老伙计的灵魂早就已经枯竭了，想要治疗它，就需要注入灵魂，所以我就把你的灵魂割了一块给他，重新点燃了灵魂之火。你修炼的是什么道路？这很难看出来吗？我是学医的。你是学医的，我他妈怎么感觉你是活阎王？这都被你看出来了。老头，给我抓一个神院过来瞧瞧。再怎么说，你之前也算是天才，被人关在这个地方那么多年，你就没有研究出来一点什么？自然是有研究过，不过最终研究的结果就是巨神城很恐怖，我不过是巨神城的蝼蚁。就这，我也没有办法，被镇压在这里，我完全做不了别的事情啊。难怪一个宗门之主能被那几个粘牙的东西给冤枉死，你他妈是真没脑子！那么多年了，自己是什么处境都想不明白。你说现在不能进入巨神城，是因为神院吗？是的，现在正是神院统治的时间，即便是有天火灯笼，估计也挡不住。那你把秘境的通道打开一点点，让我见识一下那神院。这不行，你那是找死。当然了，你死不死的无所谓，我被他们杀了就真的死了。放心，一切尽在我掌控之中。完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赏你的！你是阎王吗？怎么对炼魂如此的熟悉？有那么明显吗？怒天殿早就进入了巨神城，而且怒天殿的人都有无视那些神院的方法，因为每个怒天殿的人都会携带一种奇怪的资源。老大，你在想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不好的感觉，可是具体的我也说不准。老大，你都半步化神了，而这巨神城之内多数都是金丹，最高也不过是元婴。这一次不一样，我这次不仅仅觉得心神不宁，甚至还有种心悸的感觉。我在进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听说那人算命很准，要不让那人给我们看看？好，带我去看看。姜文春最近真的飞黄腾达了，因为阎罗殿的修炼资源是真的多，关键是只要自己算出谁对阎罗殿死，阎罗殿直接出动，出本721，直接把人家灭族了，别说留下活口，鸡蛋都要咬散黄，蚯蚓都要竖着劈开。老先生不用惧怕，我等前来并没有恶意，只是听闻老先生卜卦之术十分了得，所以想要请老先生卜算1、2。别的不行，但是卜算这方面，老夫还是有些水准的。你们想卜算什么？说说看。如此，这般。
老先生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姜文春想了想，还是没有把他们全军覆没的事情说出去。依照卦象所见，这次你们兄弟两个即将飞黄腾达，前途无量。大哥，我就说吧，没事，你听，老先生都说我们往后即将前途无量。第一怒感觉这老头似乎还有什么话没说。你也不怕那什么神院？对于我们阎罗殿而言，这些神院都只是口粮。换句话说，只要是神魂，都归我们阎罗殿之财。男人天生残疾，只有一条腿，却练就了一脚踢爆一座山的天赋。原以为能无敌天下，直到他遇到了好心的赵老魔。赵老魔见他可怜，顺手就给他安了一条狗腿。你等等，这腿是哪来的？他的，我感觉一条狗腿实在是不美观，就把他另一条腿也换成了狗腿。不用在意这些细节。你看，我现在可以对着这玩意注入灵魂，然后让它成为一个新的个体。可惜他没有自己的思想，若是有自己的思想，那我可就是创造一个生命。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灵魂太少了，所以才没有思维？有道理，要不我把我的灵魂撕裂一点放进去。这天上那么多残魂飘着，你为啥要用自己的？是啊，可我抓不住啊。不对啊，为啥会这样？会不会是因为那灵魂接受不了自己变成一条腿，所以选择自爆？有可能。那要怎么处理？这个好办。两位阎王大人，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人是鬼？你觉得呢？不人不鬼。这就是千手菩萨的庙宇。你想不想要正常人的手？不，我不想。拿来吧你！放心，你要相信我兄弟的医术，也许这对你而言是一个机缘。你是我最为满意的杰作。你们也是。你在看什么？我是在想，若是给这千手菩萨的身体也注入脉络，再注入灵魂，是不是就活了？我操！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可没有那么多的经络给他用啊。这不就是现成的人吗？我们的一个据点被灭了，不过应该不是修士灭的，因为他们死得太快，修士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可能是巨神城的一些诡异。是哪个据点？千手菩萨庙。那应该是哪个蠢货惊醒了千手菩萨，然后被团灭了，再加派一些人手，继续前往千手菩萨庙。这是什么？这怎么有点像是资料中所说的某种神明？管他的，拿走就是。我操！圣无兄救我！雕像呢？不知道。赵阎王，你要不要看看你的元婴？我这会不会被夺舍？元婴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被夺舍，你自己不就知道？也是哈。大机缘，我这可真的是大机缘啊！怎么说？这千手菩萨雕像和我的元婴融为一体，能保护我的元婴。不仅如此，它还提高了我10倍灵力，而且还有肉体金身，能够时刻治疗肉体。你怎么没有一点反应？你不震惊吗？你说的这些能力，我似乎都有。我元婴可幻化千手菩萨。哟呵！飞起来！我只是一个医师，不善武力。又跟我来这一套。老头，说说看，还有哪个地方有宝物？内城，但是那里也有大恐怖。听闻有邪神的宠物随从活了下来，甚至就在内城生活。那就去内城。内城人虽然没有修为，但他们的实力可不亚于化神修士。好，我带你去内城，但是我能不能不去？
明白了，我去。第一层秘境，所有怒天殿的人都被阎罗殿劫杀。怎么说？无需在意，只要巨神城之内不出现什么意外，那就一切可控。两位店主不好了，我们在巨神城的兄弟几乎是瞬间被覆灭，就连5位大人也生死不知。说，无需在意，只要内城不出现什么意外，那就一切可控。五怒已经去了内城，你直接派人去内城吧。那这一次送进去多少？50万。一半的人，这若是都死了怎么办？放心，3天都在内城，一切可控。行吧，你说可控，那就按照你说的做。如果你进入了一个毫无灵力的世界，你会怎么办？在这洞天之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因为你在外界无论多牛逼，到了这里都是……这怎么可能？你们到底是哪路神仙？阎罗殿，阎王。走吧，先找个落脚的地方。这个地方挺奇怪的。确实，而且这些人身上都有一种很古怪的病。什么病？与其说是病，倒不如说是一种诅咒。这种诅咒似乎在侵蚀他们的灵根，像是在刻意阻止他们修炼。你能治好吗？以我现在的能力治不好。还有你治不好的病？我有治疗的方法，但是没有治疗的能力，因为这种诅咒不知道持续了多少年，都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脉之中。想要治疗，就必须用大法力把他们碾碎成千上百次。我去，这群人是干了什么？让人诅咒了全家18代。来这里。来我这里，我在小树里等你。尼玛，哪来的蝼蚁，拉低了我大道金句的逼格。看来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果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群人的眼神似乎都在盯着你，他们似乎想要对我们动手，赶紧打电话要人。好，时间紧，任务重，快来，不然粉丝在左下角领的手机都发不出去。好的，老哥，马上就到。总算来了，粉丝都快等不及了。好的，我现在就把粉丝领的手机发出去。名单你们核验了吗？已经核验了，没问题，发货吧。最近有粉丝跟我们反馈左下角手机太难领了，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特地给你们左下角更新了全新极速链接，准备了新款华为 P70 Ultra 和苹果15 Pro Max 各8000台，2位的粉丝还能优先发货。那总得给粉丝点补偿吧。这样吧，再放相同的 iPad Pro， 领取名额到左下角链接作为补偿。只要点击左下角下载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为了帮助升级，2位的粉丝可以领上礼包码，培养手冲送的神级坐骑。我会作为助理，全程帮助完成任务，升级快10倍。不错，现在什么型号都能选了。那我先走了。确实如此，走，我们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你到底是如何杀的二娘？你想知道？那我就给你好好解释一下。这尼玛是真阎王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嘿嘿，你想知道？Chupapi muñaño。你不能杀我！我是南宫家的人，得罪了我南宫家族，你必死无疑。哟，听你的意思，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是外来人。看你的样子，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我这样的外来人。行了，想要我不杀你也十分简单，你说一说现在是什么情况？还有你们为什么想要对我动手？你放心，我这人说话算话，若是反悔，我一刀砍死我自己。你呢？他不杀我，你要是杀我怎么办？我也发誓，我不杀你。若是反悔，我一刀砍死他。他们此次行动的目标主要是赵构，有外来人和他们南宫家已经达成了合作。这怒天殿还真的像是狗皮膏药一般，令人生厌。我没说，你怎么知道？很简单，想要杀他的人，除了怒天殿，也找不出第二个，其他人巴不得离他远点。好了，你们想知道的我都说了，我可以走了吧？我反悔了，所以我一刀砍死我自己，很合理吧？
神武兄，要不我们直接去灭了这什么南宫家？哟，你这是什么眼神？不是，这还是你吗？你不是医者仁心吗？医者仁心的是赵构，关我阎罗殿阎王什么事？真有你的！能够和怒天殿的扯上关系，那就不是好人。这种毒瘤不灭，怕是往后会出幺蛾子。确实。那你觉得怒天殿的实力怎么样？很强，甚至有些神秘。既然怒天殿都如此厉害了，那为何还需要和这南宫家合作？所以有些事情还是要谋而后动。方才我被气糊涂了，不过打听南宫家的消息，这件事情我很在行。正好我去卖丹药。不是，那我呢？你去灭了南宫家。我去。去吧。恭喜达到等级，请确认收货地址，我们将尽快送达。左下角领导的手机客服都来问我收货地址发货了，真快啊！你再挂挂机吧，苹果15 Pro Max 和 iPad Pro 也一起拿下。没问题。姐姐，我们必须要如此吗？大燕皇帝是这个秘境的主人，有些稀世珍宝都锁在特殊的秘境里，想要进入秘境，就必须要大燕皇帝点头。若是我们落选了怎么办？应该不会，这次我准备得很充分。诸位的来意，陛下已经知晓。简单来说，你们都落选了。姐姐，现在怎么办？我还有一个人选。你们想要我的支持，是不是很好奇我为何知道？实际上，在你们来找我之前，已经有人找过我，和你们的目的是一样的。这东西我早就得到了，没用。在这个洞天之中，除了无法修炼出修为，我们什么都不缺。若是我能带你出去呢？这不可能，我们身上的禁制是一种罪名，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解决。既然我敢说能够带你出去，那就是我真的有办法。不过，即便是现在能够出去，我也不会出去，所以你的筹码不够。那要如何才能帮我？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在未来，我身上的罪孽消散了吗？从你们进来，我就已经知道，你和那个怒天殿虽然是第一次进入秘境，可你们的表现像是进入这秘境很多次，稍微一推敲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三皇子依然如此聪慧，你走的路是对的。那就好，多谢三皇子，告辞。两个活阎王为了打探南宫家族的消息，竟然直接把南宫世子绑过来了。你们胆子不小，竟然敢绑架我，知道我是谁吗？说出来吓死你！老子管你是谁！我是南宫世子，识相的赶紧把我放了，否则等我爹找到这里，你们都得死。南宫世子是吧？老子抓的就是你。你放心，我不会伤你一根手指头。你是怎么进来的？到时候就怎么出去。只不过我想要问你一些问题。谅你们也不敢。还有，你们这群外来的狗东西，也配让本世子回答你们的问题？这样，我先介绍一下，我是扶商，我是九四。为了让你知道我们名字的含义，接下来我会给你展示一下。你不是说你不会伤害我？我是九四。扶商，我感觉我似乎又有感悟了，要不多来几次？好嘞。扶商，九四，扶商，九四，扶商，九四，扶商，九四。两位大人，不，两位阎王，求求你们别再救死扶伤了，我错了，你们想问什么，我都说，我知无不言。我们阎王的身份那么明显吗？就死，下次我们还是收敛一点，这多少看起来有些残忍。要不我下次尽量笑得慈祥一些。我就还差一点就能够领悟新的神通，你再坚持一下。不要。求求你们了，你们倒是问啊！我啥都说，别再救死扶伤了。那你把这个洞天和你们南宫家的事情事无巨细的说出来。好的。这个洞天是个皇朝洞天，官职越高，实力就越强。大燕皇帝就是这个洞天的王，大燕王爷的实力就相当于大成修士。有点意思啊。很不错，你回去吧。我说了，你会毫发无伤的进来，也会毫发无伤的出去。多谢两位阎王大人的。
这不杀真谢个蛋啊，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等等，大人还有什么吩咐？我问一下，没有官职，能不能掌控洞天的权柄？应该不能，反正我在洞天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炼体法子？这都是正常的炼体，给你练。我就喜欢练燃烧血肉的功法。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限时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我们有那么吓人？有没有一种可能，阎王大人来过，然后阎王大人对这些残魂做了什么不可名状之事？等你见到了阎王，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嘿嘿，我又不傻。兄弟们，你们在干什么？大人，这玩意好像还挺好吃的。真的假的？我尝尝。好了，吃的差不多了，记住低调行事。是。这他妈是低调行事。谁知道那乌云是阎罗殿，这应该也算是低调吧？我明明感受到刚才有很多神怨过来，可怎么一个都没看到？难道是我感觉错了？小兄弟，算命不？我算命很准，不准不要钱。行，怎么算？八字给我，你想要算什么？骨灰都化为泥土。这算命的有点东西，我想算一算前程。可是有什么不妥？先生但说无妨。前途无量。既然先生算到了我前途无量，可为何先生看我的眼神总有些不对？因为我最近算卦，每个人都是前途无量，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算的有问题。若是先生没算错，那就是说这大梁城不久将会出现大机缘。有道理。先生要不算算，这大梁将会出现何等机缘？这倒是没问题，但是算这玩意代价很大，起码需要500万金晶。算吧。好，我这就测算天地。我们就是大机缘。我第一个亲娘儿。先生，你这是？赶紧走，这大梁有大机缘。先生，既然有大机缘，干嘛要走？相信我，若是真的有大机缘，我做主，到时候分你一半。你听我说，这大机缘你把握不住，我也把握不住。第一怒和第二怒刚进入内城，就被锁在一个阵法当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们两个福缘似乎十分深厚啊，不如这样，你们两个做我的书童如何？哟呵，给你来！大人，错了，别打了。服了没？服了。你不是读书人吗？怎么拳头这么硬？读书是为了能跟你们心平气和的说话，练拳是为了让你们心平气和的跟我说话。男人拼命燃烧血肉，只为强化肉身，即使血条见底了，也要继续。只因男人能将自身数个月全部转移，于是千里之外的小日子就惨了。完了，这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哦，太痛了，救命！
任务任务快杀人！神羽伤直接将天魔断指之法修炼至圆满境界，现在身体被强化到了十分离谱的。可惜我不在小日子身边，不能给他们回去。我好瞎，一不小心把天神教给灭了。那个谁，南宫世子，你走吧。若是你家人问你去哪了，我知道，我一定不会说出两位的消息。不，你一定要说，一个叫扶商的人把你给绑架了，甚至还对你动手了。哎，如实说就好。好的，我知道了。这阎王师没说错，我毫发无伤的走了出来。可这个毫发无伤，特么的比死了还要恐怖。这位贵客，接下来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我爹说，还请一步。既然有要事，那在下先行告退。看犬子如此，想来是确实有事，今日怠慢，等我送。等我这边先了解是什么事情之后，再来赔罪。无妨无妨。你个兔崽子，要是今天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你看我不扒了你的皮。爹，我觉得怒天殿的那些人有些垃圾，合作什么的别谈了。我给你找了个主子，咱们直接收拾东西投靠主子去。你他娘的，我刀能，老子今天要砍死你这个逆子！爹，你先听我说完。你见过一个人被人砍成了18段，还能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吗？你见过直接让你爆炸成为一团血雾，还能给你救活的吗？你见过抽你血和骨髓，把你变成了干尸，最后还能把你活生生救活的人吗？你见过？停，你先等等，你到底想要说什么？爹，我们大梁城来了2尊阎王，胡阎王。我之前说的是我今天一天所经历的各种死法。你他妈没睡醒吗？爹，我就问你，怒天殿合作是不是委曲求全的态度？可那阎王直接把我放了，而且让我遭遇了什么都如实和你说。你想想，他为什么这样做？挑衅。没错，这就是挑衅，或者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选择。若是我们选择为敌，我估计那阎王会亲自动手对我们家救死扶伤。救死扶伤？爹，你搜我魂就知道。放什么屁！真的搜魂，你可能会变成傻子。傻子，呵呵，救搜魂的那点痛苦，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像是被蚊子叮一下。就是。你跟着我来。谁打小僧？地藏大师，你也知道，不是决定我全家性命的事情，我是不会找你的。不是说了吗？和怒天殿合作对你们有好处，但是不能深交，毕竟怒天殿狼子野心，若是深交，也许你们南宫家会成为罪人。这次不是怒天殿的事情，只是我儿子想要我投奔一个势力，我这边暂时不知道这势力的情况，所以就想来问一问你，若是我真的如此做了，对于我们南宫家的未来会如何？我只是个和尚，又不是算命的。我把我珍藏的好酒都给你。那个，我倒是也懂得一些卜算之术，你且等我算一算。哪里？不是，你算出什么来了没有？算出来了，可就是感觉有点不真实。怎么个不真实？卦象显示，你们若是加入你儿子所说的那股势力，你南宫家直接一飞冲天，甚至能够完全破除诅咒，走出洞天，称霸天下。甚至我卦象还显示，我也将会随你们一起，最后我成为天下第一功德佛，这不扯淡吗？我虽然不是坏人，但是杀的人也不少，这样子也能成佛吗？我知道了，不如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也许你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呢。这没道理啊，这不可能啊！难道是他们看不起我，随便想要找个人杀我？可这也不对啊！只要有杀心，就应该上大道金卷才对。难道是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耽搁了？救死！走，我带你去救死扶伤。这个好，走。2位阎王，南宫家来人了。这才对嘛！估计他们担心我是高人，所以这是想来试探我。男人只是将世子救死扶伤了1万多次，竟被他爹直接找上门来。原以为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没想到他爹上来就跪。见过大人。南宫霸下愿意投靠大人，一切听从大人的吩咐。哪里？
我没听错吧？他是不是说要投靠我？你应该知道我对你儿子做了什么吧？你就不想报仇？还好老子跑得快，狗日的南宫霸下，我把你当兄弟，你带我见阎王，我敲你奶奶！我现在只求你别牵连到我，不然老子舍弃我的道果，我也要弄死你！大人说笑了，我是真心投诚来的。大人，小儿已经和我说了大人的手段，在下实在敬仰，甚至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南宫家未来崛起的可能。你们南宫家敌人多吗？很多。好，你以后就是我阎罗殿的人了。听说你敌人很多，要不展开说说？那个阎王大人，我敌人可能有点太多了，甚至朝廷那边都有很多敌人。那太好了，这样你先说说，就这附近有没有比较强大的敌人？还真的有一个，大梁之内有个叫李阳的兵部侍郎，算是我的死敌。我们我操！谁让你们动手的？尼玛，好不容易有个敌人，就这样给我灭了。行了，接下来你们先别出手，我要敌人有用。抱歉，手下人办事效率太高，实在让人烦恼。尼玛，你的手下原来布满了整个大梁上空，感谢儿子，不然那李阳就是我的下场。你又换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挖到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限时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来，我们继续说敌人的事情。其实李阳是二皇子的人，杀了李阳就等于是得罪了二皇子，这是目前我最大的敌人。还有这层关系，不错，给南宫霸下记上一功。好。和尚，赶紧超度他们！不是你们让我超度，结果就是为了你们吃，感情我是个厨子。还别说，这沾染了佛光的神院是真不错。我该不是成为第一个功德佛，是这样来的吧？和尚，来，有功德加持，再试着超度一下看看。我也要。地藏干活了。好嘞，这就来。地藏干活。好嘞，来了。地藏。好嘞。藏干。好。藏。我想还俗。地藏，我去，你别吓唬我们啊！没了你，我们可怎么办啊？快去请奏阎王过来。不是，我连昏迷都昏迷不了。尼玛的南宫霸下，跟你来这，我倒了8辈子血霉，你们就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吗？不是，你们这么好说话吗？不是，那你们为什么不早说？什么不早说？你们怎么不早说可以休息？这需要我们说吗？你若是累了，直接休息就好。你没说，我们以为你不累呢。你这是？没事，就是摔了一下。你们来找我，可是有什么事情？确实有些小事要麻烦三皇子。是这样的，我有2个同门也来到了洞天之内，我是让三皇子帮忙照看一下，当然也无需太麻烦，尽量能够保证我那2个同门不死。行吧，照看2个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有画像或者是外貌特征？救死扶伤。救死扶伤是赵构吗？总不能告诉三皇子赵构救人救死，扶人救伤吧？确实，我这位赵师兄确实喜欢救死扶伤。你让我保护的人就是他们2个。我知道他们的实力低微，但是相信我，若是能够保护下他们，对于你将来的计划有绝对的好处。
我尼玛，要我保护他们，我保护你大爷！男人只是洗衣机，于是到处给别人救死扶伤，只因男人能将自身副作用全部减低，所以敌人越多，他血条越厚。你不懂，敌人太少，我心不安。下一个，来杀我！你我无冤无仇，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只能扶伤了。扶伤，救死！扶伤，救死！扶伤，救死！哟呵！敢不敢有有屁话？我是非常邪，孤独众生。两位活爹义父，我错了，别再救死扶伤了，真的，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说山重水复疑无路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方天画戟统义父。所以他想要捅我们，接着打。你看着时机就死哈，别让他死太久了。扶伤，救死！两位活阎王，两位亲爹，我是大燕三皇子，我有钱，还有很多宝贝，只要别再救死扶伤，我愿意奉上一切。你是三皇子？哟，还是个大人物，那你敌人多不多？实话吗？要不你说个假话试试？不，孩儿不敢，我敌人确实很多。真的？有多少？整个大燕都想要弄死我，或者是说整个大燕皇室都是我的敌人。哎呀，我的好大儿，你怎么不早说？记住，以后你就是我们阎王的儿子，谁欺负你，你就报救死扶伤的名字。放心，有我们在，我保证你死不了。弹药要多少有多少，管饱。那我送你辆车吧。最近发财了，你又换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限时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这种子可以保你3次不死。你是我认的第一个儿子，把你的法宝拿出来，你爹我给你法宝升级。你用的还真的是方天画戟。老子今天打死你个女子！三皇子，我想问一下，你和这两人是什么关系？这是我的2个同门，我很看重。好，小事一桩。三皇子当真是好手段，人虽然在洞天之中，可是这阎王殿都已经建立在了洞天之外。我还奇怪，怎么忽然多出来一个阎王殿？搞了半天是三皇子的手笔。不过我还是想要问一下，你对自己的谋划有几成的把握？什么谋划？谋划个屁！老子现在是阎王之子。目前有9成把握。好，那在下告辞。三皇子有大燕皇帝的法旨在身，所以现在连调动洞天权柄的能力都没有。各位在不？那个，最近大燕皇帝的乾隆卫想要杀我，我想懂了。原本想铲除干净的，但是有12人实力强悍，我们实在是杀不了，估计要找你爹来才行。我操！我现在的身份这么牛吗？我其实就想杀一个人，结果乾隆卫除了12影龙全嘎了。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横着走？你还是正常走路吧，虽然阎王殿不落，但是还没有到能够横推这个洞天的程度。不过大阎王和二阎王应该在布局一些事情，等阎王布局完成，你到时候裸奔也没人敢说什么。那倒不至于，不过你给我透个底，我现在能够纨绔到什么程度？目前除了大燕皇帝你没法招惹，其他的你随意，不过不要欺男霸女，横行霸道，不然你爹可要给你救死扶伤了。我知道了，
能说说我那2个阎王老爹是什么样的人吗？大阎王坦坦荡荡真君子，二阎王救苦救难赵天尊。情报上所记载的东西，都是三皇子这些年来所培养的势力，还有就是三皇子接下来的斩龙计划。倒是没有想到这个小杂种险些成了气候。皇帝陛下，您若是不便出手，有些事情我怒天殿可以代劳。哼，那倒不必，对付这小东西，我随手就能够捏死。怒天殿，你还真的是好手段，竟然悄无声息的把我的乾隆卫连根拔起！啊！陛下这是何意？我怒天殿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是吗？敢做不敢认。陛下，这其中必然有误会。能够悄无声息得知三皇子的所有谋划，这些东西乾隆卫都很难挖出来，不是你们干的，还能是谁？陛下，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哼，那你发誓吧。我对天发誓，此事和我怒天殿无关，否则9天雷法，生死道消。还有这好事。我方才眼睛是不是花了？我看到雷劫在鞭尸。陛下，我也看到了。可恶的怒天殿，看来真是他们干的。下令追杀所有怒天殿成员。是。一个专门燃血炼丹的炼丹师，一个专门回血治疗的医师。就在2人还在发愁丹药不够用的时候，一群不长眼的卡拉米及时送上门来。哼，来银子部，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张皇，阎王大人，这5万士兵怎么处理？别杀，留着我有用。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这不就是丹药补给点吗？来，又能 PK 一把了。敢不敢有笔画？我以为非常有名。阎王大人的 PK 大场面，我一定要记录下来。哎，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站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支花了33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打游戏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站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站就对了。我没乱跳了。简单，单来。先指点，刀时间，给我烧狗便有天。阎王让你3蹲4，我偏留你到5更。哟吼！天不生我生，难道忘记你单来？这就是2位阎王大人的真正实力吗？1-1，终究还是我赢了。呵呵，惜败，坑货，下次再战。嘿嘿。走，我们下去找找。坑货，往那边走，我感觉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过去看看。我操！你他娘的，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逆天的运气。怎么说？这水叫做三光神水，3水分开使用，那便是剧毒之物。若是3水合一，那就是生死人、肉白骨的宝物。丢！你他奶奶的，不会是天命之子吧？
天命之子，我若是天命之子，你是啥？天道不对，不能这样说，这样说我岂不是成你儿子了？坑货坑货，这三光神水是真的了不得，有了这三光神水，这天下就没有我治不了的病。这宝贝可真不错啊！而且我现在也不怕被你揍了，因为有三光神水，我相当于不死的存在，甚至也没有我治不好的伤。来，坑货，咱们大战300回合。哟呵，我以为飞起来了。你妈，我好好的一个医生，到时候从丹田之内涌出无数墨水，这让人怎么看我？老狗歹妇自然一肚子海水。妈的，坑货，老子和你拼了！阎王，万国寺禁地即将开启，如今已经有很多人聚集了，我们要不要有所行动？先让我们的人隐藏在四周，还有探查一下万国寺的情报。情报我直接通过令牌给你。别闹了，正是。谁在和你闹？你赔我三光神水！我几乎用了我全身的功德给你的三光神水进阶，你就知足吧。你那功德什么样子？你心里没数。你要是心里不平衡，你也给我强化。行了，这个事情先不说，即将有秘境要开启，万国寺这次出现的宝物很有可能是轮回盘。既然轮回盘和我们有缘，那就必然弄到手。现在我们先上去。查出来是谁的人了吗？阎王大人，这好像是大雁镇国公的人，也是致力于想要除掉三皇子的人。妖兽了，我们的兵器呢？我们的家主呢？尼玛，到底是谁？5万精兵就被那2个什么救死扶伤给偷了，都是废物吗？饭桶吗？大人，那2人，一个使用毒丹，一个使用毒气，防不胜防。好在是我们倒是没有人员伤亡。给我找到那2个人，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大人，不好了，治疗核废了。陛下似乎知道了这件事情，也知道此事和我们有关，要召见你。哼，疗伤核废了，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人也不在疗伤河旁边，懂了吗？那手下瞬间了解，大人，这是要把5万精兵灭口。属下这就去办，做得干净一点。此次怒天殿在上古秘境之中全军覆没，就是你的责任，因为这是你带出来的手下的愚蠢，你要为此事负责。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怒天殿已经没人了，现在应该怎么办？算了，你们这群废物，我看是指望不上了。现在只能求助大人了，让大人调动一些人过来。好了，这一次大人送了20万人进去，这次由我来掌控全局。你个废物，在一旁好好看，好好学。大人，可控否？哼，区区一个秘境，有什么不可控的？2个老六要进入万国寺搞事了。坑货，这万国寺通过献祭宝物才能获得进入万国寺秘境的钥匙，出家人不应该是不在意这些凡俗吗？你说的那种是真正的僧人，或者是叫做苦行僧，这种端坐寺庙塑造金身的佛，他们只渡有缘人，金元宝的缘。行了，进去看看怎么个事。嘿嘿。哦，原来有功德就能直接进去。庸医，我有个想法。还得是你啊！这咋是献祭精血和神魂？这若是真的献祭了，我还能活下来？来了！造他的玩意儿！原来如此，哈哈哈！原来如此。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这么便宜，靠谱吗？
当年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我竟然连多年的暗伤都治好了。坑货，我快坚持不住了。没事，我有丹药。再这样下去，我功德都要被薅秃了。庸医，别特么治我！跑路！啊！可恶！那2个无耻之徒，不要让我抓到你们，不然……不是，这真的怎么比假的还垃圾？去你丫的！你是什么垃圾？陆英并没有进入万国寺秘境，他在等待，等天神叫过来，然后把他们一锅端。这是怎么回事？不对劲。这是三皇子。你找我有事？我想让你给我打听一个事例，天神教他们有没有来洞天之内？少主，天神教的人都被你爹虚空抽干了。我的妈！我那2个火殿虚空杀人，不是你等等，是整个天神教的人。是的，而且这是大阎王的手笔。天神教啊，已经灭了。最近这段时间我没有看见我那2个同门，是在你那？他们的修为太低，所以我把他们保护起来了。对了，你的计划到了哪一步？我也好准备一下。计划？什么计划？老子现在只需要动嘴，想弄死谁就一句话的事。以后再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既然如此，告辞。接着奏乐，接着舞。这真的是三皇子吗？去吧，我最强的战士们！你这个蠢货，给我好好看，好好学。冷霜架起一口大锅，开始炼制毒汤。老天爷，我好不容易表现这一次，求求你帮帮我，别让我失败呀！来啦！老爷们，迎接本大爷的疼爱吧！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哈！黑手！去你丫的！你家妈！你家妈！你家妈！我20万人进入那秘境洞天，连个水漂都没打出来就没了。老子的人好歹在秘境之中活了很久，若不是因为有个蠢货发誓，老子的人也不会那么快死。你是真厉害，20万人瞬间葬送。我给你了20万人，结果1天不到死完了。你一直说姬素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结果姬素英倒是没杀我们多少人，倒是你前后葬送了我将近30万人。到底姬素英是我的敌人，还是你是我的敌人？若非你是我母族，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卧底。大人，这次真的是意外，这次应该是天道意识出的手，因为除了天道意识，没有人能做到无声无息的灭掉20万人。不无道理，我再给你30万人，若是这次再出任何意外，你知道后果。大人还请放心，既然知道是天道意识出手，那一切尽在我掌控之中。天道意识的苏醒确实有些麻烦，但是一切可控。这怒天殿真没什么前途，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和尚手握黄金，却只能挡住那些怨灵，最后还是逃不掉被怨灵撕碎的命。而另一个男人只是拿了头大便，那些怨灵却吓得嗷嗷叫，像是见了什么大恐怖一样。只因那黄金之中蕴含着佛像功德，而那头大便中却含有阎王的功德。大腿，带我要加入你们。尼玛，老子是来树敌的，不是来招聘的呀！敌人一个没拉倒，反而多出来一批追随者。坑货，这地方我怎么感觉很适合我们阎王殿的人居住？来这我感觉跟回家了一样。
因为按照传说而言，这里是阴曹的黄泉路。这样说，这地方对于其他人是绝地，对于我们阎王殿而言却是机遇。是的，等我们阎王殿的人住进来之后，这个地方将会更加充满死气，生人绝不敢靠近。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我还以为阎王殿这个名字是随便取的，只是个称呼，谁知道你们来真的，你们是真阎王啊！你们别误会，我们地府不，我们阎王殿都是活人，只是加入我阎王殿就会修炼成极阴之体，所以就会显得阴气森森的。但是我们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还有类似不死的体质。不是，你这样演示，让我们更加觉得你们不像是人啊！喂，偷袭！尼玛，老子还在这！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啊！普度众生。我操！我刚刚是死了吗？这哪是活阎王，这是活菩萨啊！这是啥呀？我上网查查。哇，你这是华为 P60 Pro 吗？对，就在左下角领的。真能领吗？我每次看视频左下角都懒得下。包真的，我还有一台在路上呢，而且粉丝也都验证过了，一个个都在那晒呢。是啊，我这台苹果15 Pro Max 随便试试就到手了。那肯定啊，我是特意找官方挂的链接，官方保证左下角苹果 Pro Max 和华为 P60 Pro 无限量配套送，保证人人有份。现在推荐左下角的太多了，你这个难升级吗？不难，但你必须从我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进的才是高爆专服，上线送 VIP 和各种神装，嫌慢就氪个首充，不到1包榨菜钱，独享全服资源，挂机都能把苹果华为轻松到手。果然还是阎王大人牛逼，这就去试试，过几天我们人人都能拿到苹果15 Pro Max了。老林，你过来看看，这是啥玩意儿？阴魂珠真的有这东西？两位阎王，这一颗阴魂珠就相当于1000颗大当家炼制的神魂丹，这对于我们阎王殿而言，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提升。还行吧，我也可以炼制出1000倍浓缩版神魂丹。那你们继续在这里找找，我和庸医先进去看看。黄泉之灵属于阎王殿成员，需要阎王处理。西西，你的见识不少啊，看在你似乎也是我们的人，奉劝你，阎魔大人正在睡觉，现在去打扰他，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你的意思是哪里也有个阎王？西西，这回有好戏看了。西西，你所谓的阎王，我不知道是什么垃圾，不过在真正的阎王面前还敢自称阎王，我看你们倒是嫌命长。那什么阎魔也就在以前还能装一下，如今两位阎王大人亲临，垃圾也只会原形毕露。还有，你身为黄泉之灵，谁是真正的阎王你都分不清楚，我看你也没必要存在了。真的是好笑，你认为那两个冒牌货还能活下来？我该说你是无知者无畏，还是狂妄？你个只能躲在这尿黄色沟里不见青天的臭虫，你懂什么？判官笔，你到底是怎么得到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想要抹除你，轻而易举。既然你有判官笔，想来你也是未来的冥苦之人，倒不如想一想，等阎魔大人醒来之后，你应该如何让阎魔大人接纳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既然都有判官笔了，谁是阎王，我能认错。阎魔就是从上古遗存下来的阎王，你那两个自称为阎王的人，待会就要死了。巧了不是，我家的两位阎王唯一的兴趣爱好就是救死扶伤，我希望到时候你的那个什么阎魔别跪下来求着我家阎王赐他一死。那你想多了，到时候你家阎王别跪着，让我们家阎王饶他狗命。既然我们都各抒己见，那不如安静的等待结果。西西，不过是等死罢了，我家阎王有不死之身。真的？不是，你在兴奋什么？我们家阎王有不死之身，你不担心你家的那狗屁阎王？你家阎魔惨了。不是，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拥有不死之身，怎么我家阎魔反而惨了呢？等着吧。当两个活阎王遇到另一个自称阎王的人，会发生什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阎王？给你打牌！你打我干啥？我倒是没有看出来，你还能被美色所惑。什么美色？我方才是看到这女人身上有无数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疾病，那些疾病简直是奇病。哎，你怎么没事？如此美人，我都有些心动，你竟然毫无反应。
兄弟，你该不会是有什么癖好？滚！闭嘴！我也喜好女色，只是喜好和精虫上脑是两个概念，而且那种迷惑是一种魅惑之术。他方才对我施展的魅惑之术，就是勾引我内心的占有欲。可你一点也不受影响，你怎么做到的？教我。心中无女人，干啥都超神。实际上，那种魅惑之术早就被转移到了安倍晴君身上。那不对啊，我心中也没有女人，为啥我会被魅惑？同理，你心里没有病，就没有任何疾病能够困扰到你。坑货，你可真神了！哎，我果然成了。动手！哼。What？ 你把那些人拉起来，再冲一波，起码让那娘们出手。就是。我操！我刚刚不是死了吗？我这是。兄弟们，你们尽管冲，无论什么伤势，我都能替你治疗。啥？这妖女身上就有轮回盘的具体线索。是。你这车哪来的？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哼，一群蝼蚁，就算是重新站起来，也依然是蝼蚁。就是。我操！哟呵！光臂位飞起来！就是。我还真就不信了，崩坏！拿来吧你！嘿嘿！普度众生。救死大人，你别救了，让我们死吧！轮回盘没找到，我们已经轮回了太多次了。而且，这位大人又是谁？咱们有仇吗？那个，我是扶伤，主要是看你们血液放在地上也是浪费，我就帮你们收起来。说实话，你们3人是不是一伙的？什么话这是？我们也是那娘们的敌人。出去！接下来就还剩下你们2个蝼蚁了，谁先上还是你们一起。哟，你竟然还想要挑选对手，就死你先上吧。若是行医救不了天下，那老夫只能亲手施展一番拳脚。你竟然没有被压制修为，这不可能！打完收工。没用的，我是不死之身，我是死不了的。还是个不死之身，好，那接下来让老夫好好的疼爱你。叔子，来，快吃我！你不要过来，我是阎王，我是地狱之主，你如此对付我，将来必然会被轮回清算。在我们面前，你说你是什么阎王？阎王，我让你阎王，你也配叫阎王？哟，还主动送上门来，你这想法不错，不过。听说你是不死之身，有意思，就死！快来，我有一个好点子。你们想干嘛？2个活阎王遇到了一个不死之身的阎王，于是2个老六决定告诉他，谁才是真正的阎。
你们才是真正的阎王啊！求求你们给我个痛快吧！我不求活命，只求你们能让我死得痛快一些。啧啧，这就是您所鼓吹的阎魔大人吧？我确实觉得挺烈，因为被我们大阎王如此认真的抽血炼魂，你家阎魔大人是第一个。你们两个畜生，放开阎魔大人！你的对手是我。你是怎么回事？太长时间没有抽血炼魂了，收声！什么话？什么话？这是搞得我像是经常干这事的魔头一样。哎，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赖了，我那台苹果15找转转上门回收了44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笔记本、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你所谓的阎魔，只不过是一种恶灵的聚合体，杀人无数，甚至吞噬神灵不下100万。我家阎王执行如此刑罚，无可厚非。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他们两个大男人对一位女子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就没有错吗？难道他们就不是恶魔吗？这种下头的阎王，我是不会认的。哟呵，你看你俩给说了。不服，我就是不服。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啊！服了，我服了。这下有个不死的敌人，可以卡发卡。我操！操你个狗！你怎么跟狗一样？我刚刚从那娘们身上得到了一个神通。那娘们之所以有不死之身，是因为她有一种法术，那种法术叫做灵魂熔炼，又或者是灵魂缝合。其实这个法术很简单，就是在抓住一个人的灵魂之后，通过2700道金质把灵魂完全固定，然后对灵魂进行塑形，最后再用阴火进行激炼，就成了一个全新形态的灵魂。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简单？这有什么用？很简单，这种东西可以融入任何东西之内，成为一个新的生物。因为这和创造生命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怎么跟你俩给说了？哦，我知道了，那黄泉之灵确实能解决了。自此，黄泉之灵完全被替换。我失常心又回来了。星号别搞。若是我捏造一个和我一样的灵魂，那岂不是说我就相当于多出来一条命？没错，不过这种神通怕是只有我们阎王殿能够做到。大当家，你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吗？这个地方若是真的有轮回盘的话，而我们现在还能给灵魂塑形，若是这两种手段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岂不是直接能够送人往生？这我真没有想打造地府啊！算了算了，现在先不管这些，走一步看一步。我们找找轮回盘。三皇子最近过的那叫一个滋润。告诉激素英，我的计划即将开始。已经通知了。这么快吗？之前也没有那么快，但是大阎王创造了一种很独特的神通，让我们阎王殿的人进行灵魂链接，就可以做到瞬间传达自己的需求和命令。若是我开启山河秘境，咱们能够挡住那些蜂拥而来的修士吗？少主，若是仅只是挡住，怕是有点难；若是全杀了，就容易得多。那若是只是挡住，你们能够抵挡外来人多久？是文的还是武的？这种事情还分文的武的？文的就是我们直接把那些人打个半死，让他们失去意识。不是，这是你所谓的稳的。那武的呢？其实武的反而比较温和，就是我们暂时抽出他们的灵魂，然后镇压。当然，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死很多人。这叫做比较温和。我想问一下，咱们阎王殿有正常人吗？我们都是正常人啊。是，我唐突了。走，我们去日月山，我来开启这个秘境。
男人本是被废弃的皇子，却无意间遇见救死扶伤，从此一跃成为阎王殿少主。这个时间开启日月山秘境，是计划妥当了吗？放心，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秘境中的东西，我只要山河印，其他的我都不要。好，多谢，我姬素英欠你一个人情。但是能否获得山河印，全凭你自己，我不会出手。那是自然。他们来此就是阻止姬素英拿到山河印。别说，这小娘皮长得真不错。啧，到时候抓到她，我们先玩一玩，玩腻了再杀。能够晚一点打开秘境吗？我想要处理一些人。秘境也不是说开就开的，我也需要等待时机。你若是有事情，就去忙。这真的是三皇子吗？你在这待会，我稍后回来。这姬素英和我那大爹有什么关系？我大爹竟然同意把山河印给他。按照大阎王的说法是，既然姬素英想要做个子高的，那能帮助就帮助。对了，我想问一下，我那两个爹的爱好是什么？等这件事情结束了，我看看找个机会孝敬。大阎王喜欢敌人，敌人越多越兴奋，反而是敌人若是很少，大阎王就很焦虑。而大阎王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有事没事折磨敌人。二阎王虽喜一道，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治病救人。不过就目前为止，我们感觉二阎王十分喜欢和大阎王一起救死扶伤。那我想要孝敬我爹的心思，岂不是落汤了？二阎王喜欢车，你可以送车啊。那去哪买车？去瓜子二手车啊！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21款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其实还有个办法，你可以作死啊！打得过的人羞辱他，并且告诉那人家父救死扶伤；打不过的人也可以直接骂他，并且告诉他家父救死扶伤。这是不是有点无法无天了？你确定我这样干不会被人打死？你不是死过很多次了吗？哎呦呦，这不是我家三弟吗？你这么一个被废除的皇子，如今倒是排场不小。对了，既然你已经不再是皇子的身份，如今见了本宫，还不过来跪下行礼？装逼没飞起来，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啊！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我冥王面前犬吠？哼，我今天心情不错，饶你一条狗命。可你污蔑我冥王，就是污蔑我爹救死扶伤。来人，把他阉了，丢出去！剩下的人全都杀了，这就是对我无礼的下场。我现在是不是太狂了？你是阎王殿少主，代表咱们阎王殿的牌面，就不能唯唯诺诺？谁敢对你不敬，这就是下场。少主，你也是皇子，你亲爹还是皇帝，皇帝怎么做的，你应该知道吧？往后就按照你亲爹的样子去做。至于剩下的麻烦，你无需担心，交给我等就好。你的一举一动也都代表着阎王殿，你要赶紧智能起来。我问一下，咱们阎王殿现在有多少人？目前差不多有16万左右，不过这16万人可抵挡100万人。明白了，那我说话好使吗？那是自然，你是少主。那还行，除了散修，其他人全杀了吧。真的吗？既然出去之后还是要和这些人争抢地盘，不如在这里解决，一劳永逸。再说，只要这里的人全死了，也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不，三皇子，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藐视皇权，你是在……未来天下注定是宗门林立，身为散修，没有宗门的庇护，必然会寸步难行。正好我阎王殿正缺人手，不知道诸位可有想法？都埋了吧。等等，我们加入，我们愿意加入。这就对了，把二皇子的脑袋割了，送给大燕皇帝，就说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我们是不是放出来一头猛兽？我们阎王殿剩下的人呢？你别告诉我，这天上的乌云都是我阎王殿的人。也好，这样也能监视天下。那这样，我现在封你为第一鬼帅，从现在开始，去布置一道锁天大阵，把这方洞天全部锁死在这一方世界。若有意外，最好能够把洞天内的所有人全部葬送于此。怎么了？做不到？
那倒不是，只是你真的确定要这样做？没错，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想犯下如此杀孽。但是，若是真的有突发情况发生，那就让整个洞天都覆灭吧。这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种解脱。不过在此之前，把二皇子还有镇国公主给我推了。女人只是摸了一下令牌，就仿佛经历过1万次救死。虽然你是姬素英的妹妹，但是有些东西你还是知道的太多了。所以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捡起令牌，你就是我阎王殿的人；拒绝的话，那我只能让你永远闭嘴。你是在羞辱我吗？哼，算了，动手吧。同时，他也终于理解为何他拿到令牌之后，阎王殿的人都直接承认他是自己的。我感觉这孩子现在的想法是想要杀了洞天里面的所有土著，真的放任不管吗？林无道都说了，三皇子手中虽有血孽，可并非是邪魔之辈，他这样做必然有自己的道理。对了，林无道还在拓，毕竟轮回盘是他的机遇。当初你是第一个进入轮回盘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嘿嘿，想要获得这阿修罗道，必须要满足那阿修罗的心愿。我觉得这机缘不适合我，所以就让林无道选。主要是林无道有轮回之体，和这轮回盘契合。坑货可真的不是白叫的。此时的林无道内心充满阴影。我就说你往后的日子飞黄腾达，我没算错。麻烦你下次算命多算算细节行吗？细节不用在意细节，你就说我算的准不准吧。算得很好，你下次还是不要算了。你又换车了，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21款特斯拉 Model 3，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不算不行啊，我算出来你的家族即将有血光之灾。我的家族血光之灾，你可知道我的家族在整个仙源大陆是什么地位？能有血光之灾？不就是天极圣地吗？怎么，你觉得天极圣地很厉害？再厉害又如何？能有我们这2位阎王写信？你给我说说这件事情和2位阎王有没有关系？你家族的劫难不是阎王的问题，但是也脱不开关系啊。更多的是你家族的一些人咎由自取，不过这也是你的机缘。你若是在危难之际强势回归，扶大厦之将倾，力挽狂澜，你甚至能成为天极圣地的新一代圣主。姜文春这样说，那绝对不能这样干。那算了，我对天极圣地不感兴趣。实际上，他还算出来一点，那就是林无道若是一直待在地府，成就会比在天极圣地更高。这小子挺聪明的，竟然没忽悠成功。都来齐了吗？啊！我操！因为这激素因，他没动用修为，就单纯见到这尼玛都快要赶得上化神修士，而激素英的境界一直展示的都是金丹。尼玛真是个老六啊！别看阎王殿现在看起来无敌，但是那都是小打小闹，到了秘境的内部，那才是巅峰赛。可是真的就要这样撤退吗？走，去哪？我带你去救死扶伤。不是，那是巅峰赛。我知道，但是我们不去打巅峰赛啊，我们只在边上蹭一蹭。而且你想一想，接下来那个最低都是化神的强者，那若是打起来会流多少血？若是死了，那会有多少神魂？若是把这些人全部都写在大道经卷上，老子直接起飞。可我们若是被人一巴掌拍死了怎么办？你放心，有我在，一切可控。好，所有阎王殿成员除了三皇子的调动，其他的没有我的命令都不准乱动。是。老姜，你算一算大当家他们的命数。阎王的命数我算不出来。能不能动动脑子？大当家的命算不出来，那就算这洞天其他人的命运，以此就能推断阎王大人此行有没有危险。这怎么推算？若是这洞天大部分人生不如死，那大当家就没有危险；若是他们很安全，甚至有大机缘，那阎王大人就有危险。还是你的脑瓜子好使。男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2个活阎王在边红上跳舞。这是什么意思？算出什么了吗？我看到阎王大人在人家坟头上跳舞。那这次卦象和解。
这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卦象。既然都在人家坟头上蹦迪，那应该没什么危险。有道理，应该是没有危险吧？秘境什么时候开启？再等等，我还有一部分计划尚未完成。激素鹰身体有问题，他体内似乎有一股十分恐怖的力量，以至于他现在的身体快撑不住了。激素鹰当初说过，他的筑基之物是一把上古仙剑，附带的能力是每一次拔剑见到的力量就会增强一些。我操！当初我还在想，若是我有这个能力，我每天都能把剑拔出火星子。我说他为啥一直不拔剑？感情是身体已经承受不住这股力量。你能治好不？他这个情况只能提升肉身力量，其次便是找个能够承载力量的宝物。激素鹰之前已经拿到了山河图，但是用处不大。若是再加上山河印，那就能够演化出一方虚拟世界，可以当做自己的第二载体。这山河印确实对他比较重要。哎，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转买二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33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研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二手上转转就对了。实际上，即便是有山河图加上山河印，他也只能够解决一时。他体内的力量过于庞大，想要解决当前的困境，他需要再次突破，起码要进入合体期，或者拿到补天丹。这家伙胆子这么大吗？你不知道我们是谁？我操！陈师姐，你什么时候加入的阎王殿？嘿嘿，在阎王殿成立没多久就加入了，我只是一直在苟着，偷偷发育。你是陈乔丽。阎王殿的令牌就是我打造的，怎么样？这令牌是不是很好用？师弟，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奖励？好家伙，你偷偷为阎王殿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告诉你，我就容易暴露，到时候面对未来不可确定的大战，综合算下来，生存几率只有90%，我觉得不稳妥。我这次来也是想要问你借一件东西，我要提前谋划补天丹，我若是得到补天丹，就能给激素鹰复制一份，但是这种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要借什么？你的那黑色葫芦，给我复制一份。什么话？什么黑色葫芦？我这葫芦明明是紫色的。哎，果然不出我所料，这葫芦复制不了，你这葫芦借我用用呗。嘿嘿，给，这是我最新研制的隐身衣，除非是半步至尊，不然没有人能发现你们。拿来吧你！对了，我还想要几百个你自己缝合的灵魂。几千个也行。不是，给你倒是没问题，问题是我上哪去找那么多灵魂？我已经准备好了。多谢，到时候补天丹有你一份，再见。所以我们两个接下来干啥？什么都不做，等三皇子开秘境。之前并非是我不愿意开启秘境，实在是开启秘境需要时机，也需要权柄，权柄不够，我便无法开启秘境。时至今日，我方才掌控足够的权柄，3日之后秘境开启。众人哗然，因为他们听说大燕镇国公和二皇子被灭死了，随后三皇子权柄增加了，那些老怪物们恍然大悟，一时间大燕皇朝都变得更大，甚至血流成河。这个逆子，他是要毁掉我大燕皇朝吗？哼，小杂种，你真以为就你这点小手段就能毁灭我的计划？陛下当真是勇猛无双，世间无人能敌。哼，看来你们知道的不少。是的，陛下，我们不仅知道的很多，甚至老奴此次前来也是为了帮助陛下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你们想要朕做什么？抹杀激素鹰。哼，你们都能帮助我脱困于此，为何你们自己不去抹杀那什么激素鹰？我们如今被天道意识盯着，若是我们动手，那面对的则是天道，所以这种事情只能劳烦陛下。可以，不过是捏死一只蚂蚁罢了。我也需要你们去办一件事情。陛下尽管吩咐。三皇子的底牌早就被我抹除，可他不知道又从哪弄出来一个势力，你们去调查一下。怎么办不到？不，其实我们早就调查了，但是我们只知道三皇子背后的人是阎王殿，支持三皇子的人是救死扶伤，至于其他的，我们就调查不出来了。
阎王殿救死扶伤，有点意思。他们既然能够给三皇子闭气，让三皇子跟我砸盘子，想来这阎王殿能力也不服。若是可以的话，希望这能力能够为我所用。陛下，这个可能有些做不到。阎王殿很神秘，从何而来，我们都不清楚。不过，阎王殿虽然神秘，但是似乎并不是很强，而且人数似乎也没多少。这一点，我觉得陛下不足为虑。既然你都说不足为虑了，那应该是真的不足为虑。既然如此，激素应我来杀，一去灭了阎王殿，这不难吧？陛下，阎王殿对于我们而言，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小门小派。当务之急还是激素英的事情比较重要。能被他看上的东西，那必然是宝物。若是抢过来，对于陛下以后出去一统天下，必然有很大的作用。既然如此，那就先杀了激素英，然后抢夺他所看重的宝物。尘封了2年半的山河秘地，今天终于开启了。山河印的事情，你无需担心。不过我也请你帮我一个忙。你说，凡是本土洞天的人都帮我杀了。没问题。找死！一群蝼蚁！我操！我勒个骚刚！我操！准备动手，准备动手，别完全救活，半死就行，只要还能抽血。初度众生。哎，终于来了！啊，对对对！什么？尼玛，你们他妈的是谁呀？怎么比我们天魔还天魔？哎，尼玛，你们先别杀激素英了，把这2人先宰了。啊！给你个大头呀！庸医别救了，快跑！不行，那2个人必须先死。大哥，我们用这个追。你这车哪来的？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21款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装逼为飞起来！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啊！坑货，这他妈就是你说的一切可控。嘿嘿。放心，来，我今天就要把我们救死扶伤的名声打出去。啊！燃血！救死接上！初度众生。住手！哟呵，你也给我燃！长狂，怎么跟你脸比多了？真欺我天魔中物！装逼为飞起来！蝼蚁就是蝼蚁，来再多也没用。跑啊，继续跑啊！我看你们能跑到什么时候？
好家伙，前段时间露天店刚死20万人，好不容易送了30万人过来，结果可倒好，一下就干成10万人了。大人，你给我说实话，咱们是不是卧底？咱们的真正目的是不是弄死那些天魔？你给我闭嘴！原本我以为我葬送了10万的成员已经很离谱了，结果你比我送的还多。秘境之中的事情，大人已经知晓。你说的不错，激素营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不仅仅是激素营，还有那2个救死扶伤也是个大问题。我们就是来解决他们的。你现在的路是一条死路，劝你早点跑路。我信你个鬼！那算命老头好像还真说对了。你在担心什么？那激素鹰再强，他也不可能对战100位炼狱强者。至于那2个狗东西，不过区元婴，你难道还担心他元婴能够对战2万化神？啊，对，店主说的是。反正我已经准备跑路了。男人每摸一下兄弟，就会减少100年寿命。但奇怪的是，自己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周围的敌人纷纷变老，只因男人能将自身副作用全部转移。我操！消耗寿命给我治疗，你不要命了，赶紧停下，我没事了。我说过，有我在，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我说保你无恙，那就必然保你无恙。装逼为飞起来！哟呵，这挺好，多活2天不好吗？老子原本还想着用你突破化神，你们非要上赶着过来送死。听过，快，我好了，我要救死扶伤。哟。干不干有屁话？你家吗？我他妈来了！丢！还敢误个锤子，赶紧跑！谁？等等，这秘境有些古怪，我怎么感觉我跑2步就虚的不行？对了，我给你推荐一个春水堂新推出的铂金硅胶手办，细节处理的相当出色，手工植入的睫毛和发丝，加上永久妆容，让面部栩栩如生，身体纹理清晰，配合可动式嘴巴和眼球，真实感爆棚。43个关节让其动作灵活多变，而3层加软工艺的皮肤触感柔软，仿佛真人。165厘米的身高却只有27千克，轻便易携。最重要的是，这款高品质手办价格不到3000元，性价比惊人，是 cos 圈爱好者的不二之选。好家伙，自从跟了你之后，我每天过的是真刺激。老子活了700多年都没见过是个化神，跟着你之后，这他妈直接给我来2万人。放心，不过区化神轻松拿捏。我刚刚又感悟了2个神通，一个叫做恶意重伤，就是我的攻击无法被治愈，只能我才能治疗；另外一个叫做宝体转变，就是我可以让宝物融入体内，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我操，绝了！你之前还领悟了一个病变神通，再配合你的恶意重伤，好家伙，无敌！我一个一休，为什么领悟的都是一些杀人的医术？嘿嘿，这不挺好的吗？奶妈也需要一些自保手段，不是？要不我之后改名叫绝命医师。这群人来的这么快，躲不掉了，你好好保护自己。你呢？你要干啥？不用担心我，你隐身躲着就行，剩下的交给我。小小元婴还敢主动出击，可笑可笑。丢啊！接好了，这一剑用了你们10万元的力气。怎么回事？怎么就剩我一个人了？等等，你不是能够打得过这群人吗？为什么我们还要逃？
你有点拖后腿了，我们先去突破个化神，然后再杀回来。那2个元婴修士，我们还追吗？要不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我感觉我们需要恢复状态。林无道也看出来了，若非怕赵阎王会死，怕是神武商一个人，就直接把这群人给斩了。我有点看不懂了，这大阎王到底是什么能力？他这不仅剑斩神魂，还能斩人寿元。还好我之前跪得快，若非我还有点脑子，通过轮回之体死了一次，了结了因果，不然我怕是要遭受永世的折磨。大人，我真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还用你说？那大人，我们要支援阎王大人吗？支援个屁！你没看到大阎王明明能杀，就是不杀，这是带着二阎王玩呢。我们帮什么忙？姬素英那边怎么说？不用管，除非姬素英即将身死，不然不用管。而且姬素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她应该还有底牌。大人真乃神人也。男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被2个活阎王疯狂。这是梦吗？我竟然会被一个梦吓到。你说那就死符上是蝼蚁？谁家元婴那么猛，单独对抗一个化神不死就很炸裂了。关键是他还反杀了3000。仅仅3个人就把你们玩得像狗一样，这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出去能够带我掌控天下？杀！姬素英本来就是身怀大气运之人，他很难杀。你们口口声声说未来我会登临天地之位，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阻止我，说明姬素英最后还是死了。但是姬素英活着的时候，把你吓得终日躲在地下不敢出来。你放屁！我会被人追杀到如此地步，你可知道我出了这个洞天后我有多恐怖？你看看未来的你。是未来的姬素英。没错。死，他必须死，绝不能让他成长起来。目前我们已经在做了。不够，那姬素英依然没动用真本事，要继续派人，最好让合体期大能下来亲自动手。你们放心，我会开放洞天的权柄，让你们进来。好，既然陛下如此说，我这就去禀报店主。你这车哪来的？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0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到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等等，就死符上又是什么人？你们派了2万化神去杀他们2个，难道在未来他们也很厉害？这个怎么说呢？未来似乎没有这2个人，这就死符上的外号，在未来也没有人听说过。没听说过。你们搞那么大的动静去杀他们2个，他们现在只是元婴，就能够杀3000化神。他们若是成长起来，会如何？不过这似乎也是历史的一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出众，这才遭遇到扼杀。若是我遇到他们，反手覆灭他们。我怎么又做噩梦了？这一次可别把他给惊醒了。刚刚只是不熟练，毕竟要一边控制不让他醒来，还要让他身体有活性，太难了。不过现在我已经完全熟悉了手法。不对呀，他的龙呢？不应该啊！我已经重新为他创造了骨髓和龙精了。那没办法，只能硬来了。这不是梦，你们是谁？给我住手！你这2个畜生，魔鬼！你们给我等着！给你脸给多了！这你没完，你等着我！
你弄啥呢？嘿嘿，这珠子是个治疗宝物，有了这珠子，大燕皇帝估计能很快孕育出更好的龙皮、龙筋、龙骨髓。上道，再说，老子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我随随便便就能突破化神，可就你这小身板，那灵水池哪怕是一点点，我估计你都可能要爆炸。那等东西够了呢？这大燕皇帝怎么安排？杀了，太可惜，他浑身都是宝贝。但是不杀，等他出去之后，估计是个 boss。等先突破化神再说。不过现在材料不够，可能还要委屈这家伙几天。别过来！还是噩梦。说的都是真的，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我总是梦见2个活阎王在剥我的皮、抽我的血、刮我的骨髓。那个梦太真实了，我感觉像是真的一样，生不如死。陛下，我觉得你这种情况不应该找道士，你应该找大夫。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病。不，你可能不知道，大夫更可怕。我在梦里生不如死，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大夫。既然如此，那我随你到你的闭关之处看看，若是真的有什么邪祟，我自然会帮你驱赶。你有没有什么护身符什么的？先给我来个100-200张。走吧，去你闭关时看看，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邪祟，竟然敢惊扰陛下。男人每天晚上都要被杀一万次，醒来却毫发无伤，于是恐惧之下找了个道士前来解决邪祟。放心吧，陛下，我一定帮你解决问题。这回你总算是相信了吧？确实什么伤都没有。我记得我昨天都被干成人干了。今天晚上我会动用我的全部底牌，我一定要找到这背后之人。好，到时候我定要让那背后之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对劲，10分有9分不对劲。今晚我必找出背后之人。我今晚必须。我必须。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我那台苹果15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6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笔记本、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欺人太甚，今晚我火力全开，定要找到那背后之人。为什么他们今天早上起来是这个状态？不是，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嘿嘿，我最近研究了一种梦幻药水，把它们当实验品试了一下，喝了这药水，他们会进入一个粉红色的梦。所以，没错，他们2个昨天大战了一晚上。走吧，剩下的材料我再想想办法，毕竟这是要给你吃的东西，味如此恶心，估计你也吃不下去。还挺好喝。哎，别说，味道真不错。这2阎王不会是想要那个什么吧？大人，你们真没事？当然没事了，不过你这手艺不错。你这药水确实很强劲，我之所以没事，那是因为我能治疗。坑货没事，是因为坑货应该是免疫这些东西，你别轻易尝试。嘿嘿，走，我先给你炼制丹药，然后我们去突破。花石啊，我之前都没想过到这个境界。
不过区区化神，跟着哥混，往后我带你去那所谓的仙界，暴揍那些仙人。仙界啊，修真之人一辈子的梦想。神武商原本是100%能够让赵构的身体强度超越大炎皇帝，但是现在缺少一点材料，目前来看只有90%。算了，应该能成。熬炼身体这段时间会很痛苦，你做好心理准备。放心吧，这点痛老夫不怕。无论你的身体强大到何种的地步，都不要化龙。化龙也许会很强大，但是对于自己未来的路很是不利。那行，你进去吧，会很疼，不过我会帮你。没事，我扛得住。行，你进去吧。我来。如果我不要突破化神了，饶了我吧，我不想变强了。不，你想，我说了，我会帮你。哟呵，我再给你上点强度。坑货！我去你大爷的！有你这样坑人的吗？跟你俩比什么吧？我这是在帮你。这是为王的上坑货！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很强大。行了，以现在的肉身，应该能够完全承受那灵锁。接下来，我们开始冲击化神。这个老六上级带着好兄弟一起合练身体，现在2人准备去突破化神了。好了，该办正事了。年轻的修士啊，是你们帮助我出来的吗？作为你们帮助我的奖励，我可以实现你们一个愿望。什么愿望都可以吗？是的，什么愿望都可以。我的愿望是我要变得比他强。我的愿望是再给我3个愿望。禁止卡 bug。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子管你是谁，给老子爬！嘿嘿嘿，打我笨蛋！兄弟，装逼为飞起来！啥也不是。走吧，接下来开始突破。好了，就是这里。陈师姐真的是给我们选择了一个好地方。可我们突破化神，动静应该很大，到时候会不会引来那些化神修士的追杀？你放心好了，就算你喊破喉咙，也没人会知道的。你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太对劲？行了，别扯淡了，赶紧突破化神。好。这是天道积累的灵髓，不仅灵力含量很高，而且里面自有道运。不是，你脱衣服干几帽？冷霜那药水后劲有点大，我都差点着了道，吓老子一跳！行了，赶紧突破。你这车哪来的？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0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阴阳图，这是领悟了阴阳大道。这庸医在干啥？给你个大嘴巴！哟呵！你这是咋了？怎么你到了化神还不开心呢？坑货！我先问你个事情，你喝了冷霜调制的汤，真的一点感觉都没吗？没有啊！我操！不是，你这是什么眼神？冷霜的那个汤很毒，它会潜伏在身体当中，只要一动用法力，那汤就来劲。兄弟，它不仅能够让你产生幻觉，还能左右你的思想，甚至连领悟的道都能扭曲。所以你最新领悟的道是什么？好在医术大道我是领悟到了，可问题是我又多出来一个神通，而且是个很鸡肋的神通。
什么神通？思春，简单来说，只要我施展了这神通，能够让别人实力爆发10倍。可问题是，被我影响的人心里就只想着男女之事。坑货，你说实话，咱们是不是上辈子有仇？怎么自从跟着你之后，我好好的艺术生涯逐渐的变得不正经？你等等，你用那神通对着草木试一下。我操！你这神通有点恐怖，好家伙，这药性也提升了10倍。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要怪神通，你多动动脑子，开发出一些牛逼的用法。行了，接下来我先突破，你自己慢慢研究。我操，看着就痛。这是多恐怖的意志力！让你上急诊我也给你加点料。动手！不是，这他妈是什么变态？那种肉身和精神上的折磨，根本就不是人能够忍受的。你竟然还能睡觉！哟呵！既然这个没用，那我再给你画个乌龟。呵呵，老子今天就不信了。哟呵！老子今天就算是把功德消耗完，这乌龟我也给你画上去。这没有道理啊！我乌龟哪去了？两个老六上级友好的帮助对方突破化神秘，现在两个还有谁？我们同样是化神圆满，我怎么感觉你比我强了不止10倍？我的实力怎么说呢？无敌！这就是化神。新手膨胀期，等你完全掌控了自己的力量之后，那种感觉就消失了。大当家，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不你先说好消息？我们10万个兄弟都服用过你灵魂炼制的神魂丹，所以那些人似乎和你产生了一些奇怪的联系。在你突破化神的同时，他们的灵魂也突破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阎王殿现在有10万化神？对，可以这样说，但是那是10万化神神魂。什么意思？因为灵魂太过于强大，导致肉身无法承载，所以咱们10万兄弟全炸了。你该不会让我去给你找10万个化神肉身吧？没错，而且这件事情要做快点，若没有肉身承载，时间长了会消散在天地间。我们现在怎么办？等我把这关通过了再说。你在玩啥？最近爆火的休闲游戏啊！你看，开局一只小粉猪，召唤出什么全看你选择，然后不断强化升级，最后通关能领超多奖励。最近出了很多新关卡，这关我玩了好几次都没过，不信你来试试。看着有点意思啊，在哪下载？不用下载，直接点左下角就能玩。你们都来试试。那我赶紧去试试。激素英不是正在和100多位炼虚强者战斗吗？走，我带你去偷尸体。我操！这他妈可能就是命运吧？妈的，命运要是能够实体化，本作一定要让你体验体验什么是救死扶伤。狗日的命运！跑，必须跑！这2万化神修士说没就没了，这还玩锤子？大人，你看着我干啥？阎王殿这么强，你给我的情报为何没有这一环？我操！特么的，开始甩锅了。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2万化神的死和那个救死扶伤有关？你觉得我是傻逼？我操！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要自爆？不是，你想死别拉着我呀！给我这牙！我他妈怎么会有功德？哦，我要是说这纯属是个误会，你信吗？我懂。不是，你懂什么？
不管是之前的50多万怒天殿成员，还是这2万化神大能，都在你的算计之内。其实你真实的目的是想要覆灭整个天魔军团。什么鬼？喵！怪不得你之前说一切可控，那可不是吗？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啊！不，你想太多了。我是天魔之种，我只会规划天魔更好的入侵这个世界。我懂，大人放心，不管大人做什么决定，我永远跟着大人。不过在此之前，大人您这功德都压不住了，您要不收一收？好家伙，这功德收得如此熟练，还跟我装！不管如何，你说的一点没错，那救死扶伤是个变数。我这次会让大人派遣10万化神，他们必须死。大人，你送2万化神，那功德都压不住了。这一次送10万，会不会太多？我是天魔之子，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天魔，你明白吗？不是你想的那种。我懂，我明白，想要骗过敌人，先骗过自己。你脑子有问题吧？算了，和我一同去大人那边要人。我要一起去。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放心，这一次我必然会让你要到更多的人。我太难了。算了，走。我给了你那么多人，肉包子打狗，屁都没放一个，你现在还敢来要人？大人，我可以作证，这件事情和大店主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救死扶伤。属下有个大胆的猜测，他们会不会也是天魔？你是说他们可能是我们敌对的天魔一族，这是来故意找我们麻烦来的？我们先用10万化神来当作鱼饵，测试他们是不是天魔一族。为何要10万化神？大人，你想啊，若非是和你有仇的人，我想没有人敢胆大的直接全灭了10万化神。可若是真的有人这样做，那这人的实力和手段，我想大人应该清楚是哪个天魔一族的手段。大店主有点怀疑人生，因为副店主帮了自己大忙，帮自己要来了10万化神，一切似乎都没有问题，可他又感觉一切都是问题。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矛盾的巧合？大人，这一次你准备多久弄死那个10万化神？你他妈说的什么话？对，我唐突了，小心隔墙有耳。我有你。我操！太像了，就这护犊子的表现，要不是你努力的压制功德，我就真的相信了。大人，此次10万化神，你有把握吗？放心，这一次我会让那10万化神先潜藏。首先要摸清楚那阎王殿的实力，这一次有这10万化神修士，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到时候这10万化神消失，我怎么给你圆过去？你算了，放心，这一次这10万大军必不可能消失。2个老六为了收集10万的肉身，偷偷来到天魔场。劈手！怎么突然这么菜？这激素鹰动真格了，我们也不能留手。你们是谁？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啊！出生！你别就死，再就按不住了，给我干他！我。就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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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呵！飞起来！你不是这样就死的，你这是想让我死吧？我喜欢。高顶，不对劲，人咋少了这么多？操，这群人怎么跑了？有没有出息啊？不行，不能让他们跑了。有一
走，我们去拦住他们。怎么拦？开这个去。你这车哪来的？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0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别闹，我们2个花神去拦截100多连续强者，你想什么呢？行吧，但是这个效率太慢，兄弟们还能撑多久？应该还能支撑2年半。2年半，我上哪去找10万个化神的身体去？走，带你去行医。你等会，这是什么操作？我怎么有点看不懂？这段时间我俩先去打探消息，你就正常行医就行。行，别的不行，但是治病这个事情我十分擅长。这一次我要让你成为救苦救难赵天尊。这次可不能坑我了，我。放心，这次包不坑的。那什么山河秘境可以收起来了。OK。哎，不是，我还没上车呢。东西早就到手了，不用追了。多谢。我操！不是我没有得罪这2位爷吧？啊，那个，你想要让我买你的东西，也不至于行如此大礼吧？好久不见，不过我怎么感觉你有点不太一样啊？哎呦，这2个小别致长得可真东西。老东西，信不信我吞了你？你若是再乱说话，我就吃了你的灵魂。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让他们神魂寄宿在这上古神牛和上古天马的头中，这对于他们而言确实是个不错的机缘。他们是被天雷给劈了，最后肉体所坏，无奈之下才躲进了这2个头颅里面。话说，我们见过，我怎么对你没有印象？你不认识我，开什么玩笑？我确实对你没什么印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他妈想要抽你。行了，不管你认不认识我，都无所谓了。我等你很久了，有些因果也确实该结束了。你的东西我还你了。这是我的东西。等会，你现在修炼的是什么道路？儒道。这个我知道，我是说你的攻击手段呢？我给人讲道理。若是人家不和你讲道理呢？我和你容我捋一捋，你现在的法宝是镇魔神幡。神武上呢？应该是剑修吧。乱了，真的乱了，除了赵构，全乱了。你的清平剑呢？清平剑好像在我兄弟手中。日他姥姥的，我没有安排错啊，怎么出现了这个岔子？行了，东西我已经给你了，再见。不，再也不见。啊！什么鬼？算了，刚好神武兄是修炼剑道的，到时候把这4把剑给他。这个有什么用？拿来吧你！来人发现一件奇怪的事，这里的人会统一在上午摔断腿，下午摔断胳膊，而且非常害怕被治好。这他妈是什么情况？你是不是故意揍人了？我没有啊！操！怎么给你脸给多了？别动！啊！你在那边干什么？你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赵构说了一下事情经过。这他妈谁干的？真不是你做的，真不是我干的。你那边问问，你们什么情况？怎么每天受伤？我们是被人抓来当苦力的。之前我们受伤了，还能休息一下。可自从你来了，我们一受伤你就治好，一受伤你就治好，搞得我们没日没夜的干活，想休息都不行。我先给你们疗伤。我操！是谁那么缺德？我操！真不是你。我是那么缺德的人吗？这里面有100多个肉身，哪来的那么多？有些人不是元婴巅峰了吗？我就帮他们进入化神，不过他们的死和我没关系，主要是他们没有扛过雷劫，所以我就帮他们收尸了。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啊！现在上转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走，跟他们去看看。我操！1个、2个、3个，我去，那边还有。匕首！嘿，你爸的！来人！我他妈来了！我问你说，滚！啊！坑货！哼，
我咋没死？这么喜欢捅自己，那我帮帮你。你是扶桑，你是就是。你认识我吗？扶桑大人，自己人呐！我操！不是，特么谁跟你自己人？咋的？一觉醒来，我成天魔了。大人，我是怒天店副店主的亲信，您和大店主的计划，副店主早就告诉我了。副店主让我找机会把天魔的10万大军藏身地点告诉你，说我要是办好了，就是大功一件。不是，你等会儿，你说多少？10万大军都是什么修为？化神。好，这一次你确实是大功一件，告诉我那10万化神都在哪？果然，副店主猜测的是对的，这扶桑果然是大店主的人。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这是大店主亲手交给副店主，还特意告诉副店主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救死扶桑2人。既然不能告诉我，那你这是……大人您就别装了，副店主早就告诉我了。其实您和大店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你们真正想要做的是覆灭天魔。副店主的意思，若是没有把握一举全灭那10万化身修士，最好不要动手，容易露馅。这个，好，我能一下覆灭这些人。既然如此，那大人你暂时还是天魔，这个东西等你回去给副店主，他是个人才。这10万人分不出去，我可以短时间掌控秘境之中的一切，无论是消息，还是想要悄无声息的杀某些人，我把这个计划称之为蛛网。现在的我只需要一声令下，一切敌人都将会被一网打尽。真的会如此简单？而且你这那么分散，真的能够全部覆灭？肤浅，别看我的人现在如此分散，但是这只是表象。当我下达命令之后，这群人就会瞬间收拢。我知道你不信，但是我之所以能坐稳店主的位置，就是因为我能够做出别人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来，这就给你演示一下。我操！那个大人啊，你这让敌人全军覆灭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这我还没有想好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圆。你等一下，让我静一静。大店主太急了，这才不到半个月就全灭了，你让我用什么理由给你搪塞？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激素鹰吗？完了，这要怎么圆？你们2个这次立了大功，你们猜测的不错，这次我们的人却是被别的人算计了，这次我们损失惨重，接下来将会是其他人来接手这件事。不过你们也无需担心，这是我赐予你们的御史权力，即便是后来的天魔，也需要听从你们的安排。我没事。果然，一切尽在大人掌控之中。你他妈！大人，既然你摆了其他天魔一道，这种事情新来的天魔绝不可能容忍，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再把他们搞了。而且我们的权力比其他天魔大，所以他们还会暗算于你。大人倒不如考虑一下，接下来应该如何面对新来的天魔。分析的很到位，可关键问题是我特么没算计其他派系的天魔。什么叫我搞了其他天魔？这话说的自己像是一个老阴笔，算天算地算空气一样。首先我要纠正一个问题，10万天魔全灭，而且被其他天魔接过，这件事情不是我谋划的，清楚吗？我懂。我他妈还没说你就懂了。我是真正懂你的人，你不说也会懂。男人升级神魂之后，却导致上下集体爆炸。就在男人还在为他们肉身发愁时，怒天殿10万天魔正好送上门来。还真别说，怒天殿店主的布置是真的不错，就像是一张蛛网，蛛网之内一切事物都在我们掌控之中，甚至只需要一声令下，就可以把整个洞天一网打尽。我去，这怒天殿店主这么厉害？确实有些东西，这个布局简直是个鬼才。大当家，你是不是真的和怒天殿店主合作了？若是我真的和他合作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天魔的具体消息。你这是什么造型啊？路上收的2位书童，结果半道上被雷劈了，神魂和这2个头颅融合在了一起。那你再给他找2个身体啊？找不到合适的，这2个头颅不太简单，一般的人类承载不了。巧了不是，我这边正好有2个身体，说不定他们能用。那走去看看。小子，你放心，等我们脱困，我必杀你。就是这2个。他们进万魂幡会怎样？首先，我这是道德幡，
好，道德番。我会在万魂，我会在道德番中设立轮回，让他们经历无数次人生。不过每一次轮回都会有各种人破灭他们的人生。好家伙，我和赵构只是折磨今生，你倒是好，直接折磨人家永生永世。你确定这群人不会绝望吗？不会，他们若是绝望了，我会再次创造人生，一直让他们不绝望为止。我操！这是什么？这是我创建的组织阎王殿，还有这个也给你。你这车哪来的？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0万，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阎王殿也迎来了他们的第3阎王。好了，现在得罪阎王的下场，此已经不是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原本我还想要成为阎王，可现在看来，我怕是这辈子都不可能了。你就别想了，若是可以成为阎王，我早就是了，而不是现在的判官。不行，我一定要成为阎王。我已经知道成为阎王的关键，那就是必须做到让人生不如死。肤浅啊！那大人怎么成为阎王？要做到令人极致的精通，这一点你做不到。不行，我要继续努力。庸医去皇宫了，我们去看看。刚刚传来消息，这次的天魔叫陈北平，这次他带了100万天魔，其中炼虚强者7万，化神40万。大人，这次可有信心给他全灭了？我再强调一遍，天魔的灭亡和我没关系，懂吗？没关系。这个我知道，但是大人，你真的没有别的计划？难道真的让陈北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所以依你之见，我们又当如何？那就要看大人如何选择。若是他们不对我们动手，那我们自然也和他们相安无事。若是他们动手，我操！要是人家真的动手，我又能怎么办？我现在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哦，我明白了。你又明白了。我理解你的意思，这一次我会亲自前往秘境一趟，我保证这件事会办得稳稳的。你真的有办法？有些事情大人您不方便做，但是我可以。为了大人的长远的计划，我必定把这件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这副店主他到底想干什么？看来你确实学到了我的一些皮毛，不过你有几分把握？应该有个90%的把握。好，你去办吧。我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赵大夫，不，赵阎王，我求求你了，要不你让我死吧！真的，只要你让我死，来世我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坑货，快来给他负伤，我一个人太无聊了。你这医师有点不当人啊！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哈！马麦皮，你谁呀？来，老夫略懂一些拳脚。看你脸给多了。巧了，我虽然是1阶书生，但是在下也略懂一些六艺。来，谁怕谁？我操！愿知这是的。切！东北。我操！我尼玛还带开挂的，咱俩拳拳到肉的打一场。你是个屁也不要打！你奶奶的！你这么精通一些神招，你丫的是书生？尼玛，你到底是大夫还是毒士？你的毒就没停过。阎王殿今天又来了2个新成员。坑货，这大雁皇帝是黑龙，加上旁边的白龙，你看他们2个像不像黑白无常？你们2个可真不错啊！一个找到了牛头马面，一个找到了黑白无常。我们阎王殿在你2人的努力之下，真的是越来越往正轨上走。你不还找了判官，甚至连轮回盘都是你找到的。你给他们见识一下救死扶伤完全体。你们开心一点，要不然我只能让赵青给你们再轮回几遍。
查到了，当初是青莲帝君那边的人偷偷潜入秘境，想要破坏万兽魔君的计划。原来如此，我就说这仙元世界绝不可能有人能够悄无声息地灭掉如此多的天魔。好家伙，这不都是你安排的吗？你现在怎么还装起来了？你准备的如何了？为了让整件事情看起来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还要考虑很多事情。我不管你有什么计划，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我在天魔之中的地位不能动摇。这个当然，大人还需要藏，需要带领天魔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你真的懂我的意思？大人这话说的，我当然懂啊。大人尽管放心，这次过后，我保证你的地位不可动摇。其实这100万天魔不妥。你知道我想要干什么？若是大店主真的覆灭了100万天魔，那就过于恐怖了，怕是万兽魔君都会坐立不安。所以这一次尽量做的，让人看起来和大店主没有任何关系。大人，虽然这100万天魔十分诱人，但是我还是希望大人不要动心。我给大人推荐一个神器 COC 星离奈，能随时爆发你的小宇宙，全自动化操作，帮你打理一切，随时准备下一次战斗。它就像是你的个人能量站，及时为你补充能量。只需在抖音商城搜索 COC 星离奈杯，就能获取同款神器。我勒个豆！这副店主还真的懂我啊。为什么？我知道大人心切，但是你想想，万兽魔君麾下才多少天魔？差不多500多万。这一下损失100多万天魔，谁不肉疼？你要是真的做了，别说万兽魔君了，其他天魔怕是都容不下你。可那100万天魔就这样放过吗？等等，这次秘境最主要的是什么？除了激素鹰的机缘，其实最为关键的是那黑龙皇。你说的没错。那就好办了，我会尽量的去说服黑龙皇，让他和大人结盟。那您未来的天魔可就不止100万，到时候要多少有多少。好，这件事你好好办，争取拿下黑龙皇。好，我这就去办。实际上，陈北平来仙源大陆，其实主要也是为了黑龙皇。大人，您就不怕他真的说服黑龙皇，到时候他们弱势联合，我们的计划就全完了。他必然不可能成啊？为何？因为压制诅咒的东西，大店主早就搞到手了。那陈北平说的在天花乱坠，没有实际的东西，黑龙皇都不会信任他。大人，虽然您这样说，可我还是不放心，我偷偷进去看看。阎王大人，我有事汇报。随后将陈北平带来的100万天魔的事情汇报。好家伙，我倒是差点忘了这个人。我记得他好像是涅槃体加万毒体，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还活着。还有一件事情，那个阎王令我暂时还没给副店主，因为若是死了100多万人，这件事上面一定会调查。这个时候告诉副店主，容易暴露。100多万天魔太多，我们尽量先避开。不过陈北平必须要给他弄过来，别的不说，就那涅槃体就很不错。这100万天魔，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能让他们太顺利，最好后面还是把他们灭了。不错，柠檬味儿的。不过这次的功能是什么？嘿嘿，这个是遗忘药水的改良，服用这个药水之后，会直接忘掉今生。孟婆汤。大阎王，孟婆，这是不是有点太老了？嘿嘿，没事，你想要叫什么名字，你自己决定吧。行了，你去忙吧。好的。你是不是想要让我把天魔的事情告诉我姐姐？聪明，不过在此之前，你还要先去做一个事情。什么事？既然这次的秘境是那黑龙的舞台，你去给他提前解开诅咒，让那黑龙早点成长起来。接下来是他的表演。最近我探查到一些消息，古天秘境里面不仅有古天丹，其实还有一个仙人作化的尸骨，说不定里面还有残魂。你别告诉我你想要去触碰这种东西。那也没办法，因为这尸体下面就是被镇压的血海，而且几乎所有宗门都在奔着这个秘境去，咱们必须要去看看。不过你们放心，有我在，你们两个绝对死不了。也好，若是有无尽血海的话，阎王殿的资源将会解决。至于那仙人尸骨，我确实想要看一看。若是真的有残魂，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机缘。我操！好吧，赵青还是太嫩了，不知道坑货为什么叫坑货。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仅仅向阎王殿汇报了点消息，就能一跃成为怒天殿最富有的。这就是阎王殿啊！嘿嘿，除了那个镇魂铃之外，难道就真的没有替代之物了？我操！姬明月，姬明月为何能够进入皇宫，而且像是在逛自己家的后花园一样？偷袭！小小蝼蚁也敢偷袭？滚出去！
哼，好狠的小子！青莲宗哪来的这么多化身？你到底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你就敢偷袭我？马英剧毒，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是陈北平？是我，可你知道了又能如何？我要死了！ 3、2、1，倒下。这不可能，你们怎么没事？嘿嘿，带着阎王。可恶！今日之耻，来日必将百倍奉还。报告，陈北平跑了。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我那台苹果15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6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笔记本、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有人。人呢？不知道，可能看错了。我操！你们这是不是有点假了？你当我是傻逼吗？这什么情况？我有困阎王的信印呢。大人，您还好吧？你让我缓一缓。你是什么时候加入阎王殿的？小弟就讲述了自己的加入经过。老大，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之前在怒天殿也干过不少的坏事，虽然你也是听命于人，可这和你脱不开关系，也就是说你有罪。那我应该怎么赎罪？该不会要被救死扶伤吧？要不你直接把天魔的计划全部上报，也许可以功过相抵。有点困难，虽然我和大店主走得近，可实际上天魔的具体计划他从来不跟我说，他只是命令我怎么做，我也没有多问过。其实倒也不是没有办法，起码大店主现在还是信任我的，也许能够从他嘴里套出一些话。随后，小弟把飞龙的事情也告知了副店主。什么是绝对掌控？这才是绝对掌控，甚至可以说，现在阎王想要什么样的结局，洞天就是什么样的结局。我这是飞黄腾达了，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感觉，不管是怒天殿还是天魔，在阎王殿面前，似乎都只是玩具。老大，有没有可能，那并不是错觉？虚无剑魄。仙人指骨。你获得了什么神通？我的叫做法力通调，也就是我可以让一个人的法力转变为他身体或缺的部分，例如让一个人的蓝条转变成血条。哦，你是什么神通？生命掌控啊！要不你施展一下我看看。我操！要不往后这就是你来当。我只能让他人活着，但是他的疾病依然在，俗称活受罪。我的神通叫做千言真灵，这个神通有些意思，就是我说出的话最终都会实现，但是会受到我实力的限制。那也挺牛逼的。有了这千言真灵之后，别人在道德繁殖中，无论怎么逃跑，怎么改变，最终都会按照我的故事来进行。我操，那不是更加绝望？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就算他绝望了，你不是也能治好吗？殿下，不知道此次为何而来？阎王说，龙源秘境你可以打开了，当然，接下来的一切形式，你需要听我调遣。好，没问题，我这就去办。到时候秘境内的龙源盘记得给我。好的。我爹的意思是直接把整个秘境据为己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直接清场。爹，三皇子其实自己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却把这件事情推给我们，这不是摆明的要让我们成为坏人吗？我们南宫家之前是好人吗？三皇子让我们南宫家吃这个大头，这其实是个好事啊！你想想，这次龙渊秘境被我们南宫家收走，等我们出去之后，我南宫家若是想要创建实力，天下人岂不是趋之若鹜？可这是阎王的。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南宫家也是阎王的？好了，出发，开启秘境。3个活阎王上级在秘境中获得了3种神通，现在准备开始搞事了。此时天魔大范围进入洞天，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激素鹰，而另一方面估计就是为了那小黑龙，当然也不排除是为了你。
所以这一次我要参战。去吧，救苦救难赵天尊。那你会看着我的，对吧？你放心就好，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把黑龙送出去。看来你的东西也已经到手了，而且没怎么受伤，你确实长进了不少。嘿嘿，那是当然。姐姐，走，我们去补天秘境，正好我也试一试我龙元盘的威力。你就不问问我有没有得手？我姐姐这么厉害，不过是区区一个虚无剑魄，那还不是手到擒来？你呀，可不要对姐姐如此盲信。补天秘境，那是整个秘境的核心，也是整个秘境最后的决战。到时候不仅仅是宗门之人，还有整个秘境的本土之人，怕是都要参战。赵长老，你怎么在这？素英啊，真巧，没有想到在这也能遇到你。不得对赵长老无礼。是，不好意思啊，赵长老，妹妹尚且年幼，有些不懂事，还请赵长老见谅。无妨无妨。啊！我他妈来了！你怎么跟狗一样？天魔怎么会在这里？这天，赵构拉肚子，天魔正在路上行走，忽然看到了赵构，内心震怒，想要杀了赵构，于是暴起伤人。我操！天魔怎么会在这里？嘿嘿，真的成了！天魔之众来到仙元世界，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斩杀姬素英。然而他们在被姬素英打败之后，因此记恨上了救死扶伤，想要除之后快。不是，你是让我编造的故事合理吗？他们被姬素英打败，为何要记恨你和赵构？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这也太不合理了。千字真言虽然影响现实，但是其中必须要有一个十分严谨的逻辑，否则也无法实现。天魔被姬素英打败，然后无意间得知他们这次战败和救死扶伤有些关系，因此记恨上了救死扶伤。有一点逻辑，勉强吧，我试试看。还是无法成立。为啥？应该是姬素英这一次并不一定能够打败天魔，所以后面的事就无法发生。姬素英强大的过分，一剑天地寂静，两剑天地悲哭，三剑万物众生湮灭。天魔在姬素英的手中就如同臭鱼烂虾，还是不行。姬素英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炼虚，天魔还是有合体期大能的，甚至有可能不止一尊。你这种真言也是无法成立的。那你再写上天魔合体大能得了痔疮，参战不了。合体境界怎么得痔疮？你捅的吗？你这说的什么话？就不能是庸医捅的吗？坑货，我也在开会，不是死了？开个玩笑，嘿嘿。那你就写天魔的合体强者，冥冥之中感觉这其中有一些巨大的阴谋，然后他们调查真相，最后发现有个叫做扶伤的人，很牛逼，很帅，也很危险，他们想要杀这个叫扶伤的人。我能问个问题吗？你说。你咋那么想要凭空树立敌人？敌人太少，生活没有乐趣。梦谁出了梦卡，梦谁出了梦谁卡，大地瓜的梦。他这是怎么了？不知道，我回来的时候，大店主就这样了，似乎是丧失了一切记忆，智商如同一个孩童。到底是谁能够无声无息地洗掉我的记忆？好在大人你有先见之明，把自己的记忆提前复制了一份给我。你认为这件事是谁做的？你觉得我们现在对谁的威胁最大？你若是得了痴傻之症，又对谁有好处？是他，陈北平。属下不敢断言，属下也只是猜测。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说话滴水不漏。你呢？事情做得怎么样了？这是黑龙皇的亲笔书信，你看看就知道了。好，很好。你这次做得不错，我们这次立功之后，未来将会飞黄腾达。虽然这件事情你做得不错，可现在的问题是陈北平那边怎么解决？我已经安排好了，大人尽管放心，这一次陈北平必败，而且他们失败的原因不会算在您的头上。我操！这么自信？大人，你觉得姬素英若是知道陈北平带着如此多的天魔进入秘境，姬素英会怎么做？你故意给姬素英透露了消息。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是呢，姬素英无论是上一世还是现在，她确实都有些无敌。当然，这是那些大人不出手的情况下。若是那些大人出手，若是大人物出手解决了姬素英，那不也是大人你想要看到的吗？
说得对，你干得很不错。这次过后，你我将会在天魔之中完全站稳脚跟，到时候你我也将会带领100万大军。若是到时候把这100万天魔坑死，阎王将会给我个什么奖励？为了100万大军，我必定会尽心尽力。好，若是我的计划全部完成了，别说100万，就是500万、1000万大军也不是不行。真的？那个大人，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能不能和我说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完成？可以，那我接下来就给你说说我的第一个计划。千言真灵生效之后，那些天魔心中逐渐开始有种奇怪的想法。接下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先要铲除激素鹰。同意，我也同意。等一下，为何我们要杀激素鹰？而且为什么你们同意了？我还是重新说一遍，我们眼下最为重要的是补天丹。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杀了激素鹰。我其实没有想要说后面那一句。我懂老大的意思，就是现在别的事情都不管，我们先去谋划补天丹。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杀了激素鹰。不行，一天不杀了激素鹰，我浑身难受。这激素鹰他奶奶的，到底是谁？他这是多想死！我们现在不杀他还不行？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还有很多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免费设置。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来人，给我去查，看看激素鹰到底是谁，什么身份？你是谁？大店主派我过来，给你们送激素鹰的被纸。好，走，我们现在就去砍死他。不是吧？仙源大陆有将近30%都是天魔，不知道激素鹰能不能抗住这次的敌人，实在是太过于庞大。方才那是补天丹的气息。好像已经有人进去了，手段非凡啊。这天下唯一能够在秘境尚未开启之前就进入秘境的人，怕是只有陈巧丽师姐。这补天丹确实有些离谱。怎么说？补天丹不仅能够直接让一个人复活，而且还能将他的身体塑造成一尊无瑕的道体，突破自身的所有极限。往后的修炼只需要资源足够，修为就可以迅速提升，没有瓶颈。不用去冒险了，补天丹我应该已经拿到了。刚刚进去的是你的人。不是坑货，你丫的是真的坑啊！你让赵青写的故事这么搞得我现在像是在与全世界为敌。放心，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我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吗？怎么人人都想杀我？明月，保护好赵长老，我可能顾不上你们。姐姐放心。难怪我一直下意识的想要杀激素鹰，就他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怕不死，补天秘境怕是没我们什么事了。杀了他！尼玛，激素鹰也太强了吧！2剑把第一批天魔直接全军覆灭。我都感觉不需要我的针眼，激素鹰本来就能干掉他们。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还有很多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免费设置。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这玩意你认识不？这不是你的道德番吗？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看他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你该不会想要让我也进入你道德番吧？不是，要不你拿着这道德番试一试，看看有没有其他感觉。我操！我说青啊，你要是缺少什么，你跟兄弟说，没必要用你的法宝来讹我啊。其实我之前一直有个东西想要送给你，但是我一直都忘了。这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我是谁？我来自哪里？你该不会是傻了吧？要不我让庸医回来给你治疗一下。不用了。梦塞出了梦卡，梦谁出了梦。不是，你和庸医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没有，但是我就是想要坑他一下。赵构最近会多出来很多痔疮患者，赵构每天都要看各种各样的菊花。
不是，这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个都是花神强者，怎么会有痔疮坑货？是你干的还是赵青干的？赵青干的。小青啊，你这怎么老是喜欢让别人的菊花受伤？你原来是这样的人。我去和赵构兄弟谈论一些事情。噩梦缠绕。男人修炼一生只求长生，却不小心被两头阎王疯狂缠绕，结果长生大帝硬是突破成了忘忧大帝，从此走上一条不当的道路。激素营，我来救你了。宗主，方才是你救了赵构长老，你进入了合体境界了，那岂不是说你已经领悟了生命大道？没有，我领悟了另一条道路。不是，长生大帝不领悟生命大道。你去拿忘忧，呸！你去拿补天丹，这里交给我。偷袭，这是黑社会啊，不讲武德。忘忧。不是，我还没怎么用力啊，这怎么就全没了？我操！忘忧大道这么屌吗？哼，愿这是被噩梦缠绕。哟呵。忘忧。走。啊！你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我就是释放了一下法力，可能是因为我有这个神器吧。COC 星李奈，它拥有全自动化操作模式，能帮你轻松搞定一切繁琐事务，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保持最佳状态，仿佛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随时都能火力全开。只需在抖音商城搜索 COC 星李奈，就能获取同款神器。嘿嘿，我操！愿这是被噩梦缠绕。丢！噩梦缠绕。丢！啊！飞起来！噩梦缠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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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绕。啊！丢！操！给你脸给多了！今天就让你知道，你不过是刚刚迈入合体境界，有些事情也不是你能够掺和的。咱们有土笔话。对了。一点攻击力都没有的灵力，就你这样的合体修士，稍微厉害一点的炼虚修士也能杀你。不过是苍老，这也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我只是先行一步而已，无需忧愁。我们这还在打架呢，这老头怎么就敢砍上了？死亡终究会到来，与其惧怕死亡，倒不如无忧无虑的去迎接，去拥抱。原来这就是死亡，也不是很可怕。我操！这是怎么回事？老糊涂了。不对，没有忧愁，这难道就是我的忘忧大道？会不会是这老头的诡计？死亡而已，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任何的烦恼。不知道为什么，谭志新感觉自己将要走上一条不当人的道路。炼狱展开。要不你们死一下，我真的不擅长杀人。丢！哇！发！我的长生大帝呢？这他妈我长生大帝给我干哪去了？大人，这谭志新很重要。他当然重要，而且是至关重要，因为他是我们未来天魔统治这个世界的基石。我们需要他这个长生大帝去唤醒仙界之术。可现在我长生大帝呢？你去，无论如何都给我把这个谭志新给我掰回来。这个呀，我怎么掰呢？说真的，就他这个靠近就变傻的领域，我也不敢近身啊。让谭志新无意间把这个东西捡到，他自然会领悟生命之力。大人，只要谭志新领悟生命之力，是不是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放心，只要他领悟生命大道，一切就都在掌控之中。你们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我吗？
不过是奉献我等的生命而已，并非是凡有之事。对于存活了无数年的我们而言，也不过是另一种归宿。现在怎么办？这谭志新确实掌握了生命大道了，可问题是，按照他这个路子发展下去，到时候先进的世界树吸收他的生命，还是他吸收世界树的生命，这他妈还真不好说。你说这个世界最后还能如我所愿吗？大人不必担心，虽然中间有很多小插曲，但是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比如说陈北平的天魔损失惨重，而且和我们没半点关系，没人会怀疑到我们头上。你说的对，而且大人您忘了吗？黑龙皇已经和我们合作了，我们现在就算什么都不做，那都是大功一件。你说的对，所以这一切不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吗？你说的对。姬素英十分谨慎，因为他知道这才是洞天中最大的 BOSS。当鸡鸣月帮黑龙完全压制住体内的诅咒之后，此时他的实力已经来到了合体期大圆满。这娘们得到了阎王的赏识，阎王要用我来为他提供无敌的信念。剑道领域。剑道领域。此时姬素英注入自身所有法力，甚至整个剑道领域的都凝结在这一剑。买真的？那我赶紧在游戏里找找攻略。什么攻略能打败我？我最近在玩一个三国游戏，可氪了不少，要啥有啥。那都是假服，你也敢玩？还不如去玩我左下角的群英风华录，向左跟听全都在玩，值得信任。不仅美女多，画风漂亮，游戏里还有影视级别的战斗动画。该不会又得氪金吧？氪不了一点，现在登录就送吕林起，外加1000连抽，10连必出金卡，首日 VIP5免费送，再输入几个礼包码，主打就是零氪轻松称霸三国。不过你没机会去玩了。很好，你成功惹怒我了。黑龙皇开始全身惊血。够了。Hello， 你好。杀了吧你！想来方才的那一招是你最后的绝招了。如今这样的情况，你还要打吗？哼，姬素英，我不是败给了你，我是败给了天道。我看样子你很不服气呀，那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希望你还有这样的好运。此次秘境以青莲宗大获全胜而结束。此次青莲宗怕是要成为天极圣地之下第一宗。可惜了我的秘境啊，都成废墟了。他们人呢？大阎王、二阎王身为青莲宗的长老，出了秘境之后，自然是和青莲宗的人会合。忘忧大帝身为宗主，自然去整顿宗门了。不过三阎王离开了，他说和你们在一起，他觉得太缺德了，他要走读书的路子。我操！好家伙，什么叫做和我们一起太缺德？就他妈最缺德！接下来的2个月，神武商一直在炼化整个地方，最后终于突破到了炼虚巅峰。但是影卫们也跟着突破到了炼虚，所以他们的路是又远。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炼虚期的灵魂就算没有肉身也不会消失。秘境结束后，生活也归于平静。师弟，好生修炼，接下来一段时间将会十分安静。谨遵师姐教诲。对了，虽然我知道你一定是隐藏了境界，但是想来最高也不过化神。如今天地已经发生变化，你修为依然尚欠，在没有绝对的大事，最好不要走出藏剑锋。我知道了，师姐。没事没事，我吃糖葫芦卡住了。多大的孩子了，还如此毛毛躁躁。我没事了。安心修炼，我先告辞了。方才明月那么惧怕你，说说吧，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想要杀我？杀你也不过。小子，你这是在挑衅吗？挑衅？你可以这样认为。你有反弹攻击的手段。难怪你对老夫有恃无恐，原来是有反弹攻击的法宝。不过，你真的以为单纯的反弹攻击，我就没有办法对付你了？好，那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对付我？冲洗！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苹果14还卖了3900，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平常用不到的平板笔记本也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虽然你是炼虚境巅峰，但是炼虚境界和合体境界之间差距很大。比如说，我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捏死你，而我一根手指头的力道，对于我而言，并非是什么巨大的伤害，尤其是在我防备的情况下。这怎么可能防不住？所以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不对，还有办法。神武商看着这蜂蜜，反而笑起来了。他确实想过自己的外挂会遇到这个麻烦。蓝血飞鸣剑。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他这不是在做。神武商还在对着他摆天花白鹿，双手还在对自己比划着什么，他并没有理会。看着从天花白鹿身上抽取的绿色血液，那些血液带着浓郁的墓道之气。神武商感觉，若是这墓道之气足够多，是可以凝结出肉身的。你为什么没有变成女子？你还有让人变成女子的神通？天花白鹿神情呆滞，他选择不回答。神武商直接把天花白鹿的灵魂硬生生的扯出来，然后开始缩回。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你个魔鬼！最后，神武商发现，随着那绿色血液越来越多，血液开始凝聚成一个肉身。哟，好东西！不，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姬素英和姬明月的师傅。但是你想杀我，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能放过我吗？身在修真界，确实没有善恶。今日之事，若非不是我有些手段，在你想要杀我的时候，我跪下来求你，你会放过我？我会。我在你眼中也不过是一个炼虚境界的蝼蚁，死了也就死了。但是现在你栽在了我手上，你也应该坦然接受自己的遭遇。毕竟在你想要杀我的那一刻，就应该想好自己可能会死。坑货，别杀他，我正好也有一些想法。赵狗，你特么！他尚未说完，忽然就感觉自己浑身的法力都变成了吃人的虫子，在不断的撕咬他的血肉。你此时天花白鹿感觉自己像是在被千刀万剐，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赵构直接利用法力同调，直接把天花白鹿身体里面的法力全部转成经济，法力的流转就相当于经济在一寸一寸的割裂他的血肉。庸医，你在折磨人的路上更进一步。
我发现我似乎能够通过这种手段创造不死物质。不死物质？对，但是我总感觉缺少一些什么。来，我再继续研究研究。老实点！救命啊！3天后，天花白鹿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他妈的救死扶伤。赵构为了研究不死物，他需要把白鹿全身的骨头都碎裂，这就需要神武章，因为神武章是7能够让他的身体每一处都均匀。赵构则是开始创造一些本是古怪的东西，在他的身体还形成了一个硬块。每当他要精神涣散、生命垂危的时候，赵构都会把他医治好。至于他身上的硬块，则是被赵构切除。很奇怪，其实我发现人类似乎是有很多是分细微的东西组成，那就像是一条条小虫子，但是那些小虫子也会死亡，会被磨损，而我想要的不死物质就是要灵力变成小虫子，填补那些死亡的小虫子。也就是说，你想要创造细胞，一种可以自我不断分裂、不断刷新的细胞，但是最后你成功创造出了癌症啊！什么是细胞？什么是癌症？神武商只能讲述一下自己浅薄的知识。哦，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细胞的运转需要一个牵引，或者是需要一个程序，而你创造出来的那些细胞它没有程序，所以它才会形成癌症？你说的很对，那我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些细胞运转的链接？我猜测链接应该就是灵魂，它把细胞固定在这个框架之中运转，最后就形成了一种生命。哦，来，开始复活，兄弟们！让兄弟们都进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可紧接着，他的心再次提了起来。因为他发现那些肉身在迅速的苍老。不要！坑货！这群人算是新的生命，但是他们的肉身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支撑，所以会迅速苍老。那应该怎么办？忘忧，你过来一下。神武商和忘忧解释了一下事情经过。阎王大人放心吧，虽然我叫忘忧大帝，但是我也略懂一些长生大道，我这就给他们每人加500年寿命。500年，让别人知道，还以为我们阎王殿活不起了。5000年，一人5000年寿命，给我往死加！那个2位阎王大人，是不是没我什么事了？干得不错，今天封你为9转福圣大帝。多谢阎王大人。你好好干，放心，加入我阎王殿，我绝对不会亏待你。里面是奖励你的修炼资源，阎王殿对待自己人从不吝啬。男人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个老六，为了和老六就此。为什么会这样？我特么为什么要招惹阎王？弟子姬素英拜见师尊。进来吧。你是阎王殿的人？是啊，好巧啊，师尊你也是。他终于知道为何姬明月那么害怕那个老六了。这他妈的，我一个合体我也怕，那2个人简直不是人。师尊，我已经完全解决了我自身的问题，这次过来主要是过来辞行。师尊，您之前说，当天地晋升之后，有些魔神也将会复苏，那将会是一场世界的灾难。不知道师尊现在可有什么打算？魔神复苏，祸害世界，呵呵。其他地方我不好说，但是阎王殿所在之地，那些魔神敢蹦跶吗？敢蹦跶一下，阎王直接一套就此扶上去。你此次是否要去天极圣地？天极圣地是最容易领悟大道的地方，如今徒儿自身问题已经完全解决，现在只需领悟大道，就能进入大成。那你就安心的去吧。至于魔神复苏，其他地方我不敢保证，不过就秦州这地方有为师在，那些魔神就蹦跶不起来。既然如此，那徒儿告退。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将会前往天极圣地，你是同我一起去，还是怎么说？我们还是一起去吧。对了，姐姐，魔神真的很可怕吗？
很可怕。对了，我这有一神器给你，这是最新款华为，你拿上，它定位准性好强，又耐摔。到了天极圣地，若你我二人走散，也可凭此物联系。这么好的手机肯定要不少钱，买的话是不便宜，但我左下角跟我谈的合作是免费参与领手机的，里面有不限量的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6 Pro， 元旦新福利加码8000台华为3折点，这个就看谁手速快了。那你教我怎么领？直接点我左下角这样子点下载再注册就行了，只要能看见左下角链接的都能领。还真有，姐姐快同我说说魔神呗。魔神其实就是一种天生自带道泽的生灵，因为天生就有道泽，所以他们完全不用修炼，他们只需要让肉身变强就行。那魔神岂不是十分无敌？没错，不过也无需担心，魔神再强大，也不是你姐姐我的对手。姐姐，我们师尊也是魔神对吗？那和那些尚未苏醒的魔神相比，师尊有多强？师尊很强，甚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师尊一个人就能够独占10多个魔神。姐姐，你现在若是和师尊交手，谁厉害？现在的我应该是稍逊一筹。好吧，看来阎王现在想要杀姐姐也是随手镇压。姐姐你看，我这是不是领到手机了？没错，我这就安排人发货，明天你就能收到了。再挂机，还有元旦限时2000暖冬津贴也能拿。没想到左下角这么快。你这是什么眼神？没什么。对了，我们一定要去天极圣地嘛？一定要去，因为想要成就大道，需要去天极圣地的造化池之中，只有那个地方才能够迅速领悟大道。所有人都配合一下啊，争取让我们的抗雷鹰成功进入天极圣地。等等，我忽然想起来了，我们阎王殿的人是不是在天极圣地布局了不少？阎王大人，如今天极圣地那边大部分是我们阎王殿的人，不过是打着怒天殿的名头。那行，到时候通知一声，给激素鹰造势。等激素鹰进入天极圣地之后，尽量把他给我捧成天下第一人，这样有利于他带着人族对抗未来大事。好的，阎王大人放心吧，我刚才问了一下大店主，他说一切可控，这说明稳了。对了，还有个事情，最近阎王殿不要再招人了，我他妈最近去外面拉仇恨，遇到的人都尼玛是阎王殿的。你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没有敌人，我很焦虑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很累，甚至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明月啊，你可要快点变强啊，到时候帮姐姐分担一下担子。哦，也是哈，不能让激素鹰一个人无敌。等他们两个都到天极圣地之后，给明月也造个名声，不如就给他造个魔女人设。好的，阎王大人。我不要。听话，你帮你姐姐一同抗雷。大阎王，要不换个人吧，我不想出名啊。给你点孟婆汤就老实了。姐姐，你可真是我好姐姐，我先走了。怎么了这是？这个老六给宗主喂了10麻袋忘忧丹后，宗主变成了忘忧大帝。老六看着手里2麻袋补天丹，又想出来了一个绝妙的点。阎王，我最近没做什么事情啊。不用紧张，我这次来是给你送一场造化。大人，这造化我能不接受吗？不想要就算了。阎王大人，我方才开玩笑的，我想要造化。吃了它，让我看看是什么效果。劈嘛！劈吧，留一口气就好，别整死了。不错，有点补天丹的味道了。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啥？吃了。还是挺不错啊。全吃了。实际上，神武商在忘忧身上得出了一个灵感，那就是顶级木属性的修士，似乎丹药吃的越多，身体就会带有丹药的性质。但是忘忧的身体已经是忘忧丹了，所以神武商这才想到天皇。坑货，你就此负伤，竟然不教我！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妨碍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苹果14还卖了3900，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平常用不到的平板笔记本也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
因为吞了大量的补天丹。天华白鹿现在浑身上下都是补天丹，准确的来说，现在的天华白鹿就是一个行走的补天丹。这算不算是造化池？阎王大人，这确实有造化池的效果，但是还缺少道泽，所以还不能算是造化池。道泽？这个嘛。成了。小白啊，这池子有点小啊。大人，虽然我一直被你用丹药补充，可我也真的有点遭不住了。大人，我这里有其他魔神的地址，你抽他们的血去。你还知道其他魔神的地址？给阎王大人，这是名单。行，大功一件，想要什么赏赐？能让我休息2年半吗？小黑子是吧？1年也行啊。行吧。多谢大人，多谢大人。神武商按照白鹿的地图来到了圣火教，跟我来吧。想要加入圣火教，需要内心虔诚而真挚，不可对圣火长老不尊敬。还有就是，圣火长老无论提出什么条件，你都要无条件的答应，否则下场会很惨。记住了，万万不可意气用事。你说的这些，我倒是能够做到，但是你方才的眼神告诉我，我可能会遇到麻烦。记住我的话就好，不管是遭遇了什么，只要获得圣火，那一切都是值得的。你进去吧，圣火长老在等你。阎王殿的人啊，不是，我还什么都没做呢，身份怎么就暴露了？是不是很奇怪？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身份就暴露了？我操！很简单，因为普通的修行者在踏入这方世界之后，没有圣火的保护，顷刻之间就会被火焰吞噬。但是你没事，这么长时间以来，能够做到无视这个世界规则的人，只有阎王殿的人。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暴露。又抓了一个阎王殿的人，这一次圣主大人应该十分开心。圣火长老十分开心，因为圣主大人似乎特别喜欢阎王殿的人，不，准确来说是特别喜欢吃阎王殿的人。老头甚至能够感觉出来，这次自己抓的这个人应该比之前的那些阎王殿的人更牛逼。但是老人无所谓，因为不管是什么人，在圣主面前都不过是蝼蚁。老实点。老六被圣火教的人抓住后，就被关进大海里。阎王大人，我有见过阎王大人。都起来吧。十分抱歉，阎王大人，是我们无能，还需要让阎王大人亲自跑一趟。这个先不说，你先告诉我，这个圣火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圣火教的这个圣火确实可以帮人洗净法水，甚至还能加速修炼。但是这圣火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它会吸收一个人修为、血肉。再直白一点来说，这圣火在吃人。从来都是我吸别人，现在竟然还有人敢吸我阎王殿的人。你们先恢复一下身体。多谢阎王大人。这就是圣火吗？大人，那神武商怎么？他一介凡人，你真的以为能够和魔神抗衡？哼，他可不是凡人，他是阎王，是恶魔。阎王，恶魔。那这凡人倒是有些意思，看来他给你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等一下，我给你推荐一个春水堂铂金液态硅胶手办，1:1还原真人逼真的皮肤，还有毛细血管的细节，4次面部涂装，睫毛头发一根根的植入，可动的眼珠和嘴巴，43处瑜伽关节，108种造型随心摆出。现在春水堂限时活动还不到3K， 是 cos 圈爱好者的不二选择。不过你所谓的阎王殿确实很不错，至少对我来说味道挺可口的。不是，你等会儿，你刚刚说什么？阎王殿的人味道不错。你招惹了阎王殿的人？是的，怎么了？贱人，你以为你修为比我高，就敢对我放肆？哼，蠢货，谁让你招惹阎王殿的？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引来阎王？操！废了，全他妈废了！这家伙不会就是你说的阎王吧？哼！你可真没出息啊！好歹你也是个大成强者，
竟然被一个炼虚给吓成了这个逼样。所以，针对阎王殿的事情，是你出谋划策的？不是的，阎王，我没有，这一切都是他自作主张。哼，阎王大人，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原谅我？往后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们两个当我是空气吗？滚！我一边去！你竟然不会被我的火焰影响，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吞火魔神。是本座，说说吧，你来觐见本座，所为何事？你是上古遗留下来的魔神，刚苏醒，可能还不知道一些事情。那你给本座说说。我阎王殿阎王，而你抓了我的人，所以我是来惩罚你的。哎呀呀，妾身真的好害怕，你要惩罚我？你一个炼虚要惩罚我，你要怎么惩罚我？那我是不是要跪下来对你卑躬屈膝？可以，但是也只是减少对你惩罚的力度。你还真的蹬鼻子上脸了！哼，小小炼虚，别个猖狂，给我死！陈贱人，这便是让你惊恐到了极致的阎王。你现在有多猖狂，等会你就有多狼狈。相信我，我有经验。是你脑子有病，还是我耳朵出问题了？我一个大成修士，还能怕他一个炼虚期的蝼蚁？唉。炼虚和大成期的差距，确实是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这怎么可能？你怎么没死？不开挂的话，对付大成期确实有点勉强。虽然不知道你方才是用的什么方法活了下来，但是这一次你必死。女人很奇怪，女人自己身体滑起来。你怎么做到的？你竟然只是熄灭了一些火焰。也就是说，你就是个单纯的元素之身。反伤的能力吗？你这个能力对于别人而言确实无解，但是你遇到了我，哈哈哈！本座天生克制你。你真的很不错，这才艺确实能够给我造成不小的麻烦。这一次，你是真的找对了盟友。神武商尝试动用燃血神拳，然后发现这次是真的是燃烧自己的心，因为残意没有死。至于燃烧灵魂，同样不行，因为残意同样没有灵魂。这东西确实有些克制我。陈北平，你很不错。这跟我有啥关系啊？画像还敢横行？果然不能小瞧任何人，在修真界，人人都是主角。结束了。你可知我为何迟迟不入合体期？只因我这贴身法宝虽忠心耿耿伴我许久，如今却已廉颇老矣。那你放爱回收卖了呀？现在新机刚发布，旧手机早卖早回血。我那台苹果14找爱回收上门回收了3900，他们价格公道，现场打钱。靠谱吗？放心吧，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你有不用的闲置数码，放心找爱回收就对了。这怎么可能？还有谁？这是什么玩意？算了，先解决一下眼前的事情。不要！阎王大人，我嘿嘿。残意对不起，什么？我阎王？阎王大人，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才艺大人，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这人是激素鹰，他需要磨练。作为你冲撞阎王殿的惩罚，就罚你去和激素鹰作对，胜负我不会过问。遵命。滚吧！你若是还要对付我，尽管来。陈建仁，那狗东西一直都那么猛的吗？请你说话放尊重一些，相信我，你若是再惹怒阎王，那才是真的生不如死。那陈美人，我想问一下，那激素鹰什么身份，什么来历？激素鹰啊，不过是一个合体境界的剑修，虽然有些厉害，但是和阎王相比，差得远。又是合体境界？不是所有合体都这么变态，相信我，你可以乱杀他。滚！我现在不想听你说任何话，我现在的所有遭遇都是因为你，若不是你，我不会去招惹阎王。就算没有我，你也会招惹阎王，因为你心里有个想法，那就是夺舍阎王，因为你就是这样贪心而又奸恶的人。变强了又能如何？到头来也不过是阎王的玩具罢了。我这一次专门来找你，是因为我有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与其终日活在阎王的阴影下，不如拼一把。若是成功了，那我们就有个光明的未来。你自己想一想，你还有什么可失去的？你先说说计划。干了。很好，为了让你做复苏计划不被发现，我会给你一个时空行走的神通。这个神通能够穿梭时间长河，但是不会改变时间本质的东西。你到底为何对神武伤气杀心，甚至你必须要杀他？因为我的遭遇和你十分相似，若是让他成长起来，他必然要杀了我们。你身为时间的继承者，你也要死。我们天生就是敌人。男人上级收服了火之魔神，现在继续寻找第二个冰之魔神。这年头，高品质的敌人真的是越来越不好找啊！这里真的有魔神吗？出去！怎么感觉这里的魔神跑了？不可能吧！我虐杀火魔神的事，应该没多少人知道吧？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出去了？要不我再等等。Much later。我操！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不是我，冤枉啊！阎王大人，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也许有个更加恐怖的存在苏醒，让所有的魔神都害怕，所以他们才选择逃离？说的有道理。大人，若是我们猜测的东西为真，那这件事情就严重了。你想想，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存在，能够让那些魔神同一时间逃离？若是那恐怖的存在真的苏醒，这个世界又会怎样？旧日时序，难道魔神的逃离和这个东西有关？但是这也不可能，就那些魔神残躯，似乎还没有资格让这玩意苏醒。那接下来好好的调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东西苏醒？这个世界还埋葬着一个上古时期的魔神，并且已经有苏醒的征兆。上古凶神梦魇找到这玩意的藏身之处了吗？没有，我打电话问问算命的找到没。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苹果14还卖了3900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平常用不到的平板笔记本也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上古凶神梦魇，让我想一想。我想起来了，那确实是个凶神哦，而且他确实是杀。若是这个玩意真的复苏，这个世界不，整个世界都要完蛋。嗜杀成性的魔头，而且还十分恐怖吗？继续寻找，找到那上古凶神的位置。真是个多事之秋啊！梦魇，上古魔神之中的凶神。不过他也不是很担心，相比较那什么梦魇，他倒是觉得阎王更可怕。不过，若是到时候梦魇真的出现，然后和阎王见面，这两人对上，这个世界会不会被打崩？大人，你知道那什么梦魇凶神吗？听说过，但也只是听说过，并没有见过。大人，我是想着我们能不能提前找到那梦魇，然后试着把梦魇劝说到我们这边。若是成功，这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大助力。而且，大人您未来的计划将会完全可控。梦魇的事情，我会去问问大人。不过，若是真的找到梦魇所在之地，你有几成把握能够让梦魇成为我们的伙伴？9成把握。只要让阎王知道梦魇的位置，以阎王的手段，9成把握应该能够把梦魇打残吧。好，那我去问问大人。
姐姐，你确定我们要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上去？这是天极圣地的规矩，这个规矩必须要遵守。我就不应该和姐姐一起来。什么规矩？老娘要是想上去，直接让人抬着我上去。行了，这登天梯传闻是以前的登仙路，上面还有神秘莫测的法则，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好生领悟，对我们自身有莫大的好处。姐姐，你听过上古凶神梦魇吗？好像听说过。传闻，若是上古凶神复苏了，世界将会迎接一场巨大的灾难。那姐姐，你知道那个梦魇具体在哪里吗？那就不知道了。不对啊，你怎么忽然知道梦魇的事情？姐姐，最近几乎整个大陆都有传言，上古凶神梦魇将会复苏。这什么上古凶神，怎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上一世他只是领悟了4成功法，便已经快无敌天下。这一世他带着前世的感悟，继续加深领悟。姬素英相信，若是他完全领悟了通天剑法，这一世他将会无惧任何敌人，甚至无敌于天下。梦魇的事情暂时先不管，我们当前的情况是要好好修炼，抓紧提升实力。姐姐，我有些累了，我先休息一下，你先上去吧。好，你也不必心急，慢慢来，我在上面等你。嘿嘿，去吧去吧。什么登天梯，见鬼去吧！嘿嘿。老六唯一比较安心的是，这次他进入合体期，阎王殿的人身体没有爆，因为当初复制的天华白鹿的肉身就是合体期的，所以这一次没有爆炸。但是不好的消息就是，那什么梦魇完全找不到。难道这什么梦魇真的不存在？若是梦魇真的在仙源大陆上，按照我们阎王殿现在的规模，不可能查不到。现在之所以查不到，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你的意思是，其实梦魇根本就不在这个大陆上，而那些魔神之所以逃跑，是因为这梦魇是即将要降临这个大陆上。有这种可能。大人，我们在青州的一些阎王殿成员发现了一些被杀了的人，而且死得十分诡异。直接斩杀灵魂。看来我这个阎王和这个梦魇必然是有一战了，甚至这都有点像是宿命之战。这说明当前这个梦魇已经复苏，甚至已经开始杀人了。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你们继续搜查，我去青州看看。还没有推演出来吗？没有。你怎么了？昨晚喝了点酒，胃有点不舒服。那你试试这个多肽乌贝胶囊，中药成分温和不刺激。我以前熬夜喝酒胃不舒服用的就是这个。谢了，那我就收下了。你的卜算之术是不是失灵了？当初在秘境的时候，你说阎王会一个人面对所有人，可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要不找地藏问一问？不用问了，梦魇的事情我也算不出来。陈北平身为时间的继承者，见证时间而不影响时间，他还是能够做得到的。但是今天他需要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不会影响时间本质。虽然不止一次看到，但是每次看到这姬素英大展神威，我都忍不住的颤抖。天空之上传来一阵死寂。好机会！天空再次开。姬素英，老天都不帮你。今天就是你的末日。他为何还是如此强大？
激素鹰一身浑身的修为都融入到他手中的长臂。随后，激素鹰展出了他毕生最强的我拼尽了全力，只是给这东西留下了一份浅浅的痕迹嘛。唉。不知道过了多久，天地再次安静，黑龙皇和火神活了下来，但是除此之外，天魔和其他魔神全部消失殆尽。激素鹰最后回报，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为这个世界肃清了一切敌人。为了能够让梦魇完全复苏，铲除阎王，你的存在十分重要。陈北平抹除了激素鹰神魂之中有关于天上那不知名东西的所有记忆，然后他再次打开时间长河，把激素鹰的神魂送了进去。阎王，好好迎接我给你准备的大礼吧。忽然不知道从哪窜出来一个残魂，也跟着进入了时间长河。阎王，你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让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太过自大了。接下来就好好的为梦魇的事头疼吧。这一份大礼，希望你能够喜欢。梦魇是否能够完全的复苏，一切的关键可都在激素鹰的身上啊！说不定这一次他真的能够因死阎王。坑货，你是真坑啊！我好不容易堆积到了连续圆满，结果你告诉我，我原英太离谱，合体不了。确实有点不好合体，因为你的肉身实在太弱。不过你放心，你这个问题等天华白鹿放完假之后就能解决。两位大人，我还在呢。放心，说给你放1年假期就放1年假期。坑货，你说我进入合体真的那么难吗？我感觉配合上我的决定艺术，应该不至于那么难吧？算了，我怕你炸了。你要是炸了，我们这边可没人能治你。好吧。其他招又有修士惨死，死的和之前的那些人一样，都是梦中惨死。众人甚至感觉那梦魇似乎再次强大了。阎王大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阎王大人，我发现这梦魇不管杀多少人，他都在有意无意的避开阎王殿，甚至是避开你。但是他所有的行动，又似乎在故意告诉我们他的行踪。你是想说他这是在对我挑衅？走，打道回府。一连过去了数月，阎王殿发现梦魇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织。这就有意思了，这梦魇组织，这是完全对标我们目前的阎王殿。坑货，赶紧的给我提升一下实力。你怎么了？那梦魇对我出手了。对你出手？你仔细说说。我在梦中梦到了梦魇，那梦魇似乎暂时打不过我，但是他的身法十分诡异。我被那梦魇抽了几巴掌，他别肚子抽完就跑，我追都追不上。手机坏了怎么办？放爱回收卖了呗，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苹果14还卖了3900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平常用不到的平板笔记本也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坑货，老子身为阎王，何时受过这种气？赶紧帮我提升修为，我要那梦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福生大帝还在休假，我不管，我受不了这个气。我答应人家的事情也不好反悔，要不这样，你最近这段时间都在我这边，若是那梦魇再出现，一定要让他有来无回。你什么情况？你没事？嘿嘿，这坑货有辟邪的效果，我反正每天跟他在一起都没有遇到什么事情。你还有这样的效果？反正那梦魇就是不找我，只要庸医离开我超过1000米，梦魇必定上门调戏，就单纯的恶心他。所以说你是怎么回事？那梦魇天天在我睡着的时候，哈哈哈大笑，笑得十分尖锐，也十分恶心。关键是我找不到那梦魇在哪，甚至我的千字真言对那什么狗皮梦魇完全不起效果。这东西目前看来确实有点恐怖了。你怎么也没有进入合体？你的元婴也变异了。那什么，我道德幡可以吸收神魂，然后成为我元婴的养料，所以我元婴一直吸收，结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倒是试着进入合体，但是我肉身和元婴合体之后，肉身有点撑不住，哪怕是我用千字真言锁住肉身都没用。快走！天极圣地给所有登上天梯的天骄每人1滴灵液。天极圣地还真的是大手笔，如此珍贵之物，竟然拿出来奖励我等。姬明月看着手中的那1滴黄不拉几的灵液，陷入了沉默。他的空间戒指中躺着一条小河流，散发着天蓝色的灵液。明月，赶紧把这东西炼化了。
姬明月有些可怜的看了一眼姬素英，这玩意我一堆呢。我操！姬素英瞬间感觉自己像是被天极圣地喂了一坨。师弟的修为还有点低，这滴麒麟液刚好适合他。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我在龙渊秘境的时候，收复了龙元盘之后，龙渊秘境就等于是完全向我开放，所以龙渊秘境之中的资源都在我这里。你把那些天材地宝全部做成了糖葫芦，拿来。当姬素英接过空间戒指之后，看到里面有将近几万串的糖葫芦之后，都差点晕过去。败家，你个败家的玩意！姐，你不能这样，那么多人看着呢。你别跑，今天我非要好好的教训一下你。姐姐，不是我说你，不过是这点东西而已，没有必要动怒。我们宗主同样搜刮了一个大秘境，我们青莲宗现在很富有。怒天殿调查得知，那梦魇的本体似乎和这天极圣地有关。你说那梦魇的本体真的在天极圣地吗？一切的情报指向都是天极圣地。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不对劲，10分有9分不对劲。阎王殿都没找到梦魇，我们怒天殿虽然很厉害，但是我不至于自负到我们怒天殿能比阎王殿还猛。所以大人的意思是，有人故意告诉我们。可为什么告诉我们？难道是想要帮我们？想屁吃！背后之人故意告诉我们这些，我估计就是想要引我们过来。至于引我们过来干什么，我不太清楚。你看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和那姬素英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若是姬素英知道天极圣地有梦魇的真身，你觉得姬素英会怎么做？姬素英会直接去杀梦魇真身。没错，不过我猜测那梦魇真身确实在天极圣地，但是应该有封印。那这背后之人想来对姬素英也十分了解，所以他故意卖这个情报，为的就是让姬素英去斩梦魇。当然，那人既然敢算计姬素英，那就说明他清楚姬素英绝对杀不了梦魇，他是借助姬素英的手放出真正的梦魇。所以我们不能待在天极圣地，容易引火烧身。那我们就这样看着，就这样看着，这回真的有意思了。嘿嘿，到底是什么情况？是梦魇，那梦魇几乎朝着全天下的人开战，甚至嘲讽天下人都是垃圾，并且梦魇还十分嚣张地告诉众人，他就要脱困，就在天极圣地。这梦魇这么强吗？怎么练的？他因为用了这个，在家就能玩的体感游戏天天跳绳，里面有上百款趣味游戏，一部手机就能开启运动时光，玩游戏同时还能锻炼身体，好玩又解压。尤其是爆火的吃豆人游戏，大学生、小学生都爱玩，玩几把就能悄悄练出一身腱子肉，还能投屏到电视上，大屏体验超带感。所有游戏统统免费，快来下载，尽情畅玩吧！梦魇在我们天极圣地。你所来之事，我等已经知晓。天极圣地深渊牢狱确实在远古时期就镇压过大恐怖，如今时代变迁，封印也即将破碎，怕是那恐怖已经揭露出世。天极圣地可以避开此次劫难，毕竟这件事情与我等无关。反正不热，仙道之路将会再次重现。到了那个时候，我等天极圣地便会飞升仙界，仙野之剑终究不过是凡尘，让他们争夺去。各位老祖，你们就能够确定那梦魇不会对我等出手？并非我等不愿出手，而是我等即将飞身仙界之人，也无法再沾染孽障。除了天极圣地弟子，其他人又怎么能够和我们的成道之路相比？为了天下，放弃自己的成仙路，愚昧至极。休着去吧，放心，有我们这些老骨头在，天极圣地不会有事情。但是天下人的事情，让天下人自己去处理。众人听到副店主那边传来的消息。有人想要姬素英故意放出梦魇，而那梦魇又想要死磕我们阎王殿。很简单，这种事情怕是只有陈北平能够做得出来。只是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那梦魇为何想要和我们作对？应该是宿命之争，在这个世界上，地府和地狱只能存在一个。也就是说，梦魇其实和我们是一个性质的组织。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所以梦魇会自动和我们敌对。事情都安排好了吗？一切都安排妥当，天极圣地内部也安插了不少人手，我们可以100%确保姬素英能够独自享用造化池。干得不错。等等，你该不会把人都杀了吧？
那自然不会。我们只是卸掉了对方一条腿或者是一条胳膊。所以有关于这次争夺造化池名额的修饰，你都给做了。大人，其实我有点不太懂。什么不懂？阎王大人为什么不把陈北平圈禁起来，当做一头猪来养？你知道陈北平现在是什么吗？陈北平的道和时间有关，那必然是能够窥探时间长河的，他就相当于是大当家的一双眼睛。大当家不能预知未来，所以无法找到那些潜藏的敌人，但是陈北平能。所以陈北平是我们的斥候。那阎王大人不怕养虎为患吗？你见过有敌人能够脱离大当家的掌控吗？众人开始比武争夺造化池名额，却不料参赛的人全被阎王殿换成了自己人。接招吧！不是，你这是闹哪样？阎王说了，把你打造成魔女，但是也不能暴露你真正的手段。嘿，你好，让本大爷来领教你的手段。鸡鸣月妈了，又是自己人。这样的我操！好不容易上来的对手不是阎王殿的人，结果人家直接认输。你什么时候有这种癖好了？断脚狂魔，嘎腰子少女。行了，接下来我也该努力了。姬素英站在擂台上，等了许久，都不见自己的对手上来。王二蛋因为拉肚子无法进行比赛，所以判定为弃权，姬素英胜。我还没挖过。狗日得他娘生二胎，无法比赛，判定为弃权，姬素英胜。我操！666，演都不演了，我要打电话举报你们。又换手机了，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二手华为 Mate 60，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春节也正常发货，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二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二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黑幕就是，这绝对是黑幕。长老，这些理由当真属实，我可不想让人说我是走了后门的。嘿嘿，我声明一下，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而且这做法很熟悉。阎王大人，这些都是杂鱼，上去也是浪费时间。行吧，继续看。黑幕，这不是黑幕，我倒立洗头。剩下的对手一起上吧，我看看还能怎么离谱。停，我自己来。快走！黑幕，大吉天际上帝，这绝对是黑幕。这不是黑幕，我吃。我总有一种感觉，我像是被人操控了一样。姐姐，你想多了吧？若是真的有人能操控你，那还是人吗？那简直就是阎王，好吧？说的也是，走吧。在离开秘境之后，我出去游历，得知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仙界和仙云世界即将打通。等解决了梦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应该就差不多要飞升仙界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仙界有大能者抹除了一切有关于老大的一切痕迹，无论是从时间长河之中，还是从历史之中。所以呢？其实上一世我们3人就是仙界之人，而且干过很多坏事，但是很多事情都是你和老大做的，但是老大的痕迹被人抹除，你猜猜看这是什么结果？你的意思是那些人都觉得是我干的？不是，始作俑者是坑货，但他的痕迹被人抹除了。我尼玛，好大的一口锅啊！这个坑货，他连仙界的锅都给我准备好了，他还是人吗？我想问个问题，我能不飞升吗？那是不可能的，你就算是不修炼，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早晚会飞升仙界。不是，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很简单，我有通天彻地的神通，俗称通天。
那我活了那么多年都不见老，那我俗称什么？老小子，俗称老子。那坑货呢？他的法术全部都接近本源，也就是原始的状态，俗称原始。我怎么感觉这些称呼这么熟悉？你说有人想要抹除坑货的一切痕迹，为啥呢？我怎么知道？你不俗称通天吗？不过这个梦魇应该是陈北平背后之人干的。看来无论如何，梦魇和我们阎王殿的战斗是无可避免的，并且这一次我们必须要胜利。我甚至能感觉到那背后之人就在仙界。等我们到了仙界，必须给他来一套救死扶伤。很多修士到了晚上就会做噩梦，这种让人能够昏睡的能力，也只能是梦魇所为。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梦魇的实力提升很快，而且做了噩梦的人精神都有些恍惚。所以，其实梦魇在吸收人的精神力，通过让人昏睡的时候来吸收，如此他的实力才能迅速提升。你让弟兄们赶紧回来，我感觉这已经不是我们怒天殿能掺和的。可大人，这梦魇如此厉害，若是我们把他说服，对于你统一天魔，那岂不是一个更大的助力？你是不是傻？这种魔神，他能够甘愿让我驱使一个如此强大还无法控制的东西，对于我而言，那就是个祸害。好，一切都听大人的。大阎王，救命啊！我快要被榨干了！打来吧你！不要啊！二阎王，不要！我真的不行了，你放过我吧！再这样下去，我真的是一敌都不剩了。你丫的闭嘴！你太残忍了，人家都活了几万年的老人了，你也下得去手？你丫的也闭嘴！阎王大人，我真的不行了，你放过我吧！别急，还差一点点就好，就一点点。干得不错，给你放假1年。谢谢阎王大人。我放假了，兄弟们，我放假了。造化池要开启了。庸医，不对，你不是庸医。师姐，你一般忽然出现，想来一定是有事情。我发现这天极圣地的封印之地中，确实有一股邪恶的气息，而且那气息很熟悉，我好像在哪见过，但是想不起来。我知道了。不过师姐也无需担心，不管敌人如何强大，我都能够镇压。大当家，兄弟们都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待命。干得不错，等我消息。你换手机了，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二手华为 Mate 60，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省下来的钱都能旅游了。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二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二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这是封锁天地大阵，既然你有信心能够弄死梦魇，就不要让他逃了。只要这阵法一开，无论是什么东西都逃不掉。听黑无常说，梦魇的家底十分丰厚，甚至丰厚到能让黑龙成就先帝，这份机缘可不能错过。我不是在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我是在想，我当初从仙界带出来的东西，确实能够成就一位先帝。但是在我重伤之后，我的戒指不知道跑哪去了。妈的，不会被这梦魇偷了吧？你去过仙界？那个都是些陈年往事，不过这次这梦魇必须死。对了，抗雷鹰最近的进展如何？有点问题。什么问题？姬素英在领悟通天剑道之后，实力也进入了大成境界，但是她的劫不是雷劫，而是情劫。情劫说困难也困难，说简单也简单，但是最终会选择2条路，有情剑和无情剑。剑道之最无情剑，最为简单，最为霸道，也是最为无敌的路。有句话说得好，成就大道第一剑，先斩意中人。那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是有情剑，同样是无敌之路，但是他需要一个能够让他为之付出一切的人，而且这个人必须要和他忠贞到老。若有负他，便会道心崩碎；若有情，剑成，甚至比无情剑更厉害。所以一般人都会选择无情剑道，斩去一身羁绊。这都过去快半个月了，他怎么还没有好？不会出什么问题吧？不用担心，越是强大的大道，任务的时间就越长。若是抗雷鹰失败了，那接下来要选择什么人抗雷？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天命之子？抗雷鹰就算是失败了，也要花费大量的资源给他对上去，因为不管未来如何，都只能让姬素英站出来，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身为天命之子所要承担的代价。姬素英是天命之子，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天命反派？你是不是有病？
你怎么骂人呢？不是，我和你有仇吗？也没有什么仇吧，也就是算计我，坑杀我弟子，让我满门破灭，最后来联合众人来镇压我，然后给我囚禁了起来。这个不记得没关系，来，我们回忆一下哈，当初你他妈在我修炼的时候扛着一根银针，差点一针把我扎飞了的事情，还有偷偷在我裤裆里放蝎子的事情。妈的，狗东西，我今天非要把你打出屎来！哎呀，你快走！怎么给你脸给多了？你看，我笑得完。操，老三，我忍你很久了，如今我已合体，更有无敌金身。来，今天我们大战300回合。到了仙界，你就是反派，你等着被追杀吧。没事，有坑活在，我应该不至于活不下去。这个到时候没问题，只不过你把话说完。可恶的谜语人！谭志新就这么想，说是这个宗门谁说的？那只能是他忘忧大帝。青莲宗那些老祖一开始还不信，认为谭志新就是他们天子。忘忧。他拳头快到我脸上了，没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需烦恼。啊，我被打趴下来了，不是什么大事，趴下就趴下吧。哎呀，我竟然毫无还手之力，这不是什么？魔头，你是修炼了什么魔功？叫我忘忧大帝。墨偷不过是使用了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哟呵，我说叫我忘忧大帝。敢不敢跟我有比划？不就是喊他一声忘忧大帝吗？好，忘忧大帝。不是，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降智？对呀，你不应该叫降智大帝吗？我这大帝的名头，阎王起的，你们有意见？我看得出来，你并不想杀我们。说吧，你想要干什么？我就是想要让你知道，往后这青莲宗谁说的算。降智大帝，你若是对我们直接展现实力，让我们知道你身为宗主的威严，我们自然愿意听从你的调遣。可你特么把我们吊起来打了3天3夜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凡是阎王殿抓住的人都先打3天3夜再说。而且你放心，只是单纯的打3天3夜，不会让你死，甚至你连一根汗毛都不会少。你们还是人吗？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都在这令牌当中，我建议你们看个100遍，这样你们就能够完全掌握其中的信息。哦。啊。100遍，神特么的100遍！嘿嘿，你们几个去阎王殿先领个100来颗寿元丹，先给自己延寿，然后去暗中相助激素英。姐姐，你终于醒了，怎么样？收获如何？姐姐，你干嘛？太小。不是，姐姐，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不是，姐，你是不是有什么病？虽然同为女子，可你那种放肆丈量他人尺寸这件事情也很是孟浪。没事，我再找一个臭女人，我和她有仇，只是始终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只记得她的尺寸。我们的抗雷鹰，他在做什么？再找一个大胸女子啊？那他到底领悟的，或者走的是什么道路？友情道。所以说，他虽然领悟了友情剑道，但是现在他喜欢女子了。听说激素英现在和一个大胸女人有仇。这是青莲宗的宗主令牌，若是宗门遇到危难的时候，可通过这令牌换取宗门底蕴。虽然现在青莲宗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对上那梦魇，谭志新还是准备去看看。宗门遇到事情了。不算是什么大事，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过来看看。倒是没有想到，青莲宗之内还有您这样一位前辈。去屋里给3位祖师上香。这是祖师爷，前辈，这3位祖师的画像是一直都存在的吗？中间没有换过？这不可能啊！3位阎王也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我甚至见证过全过程，不然也不会有现在的忘忧大帝。可这……
我看3位祖师的相谈之中，并没有多少香灰。前辈平常不上香吗？不上，甚至每次看到那3张画像，我都感觉他们很欠揍。对了，说说吧，这次找我有什么事情？谭志新把现在的情况简单的说一遍。你是说现在的阎王就是3位祖师？啊，对对对。那个前辈，你所谓的梦魇，其实就是当初阎王生司的一个畜生，但是没有想到那个畜生竟然还能兴风作浪。被阎王、生司火包等等，前辈，请让我缓一缓，我感觉我有点听不懂。当初修真界被仙界割裂开来，没有仙界的链接，修真界会越来越落魄。3个阎王为了让修真界安稳，就用那头畜生的身体持续为修真界供应能量，所以他必须半死不活才行。这倒是阎王的手段，生不如死。所以这一次，若是那畜生脱困，必然想要斩杀阎王。但是现在的阎王，怕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当初留下的这一手。若是那梦魇不小心被阎王打死了怎么办？所以说，我觉得这有点危险。原来前辈在担心敌人的安危啊！那前辈不用担心了，因为修真界和仙界会再次对接，你担心的那个问题应该不会出现。啥？仙界要和修真界再次连接？有没有办法让我知道现在阎王详细的情况？我需要详细，十分详细的那种。看个100遍就行。老头只是想知道阎王长什么样，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这个老六就让他把阎王另看100遍。于是，黄铜天威，天无赤练。哎呀，快走！我带天劫，行诸天之法。给我劈死他！我尼玛，停！前辈，我错了。去你丫的！不行，我难消心头之气。不过是被小贝坑了一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对劲。这也行。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告诉阎王我还活着。为什么？我觉得阎王若是知道你还活着，一定会很高兴。别管那么多，你别告诉任何人我存在过。好。谭志新反手就把一切都告知了3位阎王。哟，老登，你藏得挺深啊。老家伙，我们真的是很久不见，我还给你买了个见面礼呢。你这手机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华为 Mate60，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剩下来的钱都能旅游了。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老东西，你见了我们怎么跟见了瘟神一样？我怎么记得我们之前对你不错啊？说的什么话？我是真的想起来，我有些事情要去做。你也只不过是先天健体，体内还有一股头发丝的紫气，这玩意对我们无用。还有，就算是真的对我们有用，我们还能抽你血，炼你魂不成？就是，我们也不是欺师灭祖之人。如今在阎王殿，你这老贱条子都属于垃圾的存在了。那就好。多年不见，让我看看你的剑术如何。哎呀，快走！这他妈的是合体境界！老九在神武商的领域之内，他感觉自己的一切似乎都被剥夺。如今的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凡人。你这是什么领域？没啥，就是混沌领域。混沌领域又是什么领域？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一切都将归于混沌，一切都将回归于原始。我操！你这领域是不是有点无敌了？那只要被你拉到领域之内的人，岂不是都是蝼蚁？哪有什么无敌的存在？若是我自身的法则不够强大，随便一个比我稍微强大的领域就能压制我的领域，甚至某种程度而言，我这个领域有些垃圾。兼之领域，老九发现自己无法驱使，原因是太沉。这就是你所谓的有点垃圾。你给了别人希望，然后再让人绝望。有没有一种可能，刚好我的领域克制你的领域？既然是我的世界，那我自然可以调控混沌世界的重力。水之领域。火之领域，雷之领域，你想好怎么编了吗？
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我这混沌领域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这就是弱点。你若是参悟了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也许我就要……停！我早就试过了，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用不出来。好家伙，你到底有几个领域？9个领域，这也是为何别人喊我老九。你有点厉害。哼，你所谓的厉害，就是在你手中毫无还手之力嘛。不要在乎那些细节，来，让我看看你的剑术。这一剑可斩天地，这一剑甚至可斩仙神，这是老九最强的一。这一剑很不错，有赵青小时候第一次出剑的水准。继续。你怎么停下来了？我方才动用的是我最强的一剑。咦，这么废的吗？过来，我给你一个大机缘。什么机缘？你先别管，反正是好东西就是了。姬明月体内成功的引入了诛仙4剑和诛仙剑阵，可以说现在的姬明月也是能够无敌天下了。哇！等等，你忽然给我如此大的机缘，你该不会是想要让我去顶雷吧？我不要！可恶的阎王，你个狗东西，你也不想想，我现在这小小的身体怎么能够经得起你这样的玩弄啊？这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应该承受的吗？行了，玩去吧。天极圣地之内，无数弟子被梦魇占据肉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来没见过如此恐怖的景象，这梦魇的力量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强大？那是古修真皇朝，他们竟然还存在。天，又是一个古势力，古蛮族，疯了！这是太古古神一族。这天阳宗虽然只是近些年来才崛起的势力，可这势头和古族都不遑多让。虽然有些许改变，但是情景没有变。上一世我也是孤身一人对战这众生，这一世也是一样，都在计划之中。此时天极圣地之内，无数弟子被梦魇占据肉身，这种趋势让那些已经僵持住的各大师都有些坐不住了。各位，若是我们再如此僵持下去，怕是那迅速崛起的梦魇就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了。所以，与其我们这样对峙下去，倒不如先清除这梦魇。这位仙子说的对，我们倒不如先解决梦魇的事情，再去商讨宝物的事情。但是为了防止有人想要做黄雀，我们所有人必须一同出动。那好，我们一同出动。快，开始了！来人，瓜子孟婆汤爆米花。这群人怎么又停下来了？确实，原本都说好了的，大家一起行动，但是最后又全部停下来了。人心难测，嘴上都说得好听，可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想要做那只黄雀。不对啊，他们怎么都在侃侃理应？这两位仙子，那不成，你们坐下是一只真的黄雀，你们就想要真的当黄雀不成？我此来只为了一件事情，那便是荡平梦魇。至于其他东西，我是无所谓的。没错，我们还看不上那点东西，我们只是来覆灭梦魇的。当然，也不怕告诉你们，我姐姐姬素英，就算是占你们所有人也无妨。不是，虽然我不怕这些人，但是你这样给我拉仇恨，你可真是我的亲妹妹。不过，妹妹吹出去的牛，她也必须要强忍着接住。我妹妹说的没错，若是谁不服，可以过来一战。莫要节外生枝。此时，那些被梦魇附着的天极圣地发了疯一样的朝着众人冲了过去，大战一触即发。这群老东西做事还真的是谨慎啊！他们在等，可是在等什么呢？他们虽然被封锁在了修真界，但是他们必然能够联系仙界。他们之所以在等，怕是已经知道了仙界和修真界即将重新连接的事情。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谁都不敢动用力量，因为修真界没有仙力，动一下就少一分。没错，他们现在表现得很弱，才能安心的做黄雀。没劲，太没劲了！
一群人有800的心眼子。结合之前的情报，我觉得陈北平最后一个棋子也是需要仙界到来的这个契机，而且这是阳谋。陈北平似乎吃定了阎王大人，也会愿意等他。不错，陈北平无论做出什么样的计划，我都会等，甚至我也必须要等。而且我们阎王殿这次准备的十分充足，有庸医和福生大帝在，无论再怎么强大的敌人，我们阎王殿也不会有事。可灵无道，总觉得哪里不太对。难道是我想多了？3座悬浮的岛屿直接从天极圣地之中升起。阎王何来者？文春丧命。此时将文春手指都要打在哪里？不对劲，我只看到了一片血肉模糊的场景，具体的事情我算不出来。应该不至于出事。所有阎王殿成员听令，立马集合天极圣地。是。为何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啊？这天下的人都聚集于此，作用是什么？会不会是梦魇的备用粮食？不太像。你看现在的梦魇，全部都在聚集3座岛屿，那是想要全心全意的要和阎王殿开战，根本就没有把天下人放在眼中。还有他表现的也太过淡定，让我有一种他知道阎王一定会登岛的感觉。实在是这3人的气息比他们梦魇恐怖了不知道多少倍。你也去？不，我不去。明月妹妹，你去保护你姐姐。当然，若是妹妹不听话，那我……好，我去就是了。那我去之前，最后拍个照留恋一下吧。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章打钱。我那台苹果14还卖了3900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平常用不到的平板笔记本也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说完，金明月不情不愿的也踏上了登仙路。阎王殿所有人立马集合，守住天极圣地。阎王，你还是输了。阎王，这次你们必死。阎王，是的，会下棋吗？陪老朽下一把。你在给陈北平拖延时间？是的，我需要为他拖一些时间，也为自己拖延一些时间。真是多此一举，我像是那种会逃跑的人吗？今天不是我把你打死，就是你把我打死。我很好奇，陈北平给了你什么好处，你竟然和他合作？说起来也是托你的福，我这700年来身体分离在各处，明明我是毁灭者，可最后硬生生的为修真界延续寿命。我每日都要承受身体的那种撕裂的痛苦，甚至每天都要被你们修真界的人吸收我所造出来的灵气。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让我承受这种生不如死的折磨700多年，你说我是不是要第一个杀你？这种折磨确实有点像是我的手笔，那你想要杀我，也确实合情合理。无妨，如今我也算是快要解脱了。什么意思啊？其实那陈北平他始终都不觉得自己能够赢过你，所以他才想着复活我。就算是现在他所设置的阵法，对于你而言也都不是什么危险。这一点陈北平算到了。不仅仅算到了，甚至为了放松你的警惕，他故意布置了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威胁的阵法，因为只有如此，你们3个才不会第一时间跑。这一点确实如此。毕竟是强者，而且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自信的强者，对于这种跳梁小丑所玩的把戏，实在看不上眼。但是，你认为我会小看你吗？我不会，陈北平也不会。行了，其实吧，从一开始，梦魇这名字就是假的，制造梦魇的那玩意也是我故意整出来的，为的就是让你对梦魇产生兴趣。然后呢？你还如此不当一回事？不是当不当一回事情，就现在这个情况，我就算当做是一回事，又能如何？要不我现在就跑。无所谓了，反正你现在已经无路可走，我也就和你直说了吧。虽然我时日无多，但是我最后所散发出来的实力，哪怕是赢不了你，可我依然能够困住你，这样也算是我亲手杀了你吧。
到底还打不打？我会燃烧我所有的力量，为陈北平的法阵加持，最后成就仙阵，彻底毁灭。你认为你们阎王殿能够对付半仙吗？又或者是你们这3个混蛋能够面对天下吗？坑货，这是啥意思？有没有一种可能，现在我们3成为了这个世界最大的反派？诸位，他们封锁了登仙路，而且你们的生死都在他们3人的掌控之中。如今魔头已经被我封印，你们还等什么？杀了他们！陈师姐，麻烦了。嘿嘿。诸位，他这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还在等什么？等死吗？阎王殿前，不用担心，有阎王。男人能将自身副作用全部转移，受到伤害转移给敌人，强行提升修为，却要燃烧血力，无法转移给敌人。而就在今天，他的敌人是全世界。杀！灭了阎王！阎王殿全体听令，杀！不用担心自身安危，有阎王在，咱们死不了。一群土鸡挖狗也敢阻拦我救义父！无垂所落之处，万物皆为基本，你们也不例外。还有谁？救！天下修士就这些水平。这特么就是阎王殿，这特么不是桃花阎王殿，这特么是在送死。救命啊！不要，我不要死。这等魔物绝不能存在世上。诸位，如今我们已经在和这阎王殿对上，就不能留手，暂时放下恩怨，先诛灭阎王殿。哈哈哈，虽然有些手段，可人数再多，也不过是合体。对于大成修士而言，也不过是更多的蝼蚁。阎王，终究是我赢了，你输了。我为你选择的这块木子还不错吧？接下来就是你们。燃血，燃魂，燃寿。时间倒流。我是出现错觉了吗？我方才是不是死了一阵？诛灭阎王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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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别听我的！是你脸不要脸！牛不牛啊？不，阎王是无法战胜的。我不要讨伐阎王了，我不要飞升了，我要回家。你哪边的？我怎么感觉你们和齐国来折磨我们？
暂停。时间回复。哟呵，我看你能回复到什么时候？这一秒，但上一秒，所以他必须一直就这样一直回复到乱时机。结束了。阎王饶命啊！我等愿意归降阎王殿。我等愿意归降阎王殿。行了，就这样吧，散了散了。坑货是不是把我俩忘了？